死守大梁都城！哈哈哈哈！周传胜已死，兄弟们，冲啊！ 哎，您好，哎，外卖，哪位先生点的螺蛳粉啊？是你外卖你就讲呀。手机号8807的廖先生是不是你啊？哎，手机呢？外卖呢？咋的了？长胜将军！ 30年后，这就是历史上第一个穿越过来的大英雄周长胜将军啦！是他在危急存亡之际拯救了大梁国。啊，人没复生，魂不复爷。对，就是死了之后的肉身被来自2000年后的灵魂占据，这就和瞬间显灵了一样啊！穿越者会带来他们的经验和知识，造福大家的土地。自从穿越者们陆陆续续来到这个社会，大梁国越来越壮大，让中原变得更加和平稳定。你们说，是不是很厉害？那接下来大家请随我到下一个参观景点。绕一下，来，绕一下。快点，抓紧时间！这次有辱斯文。哎，他们是武林人士吗？就是比较粗鲁。这么着急干嘛？送人去第1楼剑川吧。剑川啊，圣上钦定，所有的穿越者都要送来天下第1楼，交由我们楼主来鉴定真假。如果鉴定结果为真，穿越者就会被送入宫中面圣，有机会委以重任哦。不过因为穿越者的福利太好，有很多人冒充穿越者来谋取福利。这时候就要依靠我们楼主丰富的剑传经验啦。哦，你们楼主听起来很厉害呀，那他真名叫什么呀？哎，人家呀，姓楼名主，就叫楼主了。那前面那栋高楼就是我们楼主亲自设计的天下第1楼。哎，后面的跟上啊！这边呢？客官今天整啥造型啊？让你们总监来个洗剪吹套餐。哎，好嘞！哎，王夫人，你今天的成色可真好看，用的哪款纸粉呀？哦，就是他家最近刚出的桃花粉，我香油啊！请问珍珠奶茶？哦，珍珠奶茶哪里有卖？请随我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啊！客官几楼啊？5楼、4楼。 我去6楼。客官几楼啊？几楼？啊！4层到了。哎 ，What's up, bro? Yo, what's up, dude? Let's go, dude. Yeah. 5层到了。 面试者请排队拿号。武林王送人。李明请。
看，让是不是特别难？都问你什么问题啊？哎，怎么走了？说话呀！菜叶儿、剥皮、蛋壳、鱼鳞石、湿垃圾、纸张、金属、树洞石。嘘，我老婆给我写的。她是个穿越者，好像来自什么北上广。哎呀，难受！戴简川，不许交头接耳。我这位朋友他刚穿过来，有点思乡，哎呀，难受。哎呦，可怜。下一位，这个牛壮壮啊，那我去了。小心！抱歉，刚才手滑了。牛壮壮是吗？请随我来。这位就是威风堂堂、玉树临风、智慧过人的楼主啦。见过楼主。见过楼主。进。牛壮壮是吧？多大了？20有3。什么学校毕业的？麻省理工。哦，什么专业啊？挖掘机。不是养挖掘机，我以前是养挖掘机的。一天天的尽是你们这些滥竽充数的人。哎呀，我是来鉴定，你们这些原住民为什么总来冒充穿越者啊？穿越者福利好啊，还是挺棒。就是因为给钱多，就能使你放弃勤勤恳恳的生活，抛弃祖宗传下来的小农经济了吧？你以为当穿越者很容易是吗？像我这样很辛苦的，很辛苦，你知不知道？你看看我的游泳圈都手没了。谁呀？楼主鉴定还是你鉴定啊？小雪，送客。好的，楼主。他才是楼主。哎呀，不行了，累了，得好好歇会。喂，吹啥？帮我约下王师傅呗。啊，对，一定要王师傅啊！哎，好，哎，我这边就要结束了啊，我待会儿下楼。嘿嘿，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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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吧，今天结束了。啊？刚刚没看见有人进去。那是武陵能送来的人，能一样吗？唉，小雪，翻一下开总的信，知道知乎者也。是楼主。见你是吧？说吧，怎么穿的？有一天，我在路上走，忽然发生了车祸，眼前一黑，再醒过来就看见有人要杀我，说是绿林帮的。等等，说具体怎么穿的？有一天我在路上走，忽然什么道？人行道。人行道为什么会被撞？没看信号灯。信号灯有几种颜色？红、黄、绿。你走什么灯？红。继续。忽然有辆车要撞过来，眼前一黑。看清什么车了吗？奥迪。奥迪有几个环？4个。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你怎么不唱啊？我五音不全，从不在人前唱歌。3.141596。你自己背得出来吗？你大爷的！好久没有听到这3个字了。我以前的口头禅就是这个。你大爷！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倒也不介意每天问候一下他老人家。楼主，翻译好了。啊，我看看。你的肉身叫左云起，来自庞门，一个专门研究制毒的门派。你爹叫左道，这都啥名？也就是门主，在江湖上为非作歹，作恶多端，恶贯满盈。结果忽然失踪，下落不明，只有你被仇家抓住。这些和我无关吧？说的有道理。好，那就来填这个吧。
穿越者诚信承诺书。本穿越者承诺进入皇宫之后会竭诚为陛下服务，造福大梁百姓，不偷不抢不奸不佞，不利用现代知识做任何威胁社稷稳定之事，等等等等，这些都要抄一遍啊。然后在这里签上你的本名，再写上日期。好。哦，对了，抄的时候记得用简体。魏父亲大犯离家出走，半路被绿林帮那群歹人抓去，为保小命才出此下策。如果不是武林盟出面仲裁，我早已经死无全尸。老主啊，王师傅的客人已经走了，下一个就到你了。好嘞，小雪，我去做个马杀鸡。我虽是旁门中人，从小被教授各种制毒功夫，但我发誓，哎呀，好久没有享受王师傅的手艺了呢，这个肩颈都硬邦邦的。我与父亲花尽金钱跑了出来，才让绿林帮趁机抓去。兄弟救我一命！做完 SPA 干什么呢？要不要来套补水面膜？哎呀，你看我的小皮肤，大蓝鞘这么干，都不水嫩了。老主，不是我不想救你啦，我也知道你的情况，但你毕竟不是真的穿越者。皇上给我口饭吃，我也要对得起自己的饭碗，对不对？而且你们武林上的事情吧，我是真的插不上手。要不你再和绿林帮谈谈吧？哎，我们4楼酒水正好在做活动，一律8折。干嘛总是打打杀杀的呢？有问题坐下来好好沟通嘛。然后啊，你就出这个门，天大地大，四海为家。好了，楼下打起来了。啊？楼主，这个不用接。哎，你就是楼主是吧？赶紧把左云起交出来！左云起的鉴定尚未有结果。唬谁呢？平时鉴定最多半炷香，这次怎么可能要这么久了？怎么可能要这么久？我们天下第一楼作为皇上钦点的唯一穿越者鉴定处，见前温馨，见时细心，见后包您顺心。左云起是武林盟送过来的人，自然要更加重视，给予他全套的至尊鉴定服务。你少拖延时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旁门左道的儿子，做到一言不合诛杀我们武林帮30多个人。今天我们一定要在他儿子身上讨个公道！听说左道一夜之间害了飞鹰教20人，只为抢一株天山雪莲啊！太粗鲁！左道恶贯满盈，但那都是他一人所为。据我听闻，左云起虽为旁门少帮主，但他本人并没有为非作歹。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老手的儿子会打斗，左道的儿子手脚能干净到哪儿去？要不是武林盟横插一脚，我们早就为这江湖出了这个祸害。就是。这位朋友，话不是这么说的。出生不能决定未来，左道是左道，左云起是左云起。据我了解，左云起正是因为与他爹理念不合而离家出走，才被你们趁机抓去。他小小年纪就能如此明辨是非，实属不易。人生贵在有自己的选择，你们不要轻易否定一个年轻人呐！我说太好了，小雪你记下。左云起在那儿，兄弟们，把他碎尸万段，让左道也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给咱们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大家不要冲动，他还只是个孩子。不行，站到出根，我们现在就要砍死他！娘亲大没礼貌！楼主，我的人生从出生开始就只有不由自主。你说人生贵有自己的选择，我第一次听。如果我的死能弥补我爹的罪过，那就让我来承担吧。楼主，谢谢你。算了算了，好不容易才约到的王师傅。
管，熊孩子是有什么好管的？管个屁！你大爷的！等一下。左云起是穿越者，他的肉身已经被2000年后的灵魂占据了。按朝廷规定，我明天会送他进宫灭生。你们的恩怨，都等他见过陛下再说吧。不是，你刚刚还说没鉴定出来的，就是，怎么证明他就是穿越者？云起，唱一段字母歌给他们听听。师尊。别废话，让你唱就唱。姐姐，干爹娘是什么意思？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楼主啊，我还是没太明白是怎么唱的。没事，那我再来一遍。这次我唱的慢一点，你慢慢跟上啊。怎么样？成功了！少主已取得楼主的信任，明日进宫。恭喜男主！我他唱了什么鸟语歌？谁教他的？不知道。你看我干嘛？没听说过。不愧是我儿子。都是小星星。哎，等一下，我买几个橘子先。哎呀，你这个水平啊，能和我对上几个回合？月月环应该不成问题。为什么？你会帮我？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觉得你似曾相识吧。行了，走。快嘛！头上长了个大包。别！哎呀，你进宫以后啊，不要到处乱晃，跟着引路的内官，然后拿着我的推荐信给皇上，知道吗？啊？哎呀，你毕竟不是真的穿越者，被派到御前，万一穿帮了，对你我都不好。况且伴君如伴虎啊，说是沿袭老皇帝对穿越者的优待政策，但我总觉得皇帝对穿越者啊，还是十分戒备。哦，对了，我在推荐信里说了，你有志于开发农田，恳请了皇上派你去城郊外的药田，你就像我一样做点生意，生活小资，每天乐得逍遥自在啊！不是人人都能像你这般潇洒。你说的也对，英俊的叫做潇洒，丑的叫好吃懒做。
手感真好。海星，我走了。哎，大河向东流是首歌，所以一定要唱出来。来，我给你唱一遍啊。大河啊，天上的星星在北斗啊，嘿，在北斗啊，哎，大早晨的吼什么吼啊！今天起这么早，还没吃早饭呢。走，逛逛早市去。卖大米啦！哟，大郎来了！大郎今儿这么早啊？生意兴隆啊！大郎又来送人啊？是啊，老井。哎，记得把不要的猪骨头拿来天下第1楼煲汤啊！哟，今儿这么高兴，还是老样子？老样子。一天一苹果，疾病远离我；一天一木，闭月有羞花。哎呦，这件怎么样？是吧？嘿嘿。再便宜点吧。我要吃鸡糕，这个和这个不要，其他全包起来。走不动了，别走了。走啊，楼主，我们快回去吧。小雪，你慢点啊。鉴宝大师左云起从籍籍无名到红透皇城，他只做了这件事。楼主，今天一早林盟主来信了。小雪，你快翻译一下。亲爱的楼主，不知近日可好？在这……哎，对，前3行就不要念了。江湖上盛传，有一味极其珍贵的药，唤作奈何香，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催化作用。传闻旁门左道研制出一款可以令人内力突飞猛进的药方，只差这味奈何香。今日有线报传来，此香就藏在皇宫宝库之中。于是旁门蠢蠢欲动，正在想方设法混入皇宫，可能会假冒成穿越者吧。加班愉快，开走。你赶紧去给他回信，告诉他旁门双盟主已经混入皇宫了。左云起吗？我知道。你知道？对，你怎么知道啊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的真实目的了？为什么不提醒我？你有什么企图啊你？冷静，不要想太多。左云起不一样，他不是去偷奈何香的。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去偷奈何香的？他跟我保证过的呀。保证？他说自己不忍心看到父亲在江湖上为非作歹，就想抢在左道之前把奈何香亲手毁掉。他说你就信了？对啊，你不也相信了吗？哎呀，云起是个好孩子，脑袋灵光，心眼儿也很不错。你可知他为何能爆出那么多穿越知识吗？莫非说起来啊，还是你教他的嘞？每次你与我把酒言欢，醉酒后就喜欢讲述你们那个世界的事，尤其是你误闯交通灯，结果被奥迪车撞飞那个，我觉得十分有趣，就拿笔一一记下来。现如今啊，正好交给云起，怎么样？他是不是尽得真传？我说为什么对他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开总，刘一成，你为何要坑我？没坑你啊，都跟你说了，他是去毁掉奈何香的了，他跟我保证过的。你看，他还立字据喽。你在逗我？3日后。在应该脚踏实地的年纪，一步登天并不难。我只做了这件事。误会肯定是误会，再给孩子点时间嘛。3日后，成为皇家国库的第1把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左云起说他只做对了这件事。点击付费阅读全文。
建功国库大火，左大人葬身火海，他只差做对这件事。左云起死了，离开！楼主是吧？这是我的商业计划书，你有空就……小雪，小雪，今天是小雪姑娘入宫见她姐姐的日子。哎呀，我这脑子……姐妹们，姐妹们，为什么我讲了这么多遍，还是有人来问我为什么要防晒啊？来，我们来看一下。李嬷嬷因为年轻时一直留刘海的缘故，常年只有半张脸暴露在阳光下，所以姐妹们看见了吗？这就是不防晒的后果。所以答应我，从现在开始，不管你有多懒。1年365天，每天6次，硬是撑不出一次防晒霜，好吗？来，大家看看这个，太医院最新研制新品小瓷瓶，福斯瑶特供配色长胜金，我真的是爱死它了哟！哇，这也太轻薄、太水润了吧！以前的版本都黏黏的很厚重，但新版的小瓷瓶完全不会哎。又来看你姐姐了？我说过，跟着我选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哦。这都是仙妃娘娘我给大家的心意之选。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想用试用装或者囤货的，就去西店找李嬷嬷就行。姐姐，又是什么好东西啊？防晒霜啦！哎呦，我在宫里都快无聊死了。哎，快来跟我说说，宫外最近又发生什么好玩的事了啊？我的，你就给我一点嘛，给我抹一点好吗？你自己去抢啊！给我抹一点好吗？哎，不给就不给！站住！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禀公公，是防晒霜，据说抹在脸上以后，皮肤可以反射太阳光，从而不被晒黑，有永葆青春之效。哦，贤妃倒腾出来的新奇玩意儿。回皇上，是的。听起来像是什么长生不老药？有点意思。贤妃娘娘秀外慧中，活泼可爱，一向啊最得皇上心呐。这个鱼吧，它身上有一些斑点，头比较小。总之就是个鱼的样子。这样吧。哇塞，小雪你神了！你画这个干什么？派人找三文鱼呀，都是那个葬身火海的左大人。清点国库就清点国库呗，还跟皇上说可以举办一个像世博一样的展会，搞得皇帝饶有兴趣的。世博是什么？哦，忘了你不是穿越者。世博就是把各地的珍奇玩意儿都放在一起展出的宴会。我到时候啊，就拿个三文鱼做个刺身给大家尝尝。来，这边再设计一下海报。拿开！给我裤子张开！快点！别吃这个！快点！吃这个！快点！裤子张开！快点！快点！抓住他！上！看什么看？呸！左云起，你的目的不都已经达到了吗？还来我天下第一楼干什么呀？来谢我呀！啊！还需要你把奈何香交出来。啥？
不是说好，为保万无一失，先将香秘密送与你，我再炸死。奈何香就在我楼中某处，你有本事找得到就给你啦。哼，还想玩我？哎，别伤人，到时候官府一来，我们也讨不了好。听令，谁也别想着救，给我走！爹，你给我待在这儿。啊，门主，这楼这么大，该怎么找啊？哎，你看这是香香的，这是不是就是奈何香啊？没见识的东西，这是造孽啊！造孽啊！人活一世，最怕的就是认识那些不该认识的人呐！造孽呀！我会负责的。你负责？你怎么负责？你看看，你看看，你都把我这弄成啥样了？哎，我问你，你进宫到底干啥了？你偷奈何香了吗？偷了。香呢？哎，走，我换个问题，你偷香干嘛呀？你知不知道皇上发现就是死罪啊？哎，算了，你已经死了。你偷香是为了练功是不是？不是，那是为你爹偷的。是，你爹要练功，你不练，我不练。那你还不快把香给你爹？你来我这干嘛呀？我爹为了追寻奈何香，几经走火入魔。如果真的拿到这邪门的东西，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你想把香偷出来，然后当着你爹的面毁了它？你怎么知道的？没事啊，你们继续啊，继续。哎呀，你们都告诉林开了吗？还写了保证书。林盟主也来了。哎呀，你先别管他。哎，你到底把香藏哪儿了？不会真在我楼里吧？在哪儿呢？我怎么不知道啊？喏。一帮废物！你个逆子！离开！左门主，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云奇，把奈何香给我。所以这玩意儿，你打算怎么处置啊？当着我爹的面毁掉。好嘞，啊，看我的！这还看不出来？逆子，要干什么？爹的话都不听了吗？把奈何香给我！逆子，把奈何香给我，将你逐出帮派！少门主，快把奈何香给门主吧！是少门主，还等什么呢？哎呀，少门主，快做些什么呀！云奇，过来帮我！你看现在炭火刚刚好，不烤点什么东西的话太浪费了。那，帮我挡着点风啊！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就行，不
不要有压力。靠条自然。义子，好香啊！义子，这是我最后的警告，快把奈何香给我！你看我的大力龟，离开！楼主啊，这批账可不记在我武林盟的账上。那你也要拦着点啊！这笔钱总要算你的了吧，开总？哎，香呢？喏，烧完了。没有了，烧完了，全烧完了。爹，你醒醒吧！义子，原来你早有预谋，亏我还以为你一腔小心才主动请缨。爹，这世上哪有平白得来的功力？你怎么这么糊涂？为了这下，让多少生灵涂炭，哪里值得？义子，爹，别叫我爹！从此你我父子恩断义绝，他日再遇见，我杀你，绝不手下留情。爹，你这是……大家小心，捂住口鼻！李帮主，你还不知道挺剑帮帮主已死，寻离间被盗的事情吧？这天下迟早要完，我看你还能安稳到几时？等一下，这是气！听剑帮玄离剑，不行，楼主，我闻到了阴谋的气息，得先回趟武林盟。哎，你不能走啊！我这黄陵梦的李贵，还有这仿古的青文传，以及你这几天的食宿。每次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让出公告，真把这里当家了。哼！小雪，现在安全了，你可以出来了。我需要你。我来啦，楼主！历史电话灯70两，仿古青文章1、2、3、4。钱还了吧？价格猎够呛，待会儿啊，找王师傅给我捏捏。这墙可怎么补啊？我拿2杯奶茶走了，要账自己来武林盟拿。滚蛋！下次还是要半糖吧，你看看你的腰。那咱们也后会有期吧。这，你怎么还有啊？皇宫里本来就一块大的，一块小的，小的这要不够，当香用却刚好。那你给我的意思是？奈何香是武林至宝，多少人觊觎这个东西，我把这个给你，就算是给你赔罪了。啊，你爹不是扬言要在江湖上杀你的吗？你这样出去会很危险的。天大地大，我……你该不会以为拿着一小块奈何香就能抵我楼里的损失吧？这奈何香只要一点点，就价值千金了。这东西是已经在你爹眼皮子底下销毁了的，市面上哪能再流出啊？不给我招来杀身之祸就不错了。来，小雪，来算一笔账。好嘞，楼主。上次你和陆林帮打架，砸了我家4楼大厅。4天了。这才第几节啊，你就把我们家鉴定中心给砸了？你看这儿，还有那儿。手术3000。长胜雕像1万两。怎么那么贵？20年前发
型的限量珍藏。小雪，没问题。天下第1楼坐落于大梁 CBD 长盛广场西100米，是大梁最贵的一馆，设施齐全，环境优美，普通人努力一辈子也买不起这里最小的一间房。那你让我怎么办？没有钱的话可以卖命啊！上次露营帮闹事，好些保镖都被吓跑了。哎呀，最近不太平啊，总觉得睡觉不踏实，没有安全感。不然，你们想干嘛？阿忠、阿甘，你们两个去听剑帮调查一下玄力剑的事情。是。大爷、大胆，你们2人去通知那个人。是。这个时候，得需要他来帮忙了。我直接回武林盟，明天开晨会的时候来小组汇报。是。可是中的毒，糟糕！誉王，快，誉王，师傅来了！嘘，别过去，我不喜欢别人离他这么近。哇，世界上怎么会有像誉王这样谪仙般的人啊？他笑起来该有多好看！你怕是新来的吧？这世上就没人见到誉王笑过。瞧瞧那张脸，那眼神，唉，是不是写着“多情寡义”4个字？皇兄，来了。这是贤妃弄出来的新鲜玩意儿，叫三文鱼。据说啊，只有生吃才能吃出最鲜美的味道。试试。哎，这三文鱼啊，需要这碟酱料去腥提味儿。试试。是不是好吃？陛下喜欢就好。哎呀，爱妃有心呐，这三文鱼又是你家乡的特产吧？回陛下的话，这鱼啊是陛下的鱼，只是用了我们流行的吃法而已，算不上什么特产。有趣。你看见了没有？他们这些穿越者知道的东西，比我们可多上太多了。皇兄不是已经亲自召见过许多穿越者，并且让他们效忠朝廷了吗？朕虽然见过许多穿越者，但是对于他们的知识和想法，只是略懂皮毛。朕的王公大臣乃至子民百姓，哪一个不是自由出入那天下第1楼，正在体验那未来？而朕至于宫墙之内，反倒像个井底之蛙。皇兄是说，朕最近提拔的那个鉴宝大师左云起，命薄福浅呐。他曾跟我谈起他们那里的世博会，会博览全天下的新鲜玩意儿。像三文鱼这样的食材，在我大梁国存在已久，只是没有发觉。不如举办一次宴会，让这些珍馐县士、王公大臣、能人异士齐聚一堂，岂不乐哉？贤弟愿意帮皇兄这个忙吗？臣领旨。誉王殿下办事，皇上放心。到时候贤妃和誉王都要呈现菜品啊！恭送皇上。可千万别让朕失望啊！
真的是亲兄弟。是啊，怎么了，娘娘？你不觉得他俩看起来像要杀了对方一样吗？娘娘，这种话以后不可以乱讲，会杀头的。哎呀，我就那么一说。禀告誉王殿下，人带到了。抬起头来。誉王，娘，所以我是穿了，这是哪朝哪代什么地方啊？此地为大梁都城，架空的。哦，你叫什么？我叫李克，在大学学插画的。前2天还跟室友聊，说咱们系的要是穿越到古代，铁定落地成河。住嘴！誉王问你什么就答什么，哪那么多话？他。你会什么？我会画插画。有别的专长吗？没有。来人！哎，等等。想到了没？其实我还会画色。来人！哎，等一下，我会搞床，我会洗衣服，我会拖地，我会做饭，我会英语。英语你们需要吗？Hello， How are you？你会做饭？会，我会蛋炒饭，西红柿蛋炒饭，西红柿炒鸡蛋。你们这有西红柿的吧？2年前，有一个你的同类提到过，会有一些无毒却相克的食物，同时可以杀人。你听过吗？你是说螃蟹和柿子？哎，那个不行的啦，科学家辟谣说。有没有最新发现的？冬枣和香蕉。哦，两者同时可以杀人。杀人不至于，就是冬枣和熟透的香蕉一起吃，吃出一股屎味儿。上次愚人节我骗我哥吃过一回。我现在需要一种可以杀人的食材，你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我记得前些日子我妈在朋友圈分享过一篇文章，说是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热带雨林的毒蘑菇，吃下去的时候没事，过几日之后就开始头痛呕吐、四肢抽搐、脏器衰竭，然后就一命呜呼了。叫什么名字？这我怎么记得啊？哎，我记得照片，它长得像香菇，但是烧熟之后比香菇脸红。很好，我需要你把它找出来，做成一道菜。菜？是要给什么人吃吗？是要杀人吗？不，这个你不用管，只要你帮我做出这道菜，我就可以保你一条小命。自己的命和别人的命，你估量估量吧。我想洗个澡，我能不能先洗个？哎呀，怎么都是江湖上的事儿啊！老看这些臭男人喊打喊杀的有什么意思？哎，你们有没有星座板块给我看看？星座是什么？这个说来就太话长了，今天就算了吧。哎，这小子挺俊朗，卷毛长短也刚刚好，应该是天生的，不是烫的。看这眼神多清澈呀，怎么会敢杀人越货这种事儿呢？这些江湖人真的到底有没有脑子呀？倒是旁边这一个，道貌岸然的，一看就整天寻思着怎么害人。要我说呀，天剑帮这事儿跟他脱不了关系。快追，快！追！哎，你看看，这几件
件事情本来1个月都出不了几回，这次统一爆出，背后啊，说不定还有什么地下组织在给你操控呢。快，谢良又掉下来了！快追！我去，谢良，你到底有多少仇家呀？你姐真这么说啊？你也知道他的，他也就随口那么一说。哎呀，别人说我不信啊，但你姐这张嘴巴 ，flag 一查一个准。林盟主都离开5、6天了，江湖上又出现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你先担心一下自己吧。左大人的形象太招摇了，赶紧把你这身装扮、连同发色都换一换，啊！他中箭了，跑不远的。爱国，你这个笨蛋！办法了。开总这货去哪儿浪了我不知道，但每当这种涉及多个帮派和重兵利器现世的时候，他一定会请出那个人。你是说他在那儿？快抓住他！是。怎么？难道要死在这里吗？我才穿越过来没几天，我不想死！天哪，掉下来个人来救救我吧！对，用我们那的话说，大概就是他才是真男主啊！龙大侠，龙大侠，兄弟们，是龙大侠！龙大侠怎么会在这儿？可不可以去要个签名啊？这位少侠，你干嘛呢？龙大侠，你也来追拿杀害听剑帮叶帮主的凶手了吗？什么凶手？这里面分明就有人栽赃陷害。栽赃陷害？谢少庄主，武林盟发布的江湖搜捕令上，人证物证俱在，还不乖乖束手就擒，跟我们回去！谢少侠会由在下亲自押送至武林盟，你们且先回去复命吧。既然龙大侠肯出手，我等就恭敬不如从命。可是，哎，龙大侠亲自押送，绝对不会有什么差池的。哎，兄弟们，我们撤了。现在可以要签名了吗？哎呀，下次再说，没看着忙着呢吗？想不到威震江湖的龙大侠也同武林盟沆瀣一气，叶帮主被害，晚辈毫无感谢，是晚辈不能跟前辈回武林盟。谢少侠。今日头条快来看，黄宗爱干净整洁，做事情有序。老老，你说我娘子是不是处女啊？林盟主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从来不缺席晨会。属下4人与盟主分别后，隔天就在会议室里等着小组汇报。其他部门要占用会议室都被我们轰走了，但这一等数日，就是没等来林盟主。
属下几乎问遍了武林盟的联络点，都没有找到林盟主的踪迹。林盟主武功高强，轻易不会中了歹人暗算。如今却不知所踪，我等实在是担心。盟主不在，谁来主持大局？又如何要跟各位长老交代？唉，周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俺也一样。林盟主的去向是一方面，另外最近整个江湖事件频发，好多门派都失了重兵利器。喝牛奶才能前来武林盟投诉的信鸽，把盟里的信鸽房都快塞满了。盟内人心惶惶，徐长老说，3日后林盟主再不出面解决问题，就要按规矩启动紧急预案，把盟主全责移交给长老们。属下很是担心。林盟主说过，遇事不决找楼主。您是林盟主的至交好友，武林盟是您看着发展起来的，请您务必走一趟武林盟，哪怕是拖一下其他长老，等林盟主回来也是好的呀。俺也这么觉得。看来事情的情况真很糟糕啊。但是天下第一楼的事情也很多呀，你看，而且马上就要办未来宴啦，我也得准备准备，你们说是吧？你倒是挡着点啊，别传染给我了。这是何物啊？你别说话，喝就是了。你们那个什么长老要代替开总的？徐长老啊，对，徐长老，让他先抵着嘛。再说，开总他不是已经请了龙大侠来助阵了吗？这是谢少侠一时气急攻心晕倒了，应无大碍。在下寿林。我冤呐！你不必如此，在下寿林。这是徐娟嫁祸给我的呀，大侠，你要为我做主啊！叶帮主不是我说的。徐卷长老年高德勋，一身正气，你空口无凭就想加罪于他。大侠，你还记不记得上届武林大会啊？自然记得，那次武林大会百花齐放，人才辈出，谢少侠表现优异，夺得了青年组武艺榜眼，林盟主亲自为你颁发了获奖勋章。哼，榜眼而已，算不上什么荣誉。恭喜恭喜啊，老谢！哎呀，潇洒山庄书香门第竟出了如此身手不凡的人才，真是了不起呀！哪里，谢少庄主文武双全，这招小蝶云杖效果超凡脱俗，真是后生可畏啊！承让，承让。父亲，我去拜谢其他几位长老。去吧。桃花帮那几位弟子也表现得不错。不知道谢少帮主在我们桃花帮诸多女弟子当中有没有能结上孽缘的？哎，说到哪儿了？哦，对了，下山。这山里山外的人也太多了，还有这么多姑娘，我就想着千万不能破坏了我那玉树临风的形象。所以我就换道拐进山腰密林，打算走得深一点，这样上厕所会方便些。你不是去道谢长老们吗？找他们干啥呀？我当时憋得快不行了。你吃吗？待我终于到了山林深处，解决了内急，忽地听见前方隐约传来了争执声。镇门之宝，岂容尔等觊觎？师兄，那凶剑是不祥之物，帮中无人使得，不如草先卖出去。混账东西！祖师爷传下的玄离剑，倒叫你许给了外人，还不跪下！师兄息怒。叶帮主武艺虽高，到底寡不敌众。我见他不敌，一时间头脑发热，我就。
哦，就打算去拜谢其他几位长老。这段方才说过了。他说到哪儿了？他？我说到哪儿了？你见叶帮主不敌，一时头脑发热。啊，没错，我琢磨着，自己这剑法尚能一搏，即使敌不过那几人，至少能拖延一点时间。且说我持剑而上，破空入血。副帮主和他周围那几个贼子见我突然杀出，大惊失色，知道形势败了，就要杀我灭口。我与那几个人缠斗，几招刚过了10余招，树林之中冷不防飞出了一枚匕首，匕首气势惊人，我携着一股浩荡如地崩山摧的内力，电光火石之间正中了胸口。原来是徐俊早就埋伏在侧，与副帮主里应外合，意图杀害叶帮主。没了我的支援，叶帮主左支右绌，不过片刻便倒在了副帮主的剑下。之后我只觉得视线一暗，就这么死，就这么晕了过去。唉，若不是亲眼所见，晚辈又怎会想到，堂堂徐长老和副帮主居然会做出如此龌龊的交易？此话怎讲？此人是潇洒山庄的少庄主谢良，听说是庄主唯一的儿子，平时就看管得紧。这要是凭空消失，免不了江湖上一通翻找。无需慌张，你二位在此等上片刻，就去求见盟中长老，就说是潇洒山庄觊觎玄礼宝剑，派谢良来使机盗取，却被你们撞见。混战中，叶帮主不幸身过，你们杀了谢良报仇。妙啊！日后玄礼剑失踪，便一起栽到潇洒山庄头上。按照约定，这剑老夫就带走了。徐长老请。回去之后，也就是名正言顺的帮主了。提前祝贺副帮主。只不过他们没有料到，我竟然还能活下来。徐俊怕我揭发他的罪行，回到蒙州，立刻派出几路高手来截杀我，还在江湖发布通缉令，让我无处投靠，更联系不上林盟主。潇洒山庄无法取信于武林盟，我不愿累积家人，才孤身游荡，四处躲藏，直至今日。我这何时染上的？在下有2点疑问：其一，一个胸口中刀昏死之人，如何能亲眼所见徐长老玄离剑的交易？其二，少侠如今精神恍惚，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行动自相矛盾，叫人如何信你？也罢，你先随我回武林盟，与林盟主当面说清楚吧。实不相瞒，其实当时那些细节是我从天上看见的。晚辈胸口中箭之后，依稀感觉身轻如燕，似是魂魄飘于半空中。倏然空中砸下一道白光，又把我撞回了身体。从那时开始，晚辈就时常开始身不由己。会不会是被穿了？有可能。若是真的，按朝廷规定，少侠是要被送去天下第1楼等楼主来鉴定的。哎，那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解决一下现在的情况啊？我觉得2个人一个身体好挤啊。这或许得亲自问下楼主了。那我们就去找楼主呗。忠肝义胆，四位护卫，正请楼主来武林盟主持大局。不如少侠也随在下先回武林盟见林盟主。武林盟？那岂不是正中徐阶下怀？少侠所指控徐长老之事，若句句属实，在下定会护你周全。何况我本就是奉林盟主的命令来保护你的。此话当真？信不过在下，也请务必信林盟主。哎呀，磨磨唧唧能啥了呀？赶紧走，赶紧走！哎，哪个方向？少侠跟紧我。哦，哎，我怎么觉得我的头还是晕乎乎的？大概是余毒未清。哦，有道理啊。
打死我也不去。楼主，最近江湖兵器频频失踪的事，很像是我爹的行事做法。上次他夺取奈何香不成，定会想方设法用其他办法来增强自己的功力。楼主，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武林盟查清楚。这位少侠说的有道理，我们武林盟的情报系统很完善，想要调查来武林盟最是方便。如果楼主您顺便把事情解决了就更好了，也不怕那帮长老们每天虎视眈眈的。咱们就说您是林盟主亲自指派来的，这样周报就有东西可以写了。俺也这么觉得。哎呀，左道再怎么折腾那是江湖上的事情，天下第一楼是为朝廷服务的，江湖恩怨可不归我管。你们这些武林人士也不要一天天的往我这里跑了，我这里是高雅的休闲场所。你看看，把我这里砸的，还让不让人好好工作了？不行，我还是担心我爹危害江湖。上次他离开的时候，不是套话好不好？要不然你让他怎么下得了场啊？前些日子贤妃姐姐也提到过，最近江湖动荡，怕是背后有势力勾结呢。对呀，听说贤妃娘娘说什么都灵验的。小雪，哎，楼主，武林盟不是欠了天下第一楼很多钱吗？可以趁机要回来呀。哎，楼主啊，老师傅的客人走了，下一个就是你啦。来嘞，楼主！闭嘴！武林盟什么的我是不会去的。小雪，老主你放心吧，我会打理好天下第一楼的，记得给我带礼物啊！小雪，假期等回来，老主。徐长老，徐长老，我二人办事不力，没有解决谢良。龙大侠都出马了，哪是你们二人能解决的？林开呀，林开，死到临头还不忘坏我的好事。你确定他中毒身亡了吗？林开中的是我独家秘方，解放连我儿子都不知道。他此时必定已成孤魂野鬼。你何时拿下武林盟主之位啊？我也好回去向组织交代。这就不由你费心了。你是想杀皇帝？总算还不是太笨。为什么？杀一个人而已，需要理由。难道说这个位子本来就是你的？是他笼络宦官，篡改了先帝旨意，夺走了本该属于你的东西。不是。不是？那难道是你从小受尽他欺压迫害，他偷偷对你施以残忍的酷刑？哎，叫我看看，莫非你身上现在还带着小时候落的伤疤吗？不是。也不是吗？那就只有最后一个可能了。你是不是有一个青梅竹马？你们情投意合，却惨遭他横刀夺爱。他把你心爱的女人锁进后宫，还从不问津。你们再见面时，他已成为娘娘，而他唤你一声王爷。我那淹死的弟弟，被毒杀的母妃，还有被谋害的至交好友，哪一个不是他欠我的血债？都说不来了，不来了！你们这儿什么也没有，饭菜也淡，瓜果也少，至少让我带些行李嘛！直接把我扛走是什么意思呀？哎，人前，把你的伪装带好啊！你好歹也是个死了的公众人物，不要吓着路过的武林朋友啊！哎，我也算是个朝廷命官呐，你们这是绑架吧？你开蚊子，你这破地！让我回去吧，我的王师傅啊！我可跟你们说好了，我就待半天。
林盟主，你回来了呀？走，回家。哎，回来。你这4个手下死乞白赖的，非把我扛来，你倒是去哪躲清闲了？林盟主，听说最近江湖各大门派兵器频频失窃，我怀疑与我爹有关，是否方便查阅一下往来的消息信件？江湖信件。哦，对，你来得正好，我正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问你。什么事情？哎，这位小兄弟是？哦，原来是云奇小兄弟，好久不见。林盟主，你刚才说什么非常重要的事？你说，女人的心啊？走，回家。说正事。林盟主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吗？林盟主消失的这段时间是去了哪里？上次与左道一战，其实不留神就中了你爹的毒。在郊外河边与忠肝义胆分开后，就不慎毒发，几乎晕厥，然后就遇上了他。他是谁？哦，我明白了。你明白吗？我不明白。林盟主中了我爹的毒，现在怎么样了？旁门的毒除了本门弟子无人能解，林盟主确定没事吗？没事，我的毒已经全好了，这还要多亏了。他叫什么名字？姓陶，小字忠直，好名字。那可不。哎呀，要是左道知道自己潜心研制的毒被人解了，不知道作何感想啊？陶姑娘回春妙手，实在是女中英杰。这是自然。唉，也不知道她对我是什么想法。这个简单，我且问你几个问题，你问，你回忆一下，你们相处的这些天，他有没有主动接近？这是真的。你中毒了，在我的药上。有，然后开始频繁的找你聊天。你感觉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没错，还会担心你，甚至有进一步的肢体接触。太对了，最后会产生占有欲，甚至开始干涉你的人身自由。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顽强的人。记住，每天睡前吃一副，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回来陪我练手。传中，妥了。林盟主，我要查个信。皇上驾到！爱妃，给皇上请安。爱妃，这是后宫新时兴的妆容。回皇上，这是梅花妆。梅花妆，清新自然，很适合爱妃。皇上，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今天散茬早，朕便想过来同你一同用早膳。怎么，爱妃不欢迎吗？欢迎欢迎，臣妾可是日夜盼着皇上来呢。星座大全，星座是什么？星座啊，这个和生辰八字有一点相似，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生日属于不同的星座，不同的星座又有不同的性格。哦，仅仅是因为人的出生月份就能划分人的性格？是啊，皇上，在我们那里，还有人成亲之前会先看一看星座是否相配呢。听起来有点意思。那爱妃，你说朕是什么星座？皇上应当是摩羯座。摩羯座。摩羯座啊，是天生的领导者，有理想，有抱负，永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摩羯座的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喜欢掌控全局。他们处变不惊，毅力惊人，
由于他们睿智的头脑，遇事沉着冷静的态度，他们就像是天生的王者，是为了游戏的胜利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爱妃说的不错，你们那个世界的皇帝可也是摩羯座。回皇上，我们那儿早就没有皇帝了。哦，这太有趣了，怎么会没有皇帝？臣妾浅薄，不敢妄语其中原因。朕记得父皇在世的时候，朝中曾有人编纂了一本文集，上面收录了许多关于你们那个世界的学问。张公公，可有此事？有此事。孙太守著《未来的到来》一书。未来的到来，看这名字多好。皇上和先帝看重穿越者，是我等的福分。凡事讲究持之以恒，如此好的一个开篇却荒废了，着实可惜。张公公，遣人将这本书找出来，再找2个得力的内官辅助贤妃，将关于星座的学问修订上去，一定要分毫不差，详详细细的记录在案。是。日后一定要多找一些精通穿越者知识的人，把未来的到来继续编纂下去才是啊。什么？书不见了？皇上，会不会是让逃出去的那个给带走了？还没抓到。他倒是机灵的紧。还在追查，但听闻最近江湖事件频发，武林盟在其中说不定有些牵扯。跟楼主关系很好的那个武林盟吗？正是。哼，穿越者，武林盟，我大梁的朝廷命官，桩桩件件都离不了这楼主呢。皇上，他们穿越者的世界没有像您这样的天子，目无天地惯了，来到我们大梁又得这么高的地位，不如早做防范，以免养虎为患呢。这是要开什么会啊？什么会议啊？明日不就要交接盟主之位了吗？徐长老，可是林盟主有消息了。唉，恐怕兄吉人自有天相啊！哎呦，哎呀，林盟主你可回来了！这段时间呢？您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给各位长老赔罪了。林某若不是药事缠身，定不会如此。这段时间有劳各位前辈了。大家都请坐，继续开会吧。借着今日聚会，我先来汇报一下我们小组的工作成果。通过充分的耐心、极大的信任和无私的引导，经过半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协助走壁派通过轻功教学、开锁服务等方式，融入了当地村民的生活，不再遭受大家异样的眼光。走壁派这种武林败类还不直接一网打尽，竟然要花半年的时间改造。接下来，我们还准备通过树立侠士的个人品牌、拉动粉丝经济等方式，更进一步地促进走壁派与当地居民的友好交流。武林人士就要有武林人士的样子，江湖门派本来就是优胜劣汰。堂堂武林盟的长老不潜心钻研武学，竟把时间浪费在一些鸡零狗碎的表面建设上，成何体统？徐长老德高望重，最清楚现在整个江湖的形势。武林人士啊，如今也该转变形象，抛弃喊打喊杀的旧观念，树立积极正面的社会楷模，让江湖上多出现几十个龙大侠那样的人物。龙大侠那样的人物，哪怕都一个也是好的呀。既然说到龙大侠，徐某倒是想问问盟主，龙大侠救走杀人凶手谢良的事，盟主可有听说吗？略有耳闻。哼，略有耳闻。我怎么听说龙大侠本来就受林盟主之托呢？啊，这龙大侠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救杀人？各位长老稍安勿躁。怎么会呢？林某请龙大侠前去，并非是为了搭救谢良，而是将他带回武林盟。此刻，谢良正在武林盟接受审问。
英明啊！听见帮帮主被害一事事关重大，且疑点重重。明日大会照常召开，我将当着武林各派的面，亲自提审谢良，与他当面对质。老夫怎么听说忠肝义胆4人去天下第一楼，请了那楼主过来主持大局？这个我也听说。原来那个是为什么呀？近几日江湖出了这么多复杂离奇的事件，林盟主凭空消失，不解释缘由，反而请了朝廷的命官过来，莫不是动了归顺朝廷的意思？徐长老误会了，我大老远请了楼主过来，其实是为了鉴定一个穿越者。啊？谁呀？穿越者？穿越者？难道是？好了，事情真相明日自有分晓，今天散会吧。林盟主真是合意，那就看明天了。这消息是，我觉得。能不能治你给句准话？你确定不是人格分裂？我确定。你这个案例倒是真罕见。根据天下第一楼的档案记载，有法子治。原理上是一具身体一个灵魂，但是现在你们俩碰巧在一起了，只要赶走其中一个灵魂，另外一个就可以恢复正常。大概。那行，快把他赶走吧。你是范爱国？谢良同意吗？同意。那你让他出来证明一下。我同意爱国，我自愿退出。你演的也太假。这身体的原主人是谢良。对呀，谢良命数已尽，早就是个死人，应该依照命格早入轮回啊。也对。无论刚才范爱国说了什么，我都不同意。他说你命数已尽，是他先死的。对哦。范爱国反对。范爱国接管谢良的身体是天意使然，谢良硬挤回来是逆天而行。别打岔。楼主啊，没有办法可以保住一个人，同时让另一位也不死。范爱国既然能够自己冲进谢良的身体，那不如找个别的什么身体再穿一次不就好了？再找个身体，什么样的？随便什么身体啊，最好是刚死的。刚死的，成功率高吗？这我可不敢保证啊。不过眼下，你们两个都得暂时死一死。这个能行吗？制毒的事，我认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之前杀林开时你也这么说，结果呢？我马上要到手的盟主之位呢？那是个意外。要的饮血模式我已经助你练成，总之要你尽快解决眼前的麻烦，再开拓新的必杀技。是必杀技？你不必多说，总之要我出的力，什么时候少过？你知道就好。今天切了1888个，这个也好了，我去那个一下。嘿，玉王，你在这儿干嘛呢？哟，你会吹笛子啊？今天晚上月色这么好，吹个笛子应应景呗。本王不会吹笛子，这是本王挚友的笛子。你不会，我会。你会？那是，我初中的时候啊，音乐老师就教的是横笛，每年中秋晚会上我们都要上台表演的。哎，我吹个给你听听啊。
谢少侠，盟主吩咐给您送的食物，慢用。曹盟主，你也带小辈们来了。是啊，带后辈们来长长见识。快用新出的桃花粉补个妆。平时都是怎么教你的？待会儿见到龙大侠，切记要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失礼数。老长老，都小心点啊，别把东西磕坏了。浪费了咱们走壁派这半年来的劳动成果。是啊，叶帮主可是个好人呐，一定要为他讨公道。是啊。可曾想，谢庄主上回还为他儿子谢良夺得榜眼，洋洋得意呢。现在，唉，家门不幸。来，请。远道的各位来宾，大家安静一下。各位尊敬的掌门，敬爱的来宾，大家早上好。不知不觉冬去春来，突然到了夏天。武林盟在江湖上已经存在了100余年，一直致力于。联盟主，我们听见帮今天来这儿，可不是来听你吹嘘武林盟功绩的。潇洒山庄谢良杀害我听见帮叶帮主证据确凿，还不立刻将他就地正法，以解我听见帮心头之恨。怎么样，曹公道？哎呀，绝对不是我儿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啊！叶帮主的遭遇在下深表遗憾，但此案牵连巨大，不可妄下断语。玄离剑的去向，目前还无人得知。玄离剑还没找着呢。什么玄离剑？我帮的韩金嬷嬷剑也不知去向啊！还有我派的金翼绵绵刀。若谢良真是杀害叶帮主夺取玄离剑的凶手，我们也要追问出是否是他一人所为，弄清玄离剑的去向。盟主，大事不好了！谢良暴毙身亡了！啊！怎么突然就死了？这也太巧了吧！这还怎么提审啊？这下死无对证了。什么时候死的？死状如何？回盟主，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今天早上发现的时候已经断了气了。死者周身并无血迹，但四肢僵硬，面上通红，可能是喘不上气，被憋死的。啊！憋死他！好残忍的手法！这究竟是哪派人士如此歹毒？是不是有人怕他抖出幕后凶手，所以昨夜痛下杀手啊？天哪，这线索到谢良这就断了呀！那我们的神兵利器如今该如何去找啊？是啊，血阳山，但上尔山庄还在。我的天哪！都说虎毒不食子，难道整个潇洒山庄都脱不了干系？你们若不是老夫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啊！你们在胡说些什么？我派玄离剑救起来！玄离剑救起来！金嬷嬷剑！对，还有我派的金翼绵绵刀！哎呀，救出来！哎呀，这可成何体统啊！光逼你不动手，说什么意思呀？来啊，打两下子！
哎，徐长老，徐长老这么慌张是要去干嘛？事已至此，不如早点下山散会。各位，老夫先行一步。徐长老别急，好戏才刚要开场。这个人好像是……你就是那个楼主。谢良已经死了，你可以省省心了。谢良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不是来鉴定谢良的吗？谁说我是来鉴定谢良的？这里明明还有另外一位穿越者，是吧，徐长老？哎，这怎么回事啊？徐长老也是穿越者。哎，这边再来2块瓜。哎，朝廷规定，凡是穿越者都要来大梁都城天下第一楼鉴定之后，方可安身。像徐长老这样穿越了还一直冒充原住民的，若是被陛下知道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也不要紧。徐长老，可否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可笑，你让我回答我就回答。徐长老身正不怕影邪，不妨回答楼主几个问题，也好彻底摆脱干系。龙大侠说的对啊，徐问题有什么问题而已嘛。好，你问，我倒要看看你是耍什么把戏。来，帮我记录一下。3年前，郝长老喜天贵子，你给了多少彩礼？你就要问这个？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老夫怎么记得？鸡毛蒜皮？你说的是人话吧？陈年往事记不清了。你分文未给，还认了我儿做义子，竟然给忘了？这……没想到徐长老如此溜秀。郝长老还真是好脾气啊！这么占郝长老便宜，这有如何公事啊？5年前，郝长老大婚，你又给了多少彩礼？分文未给。你在我大婚的时候喝多了，一下子给了好些贵重彩礼，我才说以后生儿子的彩礼就免了的。10年前，你与郝长老情同手足，有一块玉佩换作比翼双飞，郝长老留了一半佩戴在侧，而另外一半给了你，现下置于何处？这个老夫当然记得。那枚玉佩，老夫一直佩戴在侧，作为我和郝长老情谊的见证。你放屁！这枚玉佩是我青梅竹马的遗物，你一掌将它劈成2半，将一半夺去，怎么会是情谊的见证？莫非你连他也忘了吗？他青青。当年我与青青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直到你的出现，青青对你一见钟情，还与你结为夫妇。你发誓一生一世守护青青，结果青青难产而死。你又对天发誓，为了青青再也不娶，而我也放下执念，遇到了我人生中的挚爱阿红。怪不得清明时节去扫墓的时候，青青的坟头草都这么高了。原来你早就不是徐娟了，连自己的媳妇都忘了，原来真的是穿越者。龙大侠是吧？初次见面，我楼主啊。那半枚玉佩呢？晚辈自年少的时候，一直敬佩徐长老的为人。那半枚玉佩，晚辈见您一直佩戴在腰间，如今去了哪里？我都说了一直在我这里。那是，是青青的玉佩。你不是中毒死了吗？中毒？刚刚有报告是中毒吗？他没事啊，复活了。林盟主授意，昨日已防范了歹人会毒害于我，果不其然，助我又逃过一劫。我儿啊，你们真的是？你是？我是你爹啊！咦，我是你爹吧？那日武林大会结束，你这个逆子！
我遭歹人徐卷、副帮主陷害，他们才是听剑帮夺剑杀人事件的真凶。我敬佩叶帮主为人，见他遇难，自知武功尚浅，也要搏上一搏。不料，却中了徐卷的暗算。是我学艺不精，非但不能救下叶帮主，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但是，我死也要留下他们的罪证。于是我舍命相搏，冲上徐卷长老，取得了这枚玉佩。满嘴胡言！摸了我的玉佩，就能将杀人的罪名污蔑到我头上了？你这是贼喊捉贼！这么多人看到你杀了叶帮主，人证物证皆在，仅凭你一面之词，如何定我的罪？徐长老，你有何须动怒？副帮主，你有没有话要说？我听见副帮主和徐长老暗中交易，只要帮徐长老取得玄力剑，他就会助你获得听剑帮帮主之位，是也不是？副帮主，你可知徐长老被穿越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事实上，据我们武林盟江湖凶杀特派专员的调查，发现叶帮主的致命伤，并非中的那道剑上，而是被强大的内力震碎五脏六腑而亡。内力之强，让身为武林盟主的我也感到震慑。而根据江湖实力普查，能达到这样内力程度的人，只有龙大侠和徐长老。就是徐娟，那肯定是徐娟，徐娟就是杀人凶手。我快的韩喜默默剑！昨夜给谢少侠下毒的武林盟叛徒已经捉到，并且也供出了主谋。顺藤摸瓜，这是我们在后山徐长老的密室寻到的武器。这看起来像是被雄厚内力强行灌输，然后被震毁的武器。就是徐娟，连龙大侠都认定是徐娟了。是了，就是徐娟。当日他说叶帮主实力不足以执掌听剑帮，要扶持我当帮主。我只知道徐长老德高望重，说出来的话他肯定是没错，谁知道他早就被穿了。他让我先袭击叶帮主，然后逼迫叶帮主交出玄离剑。玄离剑！还没找到，难道？副帮主，就你这武功和心性的人，还想当帮主？你连那姓叶的一半都不如。报告林盟主，搜索了整个密室，都没有发现玄离剑。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林某是徐老看着长大的，你的些微变化，我又怎会不知？只是从一开始，我就不想相信罢了。林开啊，林开，没想到你算计我多时了。自己露了太多马脚，别人想当没看到都难哦。楼主，天下第一楼的楼主是我，怎的？快点结束好，回去了。你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真的是为了穿越之好？好，既然你们想要玄离剑，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这把神兵。事已至此，老夫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是我杀死叶帮主，也是我拿了你们的兵器，如今又能奈我何？徐长老的功力，在下愿一试。大家小心，请安全有序地撤离场地。武林盟的成员，大家把龙大侠，早就想和你打上一回了。要不是穿越到一个糟老头子的身体，你又算什么东西？
徐长老内力澎湃，是因为有独门心法，你只知皮毛，才能妥善控制，糟蹋了太多优秀兵人。那堆破铜烂铁也配合玄离剑比？让你看看这把兵器真正的力量！工艺也认真起来了。那是何武器？杨家铁铺，等身大铁剑，5两2斤，自身的修炼比兵刃重要的多。这是心性。特地求来了一把至尊究极魔化武器谱，凭什么打不过你？凭什么打不过你？这家伙该不会是什么网瘾少年吧？不是。还打不过你？龙当下能撑得住吗？男主加油！我去！谢良，我怎么出来了？哎，笨蛋，快回来呀！我回不去了呀！拜托！这孩子，快给我找个神机！谢良，救我！奥义，小天云掌！嘚。龙大侠赢了吧？嘚儿。哎，了不起了不起！龙大侠杨老是不是死了？了不起！看看，他戒指会发光，没事吧？是不是？看看，他服药过度，体竭而亡。林盟主，我没能救得了他。那他背后的势力是庞满，我刚刚看见了，服的药是庞满，还有那晚给谢良下毒的也是庞满，果然是我爹。哎呀，不要瞎操心了，要是只有庞门就好了。你是怀疑？唉，大多数穿越者来到大梁之后，都会为了寻求同伴，找到天下第一楼。徐卷不但没来登记，而且还隐瞒了自己是穿越者的身份。光这一点，怕是有比庞门更麻烦的团伙。不过目前只是猜测罢了，你也不要太过担心。风雨欲来，我们大家都多加小心就是。听见帮叶帮主深厚大义，可惜无人解决。这玄离剑威力极大，若林盟主信得过在下，就交由在下保管吧。如此最好了。多亏龙大侠了，终于没事。爹爹，孩儿让您受惊了。你没事就好，不然我这条老命就要折在你娘手里了。那你咬我吧。哎呀！怎么了，盟主？是受伤了吗？我这里有……不是特别严重的内伤，需要陶一仙的救治。天下第一楼附近有个情侣必去的表白圣地，有没有兴趣？你要助我追求陶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问你有没有。有兴趣啊！我这就去邀请陶姑娘。我没说要帮你。
贤妃娘娘，星座板块写的怎么样了？贤妃娘娘不可怠慢，今天是一定要交稿了。再写了，再写了，你们不要催。贤妃娘娘，也不是我们想催你，我们也是受命于上级。您体谅体谅小人，您今天不交稿，我们两个没法交差啊。那新来的贾大人，您不知道有多可怕呀！贾大人？哪个贾大人啊？哎呦，自然是甲方贾大人了。姐姐，姐姐，今天是楼主回来的日子，我可不能待太久啊。小雪，好，快来帮我翻译吧。贤妃娘娘，此次编纂意义非同寻常，且不可敷衍对付。哎，放心。OK。嘿，搞定！哇，真不愧是小雪啊！怎样？多亏了你啊，小雪。贤妃娘娘，明天要交的上升星座学，也请赶紧动笔吧。你是说贤妃的妹妹半炷香的时间就写完了一本？正是。她叫什么？听贤妃娘娘叫她小雪。小雪。楼主，为什么蚊子只咬你一个人啊？也没咬我，也没咬林盟主。可能因为我是 O 型血吧。楼主不好了，一楼论坛的江湖板块快要炸了。徐长老的事件带出了一波热搜，他的死忠粉开始闹事，试图用生发秘方把徐长老的新闻挤下去，搞得整个江湖板块乌烟瘴气的。哎，你们直接把徐娟的消息屏蔽了，不就清静了吗？这不太……哎呀，你就按我说的办。马上未来宴就开始了，你们也自觉点，多投放宣传广告。哎呀，这种东西要小雪在的话，早就麻溜的搞定了。对了，小雪去哪了？小雪，楼主，小雪姑娘进宫了。进宫？小雪姑娘近2日总是去宫里，听说是贤妃娘娘遇见了什么麻烦。哦，就贤妃她开了光的嘴，她能遇到什么麻烦啊？喂，春婶，帮我约一下王师傅啊！别忘了。王师傅。小雪拜见皇上。免礼，张公公，赐座。皇上，小雪站着就好。哎，小雪是贤妃的妹妹，就是朕的家人，一家人之间不必拘泥君臣之礼。坐吧。谢过皇上。听说贤妃此次续编未来的到来，小雪姑娘也出了不少力啊。回皇上的话，姐姐不会写大梁通用文字，所以小雪就来帮忙。朕记得你不是穿越者吧？不是的，但是小雪平时在天下第一楼做事，学到很多穿越者的文化。天下第一楼也有专门的星座论坛，所以可以帮助姐姐。在天下第一楼做事，感觉如何？很好啊，天下第一楼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原本很讨厌穿越者的。当年的我无法接受贤妃姐姐变成穿越者这件事，我想更多的了解他们，就去了天下第一楼。但遇到楼主之后，慢慢的对穿越者的印象也改变了。小雪姑娘对楼主评价如何？楼主是个好人，很聪明，主意特别多。谁在说话？但他一天天就知道躺着，爱享受，还抠门。不过虽然楼主平时总是说着不管，但是一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会挺身而出的。是吗？楼主对我们还是很好的，不管是穿越者还是原住民，都很喜欢他。是吗？楼主啊，马上就到你啦！好诶。
又在操心你爹的事儿？楼主，我最近一直在想出去调查调查，我爹他……我明白，这事儿吧，不调查清楚，你心里就不能好受。去吧，反正这几日鉴定中心也休息，就当放你几天假。一个人在外面要当心，下雨了记得往家跑，淋雨受凉记得给自己泡个感冒灵。你这个孩子大大咧咧的，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楼主，好了，去吧。楼主，给点盘缠。楼主，我走啦。小雪不在，云起不在，今天没工作，王师傅也空下来了。今天终于可以放肆的生活啦！把我忘了。快跟我走！他来了！他？谁啊？我要去马杀鸡了，一起吗？不去别烦我。哎呀，他好姑娘，在4楼坐着。报我的名字，酒水8折。开总啊，你得多陪陪陶姑娘啊！追女生，我跟你说，就是要多付出时间。哎，你不是说要帮我追的吗？还要安排个什么节目的来着有吗？6层。哎呀，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使了。有的呀，你快给我出出主意。哎呀，开总，追女孩子最重要的什么？真诚嘛。最忌讳的什么呀？套路啊。4层到了。6楼，你不能走。我觉得2个都有，真诚，还有什么套路，这样追上陶姑娘的可能性会大一点。等一下，看看到底是几楼？放过我吧！你上次来把我的鉴定中心给砸了，花了我那么多钱修，我还没找你呢。你以前顺着我的奶茶，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你自己忙你自己的好不好？我去做个 SPA。别走，你说这些一共多少钱？装修、奶茶、酒水，我出3倍。4层到了。小雪来记账了。小雪还在宫里呢。奇怪，这个点儿怎么还没回来？未来的到来丢了之后，朕整日寝食难安。这本书承载了很多穿越者的智慧，能编撰出来实属不易。你看你姐姐就知道了。皇上您放心吧，现在的穿越者这么多，一定能比以前修撰得更好的。可是，穿越者和原住民书面语言不通，实在是一个大问题。最好还是能找一个精通穿越者和原住民语系的人。皇上，我正在写一本穿越者和原住民通用大词典，或许能够帮上皇上的忙呢。哦，是什么样的书？就是记载了很多穿越者和原住民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包括关于2者书面语的详尽介绍。小雪姑娘怎么会想起来写这本书呢？我在楼主身边做事，觉得那些新奇的语言和物品很有趣，平时就记下来了一些，这样也方便和姐姐交流。后来越记越多，楼主说可以做成一个词典，给以后其他穿越者和原住民参考，让他们与穿越者家人相处也能顺利的交流。没想到小小金国也不让须眉啊。皇上过奖了，小雪也只是想帮楼主实现他的愿望。说说看，你们楼主有什么伟大的愿望？楼主的愿望，楼主说过，穿越者其实很孤单，第1楼就是为流浪者打造的家。他希望穿越者和原住民都能在这里好好生活。现在这也是小雪的愿望。楼主说，只要完成这本词典，这个梦想就能实现99%，所以我一定要更努力才是。楼主这个朝官，还真是一直为我大梁的百姓着想，真是让朕也自叹不如啊。嘿嘿，皇上，别看楼主表面吊儿郎当，他可是心里很有数的人呐。看得出来。
小雪的这本书现在何处？在我们天下第一楼鉴定中心里放着呢。我这次进宫匆忙，没有带着它。不过词典的内容我都记着。很好。今日天色已晚，小雪姑娘，干脆就留在这里，不要回去了。女王，笑什么？王爷恕罪。本王问你笑什么？属下只是甚少见到李克小兄弟如此安静，觉得蹊跷。本王也是。你不开心？我马上就要死了，还开心个什么劲儿？你别管我。谁说你要死了？我都要杀皇帝了，我还能活吗？你不要以为我傻，我看电视剧可不少，那什么宫斗啊、多迪啊，我都懂。我才转过来几天啊，每天待在你这个王府里，连大娘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你说我这样死也太亏了。我好歹也是穿越了，我看人家穿越可神奇了，不仅能泡妞，还能混个官当的，我算什么呀我这穿过来几天了，不是被关着就是在干活，被你摘手了就得去死，哪有这么个道理？你好歹也带我出去逛逛。我这一生太短太惨了。真的？真的？你说的？你不准反悔啊！明天。你不是在骗我吧？你们大梁是不是有很多大好河山啊？出门会不会遇到江湖高手？我们要不要带根棍子保险啊？打赢了会掉装备素材什么的。我得去好好收拾一下。耶，江湖打哎，我跟你讲啊，这一次绝对不会花你1分钱。哎呀，就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件有点太寒碜了，可能就我需要一点像类似于你们穿越者那种。做什么的？楼主大人，在下奉贤妃娘娘之命，前来取小雪姑娘的大词典。哦，小雪怎么还没回来？贤妃娘娘说有要紧的事儿需要拜托小雪姑娘完成，所以今晚就留宿在宫里了。什么要紧事？这娘娘的事情，小人不敢打听。哎，我想到个新点子。哎，你们穿越者的那种婚礼看起来挺不错的，类似于什么鲜花呀、正式的服装啊那种啊。你觉得好姑娘会喜欢什么花呢？哎，你们那边都有什么样的花呀？我这边会不会没有啊？都这么晚了，小雪是不是已经出宫了？怎么没来跟我打声招呼呢？哎，你是谁？原来的妥妥呢？回娘娘，奴婢是新调来的，不是很清楚。12集剧本改好了吗？别急了！头条，今日头条。也算嘛。
谢谢你，不过不用了。我不喜欢你，我只是单纯的欣赏你的身体素质，没有别的意思。如果让你产生误会，那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今天开总奶茶免单。是。算了，还是全免了吧。你就是楼主。陶医生，久闻大名，幸会幸会。你们的999感冒灵很不错，是穿越者的医术。是我们天下第一楼专门设置了医药论坛，若是陶医生有兴趣，可去一观。楼主，楼主，怎么了？楼主，打听出来了，贤妃宫昨晚并未留宿小雪姑娘，还有，贤妃宫的宫女全都换了人，我们侧面打听了很久，才拿到这消息。那个人什么来头？不知道啊。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一下子，你们这里连个天气预报都没有，早知道就去城里逛逛了。郁闷。两位爷想吃点什么？什么都想吃。把你们家所有的菜都点一份。哎，说说而已的，吃不完太浪费了。咱这儿可不是一般的乡野村店，咱家的主厨啊，可是从天下第一楼精修出来的，做的一手好菜，有水煮鱼。水煮鱼？你这家有水煮鱼？嘿嘿，配料可能没那么齐全啊，但是味道能做出个7、8成像。客官，您不会是穿越者吧？是啊，我被关了好几天了，都不知道这外头还有这么多好吃的。泡脚牛啊，手撕包菜什么的有吗？有，都有。耶，太好了！哎，我真的可以都要一份吗？啊，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吃到好吃的了！给您准备啊！大佬，你还需要腿部挂件吗？确定是穿越者，而且被虐待。千真万确。OK。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以后大概就吃不到了。还有啊，你说我这次死了以后会去哪儿啊？哎，你说会不会又穿回去了？我穿过来之前正在准备答辩呢。如果又回去了，会不会已经错过时间了？啊，这又不能变了，我妈一定会打死我的。你还是让我死吧，死在那破柴房里。哎，你说，我妈会不会知道其实我没死啊？但是我怎么可能没死呢？我在那边的身体肯定已经火化了，我妈得多难过啊！妈呀，我想我妈了。
我，你想不想你的妈妈？皇帝、母妃，我一刻不曾忘记他们。玉王，你说你也挺重情义的，难道我立刻就非死不可吗？我怎么这么惨啊！你说，当时荆轲刺秦王，青史留名，我立刻杀了皇帝，会被载入史册吗？小二，接着。一个不留。是。穿越光荣，反对歧视，解救同胞，就你们上啊！解救皇上，冲啊！把人留下。解救同胞，请求烟雾弹支援，请求烟雾弹支援。同意使用烟雾弹，同意使用烟雾弹。穿越光荣，反对歧视。这是同门特制的红烟丸。已经成功解救同胞，已经成功解救同胞。还有没有其他穿越者啊？我，你谁？约请的红宫保护大佐知道吗？你是传承左大人，你不是？来不及解释了，先走 ，Go！ 大家撤退！殿下！张公，你可算是来了。皇上他……哎呀，楼主大人，宫内近日备宴事务繁多，皇上分身乏术，让老奴来捎个口信儿。您这趟怕是白跑了。是这样的，张公公，我求见皇上，主要是想问问我们家小雪的行踪。她前几日进宫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不知道是不是在宫中玩得太开心。楼主大人，这怎么要问陛下呢？老奴日日服侍陛下，并不曾见过小雪姑娘啊。但昨日您的内侍省有人来取小雪的物件，这是……那应该是贤妃娘娘修订书籍需要派人去取的吧？你应该去找贤妃娘娘问上一问呢。已经问过了，但……哎呀，内务繁忙，楼主大人见谅，这事儿老奴实在帮不上，就先告退了。张公，有小雪消息了吗？回娘娘的话，奴婢不认识什么小雪姑娘。哼，我得去找人问问。娘娘，皇上有旨，让您潜心编纂书籍，勿要离开贤妃宫。
这又传了吗？你醒了？啊？我这是在哪儿啊？你解放了，我的同胞。哇！哇！你们这是造了挖掘机还是什么的？啊，我们还在努力。哎呀，是2位帅哥啊！你们好，你们好。我呢叫焦焦然，是这里的主负责人。哎，你好，你好。来，握个手。我代表这基地的所有拓荒组成员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再去问，花多少银子都没有关系，一定要把小雪的去向查个明白。是。楼主，你感冒了，要不给你冲一杯999感冒灵吧？楼主。楼主，你怎么了？雨林这感冒了，快告诉我有什么消息。哦，各方消息，左公子那边今早之后就突然联系不上了。联系不上，什么意思？左公子每天早中晚都会给一道消息报平安，可现在眼看都派人去失联的附近打听下落，花多少银子都没有关系。呀，楼主巧了，王师傅这会儿有空。先生，今天我们店做活动，洗剪吹了解一下。哎，你也来了？是啊，乔。先生，珍珠奶茶了解一下。哎，你听这个。你有没有听说未来宴啊？怎么听说呀？去不去啊？当然得去啊！我给他准备了好多东西呢。哎，我也是，我也是。先生。楼主，楼主，知道左公子是在哪儿失踪的了？哪儿？郊外的一个农家，大娘农家乐，而且死了好多人，不过没有左公子的尸首，只是整个饭馆血流成河。哦，还有这个。拓荒有点麻烦，你被临时征用了。
同胞们，今天来了2个新成员，来，大家打个招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一起向新人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好。我们的名字是拓荒族，我们的口号是穿越光荣，反对歧视，解救同胞。我们的目标是暴力推动大梁文明发展进程，全面实现意志力现代化。声音再大一点！暴力推动大梁文明发展进程，全面实现意志力现代化。很好，很好，很好。今天这2位新同胞就将光荣地加入我们的行列。现在，让我们有请这2位新同胞介绍一下自己。朋友，请说说你的遭遇。遭遇？我的遭遇其实很普通，也就是在准备毕业答辩的时候就被大学生，大学生牛批，大学生牛批，不小心触电就穿越了。来了之后就一直待在王府的小厨房里，每天练习做小鸡炖蘑菇。说到这个，压力好大，哪儿都不能去，天天在厨房，还老维修。几个侍卫还拿着刀，最开始的几天是挺不开心的。谢谢这位同胞。这位同胞也不要太难过了，阳光总在风雨后。虽然你被囚禁在一个不到10平米的小厨房里吃喝拉撒，但苦日子已经结束，新的时代即将降临。新时代，新时代，倒也没那么严重。其实尤安他对我还挺……别说了，老铁，你太苦了，太苦了，老铁，我的裤子要流走了。你呢，我的同胞？我吗？我知道，他是那个在宫里烧死的鉴宝大师。在宫里受苦了。太多故事，就不一一叙说了。2位同胞都是吃过苦的，如今终于回到我们拓荒族，和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解救同胞的大业。我们的行动代号就叫拓荒。拓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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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光荣，反对歧视，解救同胞。可能新同胞对我们的境遇还不是十分了解。我们穿越者一直都遭受着迫害。活着不是为了活到死去，不是如雨水坠落，在黑夜中消散无迹。我要生活的烟火气，可它留下我命，却剥夺我自由的权利。网络文学我看的太多，没有一个后宫是安生的地方。老子历时3载挖通这条地道，就是为防万一。今日纵然狂风暴雨，今日我将风雨无阻，今日我必奔赴自由。这些高墙再也不能将老子束缚，老子生而属于。姐们儿，嘛呢？
人体实验？对，打着重用穿越者的名义，将一批批的穿越者召进皇宫，为了研究我们的秘密，把人当牲畜做实验。这就是当今皇上对穿越者的真实态度。这真的假的？这也太没人性了吧！怪不得誉王叫我去杀皇帝。什么？啊？你的意思是说，天下第一楼送进去的一部分人，都去了那个什么天牢？不是所有的穿越者都能在这个社会派上用场。对大梁有用的被留下来，加官进爵；派不上用场的，就……这……我们拓荒族的第一批骨干同胞，包括我本人，都是从那非人的地方逃出来的。哦，你们也不要太难过了，现在都逃出来了，好好努力，一定可以靠自己的双手穿出一片天地的。这一套书叫做《未来的到来》，意义重大，承载了太多穿越者的心血。我们费尽心机把它从皇宫里带出来，就是希望能够将它传下去。只有在穿越者自己的手中，才能完美的发挥它的用途。哦，来吧，两位同胞，现在，请你们把自己擅长领域的知识点也写下来，为推动大梁现代化事业进程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菜谱可以吗？当然了，我的同胞，做饭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请尽情发挥。就用这个蘸着墨写吧。你们这些年纪轻轻的穿越者，肯定都没有练过毛笔字。你们先写着，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收的。哎，这个还真的像那么一回事儿，和我以前用的考试必备0.5中性笔手感差不多。哦，哎，没关系的，老铁，就算没有什么特长，写一点日常生活的小妙招也可以，什么冰箱如何除味，梅雨季节如何保持衣物干燥等等。我不会写简体字。莫非你？是台胞？那你怎么没有台湾腔啊？你们傻了吗？啊！焦组长派我来收卷子喽。那个楼主要我跟你 say hi 哦。我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尴尬？能不能先走？对。哦。拓荒族是一个秘密的穿越者团伙，我已经派人盯着他们一段时间了，领头的几个都是老穿越者。楼主，打断一下，不知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是没关系。夜深了，小女先行一步。陶医生，请留步。请您来，其实是想让您帮忙看看这个。这是我们在大娘农家乐的现场取证，找到的类似黄烟丸的痕迹。黄烟丸？对，数月前，旁门的左道来砸我们鉴定中心，就用了这个黄烟丸。搞得地板、天花板到处都是黄不拉几的，擦都擦不掉，花了我好多钱。楼主，这不是重点，这就是重点。陶医生，这世上除了旁门自己，只有您能解他们的毒。他们的制药思路你一定很了解，能否请您看一下，这俩是否是一样东西？是一样东西，只不过这粉末里多了许多黑色粉末。
果然是左道。看来左道和拓荒族已经达成了某种合作共识。那个黑色粉末，或许就是他们要做的商业计划。云起是在大南农家乐失踪的，肯定就是找到了他爹的痕迹，跟着混进了拓荒族。糟糕，云起跟他爹要杠上了。哎，放心，我一定会亲手交给楼主的。还有卧底的事情，麻烦小兄弟替我们保密哦。哎，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誉王殿下呀？誉王殿下，好。好不容易逃出来，干嘛还要拖人带线？你不了解他，我感觉他不会真杀我的。你不知道，誉王平时对我挺好的，不仅有吃有住，还带我出去玩，没有想杀我的意思。哎，你干嘛？看看未来长什么样子。果然是你。这我是不是说过，再见面对你绝不手下留情？快躲起来！哇塞，真功夫啊！徐传和玄离剑背后主使是不是你？知道的倒不少，该不是你的好楼主告诉你的吧？我的妈呀！我的妈呀！不是特效，不是特效！云盟主都没教你练功吗？拳脚功夫怎么越来越差了？混入拓荒族做什么？是不是想利用这批人继续完成你的计划？你还知道我的计划？就是为了更强大的力量吗？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懦夫？你懂个屁！这个世界迟早要完，所有的规则和秩序都会被这些外来人重新洗刷一遍。想要在未来的乱世立足，唯一的途径就是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所以你就投靠了拓荒族？是合作。哎呀，别打了！你知道要把他打死的。说到懦夫，你一直信赖的那位楼主还是懦夫。不了解楼主，楼主才是那个能平衡未来秩序的人。笑话，他为了荣华富贵，亲手把穿越者送进皇宫受尽折磨，这样出卖同伴的人，还不是懦夫？楼主并不知情。你的楼主那么神通广大，怎么可能不知情？你胡说！如果你坚持，我今日就留你一条小命，让你看清楚自己选择的路。人生贵在有自己的选择，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就行。怎么回事啊？这位同胞被川前是我的儿子，我特地来关照关照他。啊，那还真是缘分呐！希望你们都能成为我们拓荒组的中坚力量。孙太守自淮河治水有功之后，被赏赐大梁南郊良宅，然后就没有动态了。焦娇然被封为皇宫藏经阁主编修，也一直没有动态。我每年都派人确认一遍各个穿越者的状态，或有加官贬斥，都还算是详细。但新君即位后，有一部分人的消息就突然打听不到了。小雪，
当当当当，值此嘉时良辰，裕王府为天下筹置未来宴，劳烦诸位依次进场。穿越者行左，验身后受领袖标。本会勿携有害之物，望诸君配合。楼主大人呐，李大人嘛，快请快请。啊，楼主！哎呦，汤姆森，How do you do? I hope you enjoy the 展会哈。啊 ，God bless you。怎么样啊？牛逼，连我都认不出来。哎，你好，你好。哎呀，林盟主，你也来了。那我先逛展会了。楼主周，今天我可是替云起来给你当保镖的。嘿嘿，不请我喝杯奶茶吗？这个榴莲饼有问题，这么臭。你们这些原住民啊 ，open， 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来接纳，懂吗？哟，小大人您来了。卢太守，好久不见啊！这楼主的确八面玲珑，穿越者和王公大臣都和他相谈甚欢。听闻他还解决了武林上的数桩奇案，手伸的可是很长呢。楼主的本事肯定不小了，要不然怎么能把天下第一楼盖得比王城都高？方才报誉王这次出了多少人命？回皇上，客栈内外共计28条性命，无一幸免。哼，我这个弟弟啊，平时看着四平八稳，实际最爱动气。你说血洗客栈这事儿，楼主他知道吗？这客栈里有个厨子，是从天下第一楼里培养出来的。老奴猜这事儿，楼主不可能不知。那你说，那个拓荒宗，楼主知道吗？这，老奴就不敢妄言了。小姑娘那儿问过没有？回皇上，小姑娘的词典里有所记录，但她本人已经问不出什么了。书在就行。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来来，啊，这是我天下第一楼特制的奶茶啊，以后常来。李员外，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今日借宴会之名，把诸位聚在这里，贺我大梁国运昌隆，物富民安。当今天下，原住民也好，异乡客也罢，莫不都是朕的臣子。希望诸卿不吝展示自己的才能技艺，交流切磋，朕期待能够大开眼界啊！哈哈哈哈哈哈！吾皇圣免，免礼平身。可能有人还不知，朕的爱妃也是异乡客。听闻爱妃这次也准备了才艺。是，臣妾准备了一曲家乡歌舞。好，那就有了爱妃为朕的未来宴开场助兴吧！哈哈哈哈哈哈！真不错。雪
那就是贤妃呀。照亮天堂，小儿白，尖儿亮，永远祝福我家乡。老杨，你喊 freedom 我就听明白，你这穿越者。这里是？这里是天牢啊，是专门折磨穿越者的天牢。那个狗皇帝怎不把我们当人看？那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姑娘，大概这么高，一个可爱的，穿着蓬蓬裙，扎着。皇上办事，臣不觉得辛苦。楼主啊，兴致不高。啊，回皇上，是贤妃娘娘的歌声，让我有些想念自己的家人了。思乡之情嘛，朕理解。你放心，朕会给所有穿越者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臣谢过陛下。谢过陛下。这个狗皇帝！当初我们受老皇帝征召进入皇宫，努力编撰未来的到来，为大梁社会进步做贡献。然而新君即位，表面和善，却心如蛇蝎，私下用我们的同胞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我们前后一共损失了50多个同胞，50多条鲜活的生命啊！要想反皇帝，你们还缺一个帮手。我们缺什么帮手？你们需要天下第一楼的帮忙。笑话！天下第一楼是朝廷的走狗，才不会帮助我们呢。那一定是因为楼主并不知道皇帝的真面目。哎呀，这一次未来宴办得妥帖啊，朕要感谢二位。来，继续。这牌可是楼主发明的。臣惶恐，当尽绵薄之力。一张干完这票就回老家结婚。臣弟不敢当。一张，你有没有听见奇怪的声音？过，昨日誉王在大梁郊外客栈清剿了一批叛乱组织，大概20余人。对方不像一般的帮派土匪，楼主可曾听说过吗？楼主是大梁城所有穿越者的保护伞，如果你们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他会不保护你们吗？我们凭什么相信楼主？凭什么相信楼主？臣也是才有所耳闻，有个关注的厨子也牵连其中吧。一张就凭你们几个是无法打败我的。那批人喊的口号听起来不像是原住民，他们使用的黄烟丸，臣弟更是第一次看见。一张，原来是这样，得告诉他们才行。昨日之后，臣也紧急调查了一下，这些人自称拓荒族，可能是由一批没有上报朝廷的穿越者聚集而来。来到大梁，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和新生活的起点，但楼主
给穿越者提供了最好的环境。我在天下第一楼告别了许多过去的东西，找到了一些问题的答案，成为了全新的自己。楼主一手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地方，是为了大家共同的福业，因此他才一直为大梁朝廷服务。没有上报朝廷，是大梁对你们穿越者不够优待吗？陛下对穿越者的优待世人皆知，是这批穿越者愚昧，也是臣的宣传工作没有做到位。臣已经决定亲自去寻找这批人的据点，对他们进行游说，让他们归顺朝廷。若是他们不从呢？我相信，如果楼主知道了真相，他一定会和你们联手的。那他们不配在大梁生活。很好，楼主。既然你如此明白朕的心意，就赶紧前去为朕分忧吧。你们都过了吗？我出一张，此行一定平安无事。这局我赢了。那臣这就安排寻找。哎，不必。朕的人手已经寻到线索。那臣速速回去准备。事不宜迟，爱卿，即刻启程啊！臣遵旨。今日朕没有尝到贤弟的贡菜，有点失望。可是出了什么事？厨房失火，厨子和食材一并烧没。已经按计划烧的差不多了，等下破火焰阵较大，还请殿下回避。哦，那还真是可惜了。哎，朕看你脸色不佳，今日辛苦贤弟啊，回去歇着吧。谢皇兄恩典。保护王爷，有刺客保护王爷！王爷，是李克小兄弟的来信。呈上来。我在拓荒子很好，你好吗？拓荒。回来了。方爷、沈爷，我可否与朋友借步说两句话？皇上有旨，让我们看劳了你。楼主，你有什么话得当着大伙说。诸位，今天皇上亲命我楼主去办一件大事，开心呐！我打算携武林盟一起庆贺。今天宴会后，天下第一楼消费全场5折。穿越者武林盟成员重点照顾，凭袖标酒水全免。哎，劳驾，借过再说了，天下第一楼还有珍珠奶茶呢。天下第一楼这么好，下次一定要让誉王带我去玩。楼主他真像你说的那样？报告组长！啊！请求拉响紧急警报！怎么了？皇城线报，天下第一楼的那个楼主，他把官兵往我们这里引来了。不出2日，我们这里必定被围啊！楼主大人，您这样赶路要到何时交差啊？让小的帮您一把。
去！做到不可能！切，怎么不可能？楼主已经要把皇帝引过来了。我们是得跑啊！全面启动拓荒者紧急预案131号。不惧皇权，抗争到底！不惧皇权，抗争到底！不惧皇权，抗争到底！你们这个逼真效果太差了！来人，快把他停下来！救命啊！真的是用苦肉计了。大家注意安全！你们两个新组员，跟着我们走。嘿，这位小兄弟，且慢！啊？怎么啦？你随我走一趟。啊，好。不要小抄嘛。楼主，有个小姑娘想见你。穿越者啊？不是，是拿不起。你就是楼主吗？是我呀。你为什么说我姐姐是穿越者？穿越者那么多，哪个是你姐姐啊？我姐姐可是当今太子的侧妃，啊，她呀，没有搞错，她就是穿越者。回吧，你回吧。你胡说！从你们这里回去了以后，姐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成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举止怪异。姐姐本来是很温柔娴静的，你到底对我姐姐做了什么？你姐姐已经死了，现在她身体里是个穿越者的灵魂，她已经不是你姐姐了，懂了吗？你别哭啊！怎么越哭越起劲儿？哎，你们谁会带孩子啊？啊，帮忙好不好？啊！哎，小土豪，求求你了，不要哭了。楼主，姐姐说要 WiFi 是什么啊？真的别做梦了，这个世界不会有 WiFi 的。楼主，姐姐今天聊到了动漫、追剧、爱奇艺，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啊，楼主？在这里造个雕像，用上等的大理石。那图纸就这样。楼主，姐姐今天想喝珍珠奶茶，珍珠奶茶是什么呀？哎呀，大梁哪有这种东西啊？这很快可以哦。
小雪，你去安排采购这些材料。楼主，张员外和孙大人的信件都翻译好了。另外，林盟主来信询问你之前说的组织构架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不说，他就自己过来问了。让他滚蛋！还有就是，今天有3个人需要您鉴定，楼主您是现在马上鉴呢，还是我去请他们进来，还是……哎呀，你等会儿，一天天这么多事，像个机关枪似的。小雪啊，你在天下第一楼多久了？快3年了，楼主。时间真快啊！也不知道你觉得我这里怎么样？我这儿活是多了点，我这个人吧，有时候脾气也不太好。楼主，你教给我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啊！以前我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但是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女孩了。你说的也对，在我这里的确可以学到很多好玩的东西。啊，对了，这个是送给你的。啊，这是什么？这是我家人给你特制的大词典，你以前问过我的所有词汇都可以收录在这里。哇！等你把这个词典写完了，你和你姐的沟通就再不会出现问题了。我和这个世界的沟通也不会出现问题了。谢谢楼主，我会努力的。应该是我谢谢你，雪。别装了，楼主。是张公公啊！张公公这么辛苦，还来盯着我干活啊？可不是，你我都是皇上的忠仆，干活肯定得尽心尽力呀。哎呦，哎，您瞧我这，哎呀，刚刚路上走太急摔着了，脑子都差点摔坏了。皇上让我做的事情稍微耽搁了点时间啊，不好意思啊。不耽搁，楼主。这，你们穿越者沟通的文字的确很难懂啊，还真多亏了小雪姑娘和她那本大词典啊。皇上为了这个拓荒族，真是花了心思啊。这才哪儿跟哪儿啊！去天下第1楼的人更多。散了，快点，说你呢，散了。更别提去武林盟的了。楼主这是招安呗。哎，这就不必了吧？我的一切都在皇上手里，还怕我溜了不成？对六，不要，不是对六你都要不起吗？不要不起。你在做什么呢？这是娇姐要送给外面那些人的大礼，是要宣告我们拓荒族存在的第1发大礼炮。你可别碰啊！这些火药劲头可大了。等我们引诱那帮官兵全部进入这道门，到时候，好了，小兄弟，你快从安全通道撤吧。小兄弟，你还有什么事儿？其实是焦组长让我来接替你们，我练过功夫，跑得快，请愿来守这个重要的关卡。偷包就酒。
天下我有。左门主，这小兄弟确实是来引路的，你们先撤，我在此坐镇。那就有劳左门主了。穿越光荣，反对歧视，解救同胞，解救同胞，解救同胞。小子，我知道你还没放弃，不是相信楼主吗？睁开眼睛自己看看吧，别让我再看见你。你要记住，我练的不是毒，是药。乱世如其正，良药不可医，唯有毒功。喂，有人在家吗？你们，小声点。云起，皇上，楼主刚刚只身前去招安，另外有探子报，誉王殿下也在附近观察。哦，他也来了，带了多少人？3、5个侍卫。算他识相，派人盯牢了。今晚朕不允许任何变数。诺。你怎么自己来了？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不让你赶紧跑吗？你才应该跑，我跑什么？你在这待着干嘛呀？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没关系？我是你雇的保镖，我得保护你。我是你的雇主，你得听我的。轮不到你喜欢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说了算。嘿，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家暴吧？这绝对是家暴吧？闭嘴！拓荒组知道这个基地有朝一日会被发现，所以早准备。大部队已经从逃生通道撤出了。楼主，趁着皇帝兵马还没有合围，咱们也赶紧撤吧。拓荒组都撤走了？哎呀，那完了，那我跟谁聊招安去啊？招安？拓荒组的人说，皇帝其实是个草菅人命的家伙，穿越者被招安就是羊入虎口。我们赶紧走吧。我不走。为什么？还真多亏了小雪姑娘，去天下第1楼的人更多，更别提去武林盟的了。我不能走。那我陪你。你给我走！穿越者的事情不用你管，我就管。你是好人，我就跟着你。你这孩子怎么还是这个实心眼？好人坏人，这世上哪有这样非黑即白的？我楼主坐拥大梁最繁华地带的房产，朝廷钦点的鉴定师，先帝亲自拍扁，楼主好人。你就真的以为我是好人吗？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是躺在钱堆上混吃等死啊！想想看，这么多年来我苦心经营天下第1楼，难道就是为了跟皇帝撕破脸皮？当皇帝的草菅人命，你肯定是不知道，所以才将那么多穿越者送进宫的，是吧？对呀，我真的不知道吗？那是人命啊！楼主，你不是说人不问出身，大家都是大梁的子民。云起，大梁的子民是谁的子民？是皇帝的子民。你，如果皇帝让你去死，混蛋！我看错你了，你去死吧！真下狠手啊！我去，我要啊，哥！
还真是大阵仗啊！誉王殿下果然不凡，选的这个位置是个绝佳的地点。啊，誉王，你来了！哦，听说李克小兄弟是誉王府上的人，拓荒祖一直待他如家人一般，吃穿用度不曾怠慢。我在拓荒祖过得还不错，比在王府里也不差。比在王府不差。你是本王的囚徒而已，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自觉？安然送回李克小兄弟是份见面礼，拓荒祖还有一份更大的礼，等着呈给殿下。听闻殿下不会武，不能亲手杀了皇帝，可曾感到遗憾吗？不是说好主角不是我的吗？这种破事我不想管啊，不想管啊！你不想管，就跟云起一起逃走嘛，干嘛故意把孩子气跑？黑自己有一套啊。皇帝的目标是我们穿越者，他在这里出什么头，树什么敌啊？兄弟就可以卖了吗？我原本只想安静的在一旁吃个瓜。哦，那第一楼里陶姑娘他们就别管了吧？你这是什么话？人人生而平等，都救出来了，屁的！楼主啊，你还招不招安了？马上啊！蒙丽娜，这你就更不用担心了。撑了这么久，终于可以溜了溜了。我要东西呢。时间紧，好姑娘就备出来这一颗，足够用了。楼主啊，你别再拖延时间了！我要交差了，不能再跟你磨叽了。小沈呐，你这差事我可能没办法配合了，里面的人怕是已经跑光了。什么？你怎么知道的？你看这里空空如也，他们早有准备，我也被暗算了。皇命在上，楼主，那可就对不住了。我一丢这个烟雾弹，你就带我离开，顺便帮我打上几个官差做做样子，千万别打死了，都是我朋友。放心，我有分寸。皇上口谕：以活捉罪臣左云起，楼主同党欺君罔上，立即捉拿灭圣。云起，前不久，有个臣子讲了个典故，说以蝼蚁之力是大象之尸身，聚以数万计，日积月累，象尸终成白骨。万蚁是象，固然值得敬畏，但朕问：若这象是头活象，若是活象，蚂蚁是否依旧能够成功吞下这头大象？那位臣子说：“若是活象，一脚便能踩溃一些。”哼，陛下不怕小小蚂蚁，团结起来的力量。怕呀，但你们可做不了那样的蚂蚁。你想说什么？朕想说的是，偌大的天下第一楼摆在眼前，
生怕大象不知道威胁的存在吗？太高调，你们这样，朕作为皇帝很为难呀。朕其实花了不少精力来了解你，发现你们穿越者的理念真的很优秀。30年前的大梁在最需要奇迹的时候，你们出现了。若不是朕的好哥哥，人人敬仰的常胜将军被你们占据肉身，朕也不会有机会成为如今的皇帝。遗憾的是，如今的大梁并不需要你们。或许你们有更好的主张，但不是今天，不是在朕的这片土地上，因为这里，朕就是天意。朕不需要穿越者，大梁也不需要穿越者。朕要把一切威胁全部铲除。幸好你们穿越者的数量并不多，不然要杀光的话，岂不是人间炼狱？你这个狗皇帝，果然是草菅人命！你个……爱妃啊，如果朕开恩让你救一个人，爱妃会选谁？切求皇上放过小雪。小雪，哼，小雪姑娘的确是冰雪聪明，可惜了，那朕就赏赐你们姐妹团聚吧。你们这个看不懂你说啥？你确定？这白烟丸可是你趁乱逃跑的关键啊！难道你想到怎么逃了？逃？谁要逃？哎呀，什么逃啊？听错了，谁要逃啊？你看这小范小沈，咱不都是认识的人吗？哎呀，别担心啊！拓荒所的人肯定早在这个洞里挖了逃生通道，而且不远。你就用这个白烟丸去替我把云奇给救出来。啊！哟，这大好月色，让人突然想要吊嗓子。阿弥陀佛！赶紧走，你不知道吧？我初中可是短跑50米冠军呐！行吧，我照办就是。但你可别变成一把灰来救我啊！你放心，我还有很多仗要找你武林盟结呢。好，兄弟，我就再提醒你一句，短跑50米冠军那是你上辈子了。皇上，您怎么都亲自来了呀？这么辛苦的吗？这么重要的场面，朕怎么能够不亲眼看看呢？皇上，这洞里面可都是大梁的子民呐！只要你有耐心，悉心教导，假以时日，这些人一定会为你所用，为大梁做出贡献的。为大梁做出贡献，是为推翻大梁做出贡献吧？朕很不喜欢这种无法掌控的力量，无法掌控就只有毁灭。皇上，臣可以用性命担保，这些人绝对不会伤害到您的利益，做出出格僭越的事情。楼主，你也曾担保左云起进宫谋职，他本应葬身火海，而如今却又好端端的活在这里，可否给朕个解释呢？欺君，楼主将朕置于何处？皇上有旨，拓荒组集结势力，为祸作乱，楼主招安不力，欺君罔上，即刻捉拿在场所有穿越者，就地正法，违令者斩。楼主，得罪了。皇上，
此次穿越者叛党定可一网打尽。好，如此盛景，朕可要仔细欣赏。落轿。小方小闪，你们是天下第一楼的老顾客了吧？你们觉得天下第一楼好吗？这，你们觉得我们穿越者好吗？什么好不好的？不都是得吃饭放屁的人吗？你说的有道理，你们千万别追进来，里面的东西会把你们全杀的。啊！啥？楼主，记住，别跟过来！我们不能让他跑了呀！跟上！哎，可是。楼主好人，一生平安啊！谁他妈说的好人一生平安啊？坑爹啊！一个个破事怎么能非赖着我呢？我怎么走过得这么辛苦啊？就凭我这颜值，就凭我这灵光的大脑瓜儿，我要杀又杀了，可我咋还在这里奔命？这一个个的破事儿，这管不完的破事儿啊！我害怕死了。我就这么一个混吃等死的梦想，怎么还有人要来剥夺呀？就在这歇着吧，一直要待着，啥都不用管。横竖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好起来呀，楼主！小雪，平时缺乏锻炼了吧？真是的，都说了老坐着不好。跑不动了，累。楼主不能停下来。你可是领跑的人，你要是停下来了，那些跟着你的人就找不到方向了。有些事，我一直都在逃避，这次就混蛋，去死吧！我看错你了。不逃了吧？快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皇兄，未来宴上皇兄让臣弟准备的东西，一直都没有机会给皇兄看。这不是？没错，是枪。我的天哪！你们连这个都造出来了！焦然，拓荒族背后主使果然是你，被朕追杀的日子过得可好？誉王殿下，什么武学功夫，在枪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您若是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愿意投资我们，这把枪就当做见面礼了。誉王，这个东西可是会要人命的！包围他们！是。
你果然还是选择用穿越者的东西来取这性命，容器，你变了！不需要任何武学基础，只要简单的抠抠手指，就能在100步之外夺人性命。玉王，你不是真的想杀皇帝吧？你怎么会杀人呢？你不是那样的人，是不是？3点一线，把准心对准你的猎物。真的想见识见识这穿越者精巧的创造物！来吧，让朕看看，这所谓的新武器究竟能否伤到朕的皮毛！武将，玉王，你听我说，你别冲动啊！现在开枪，万一以后后悔呢？然后就是等待时机，扣下扳机。再等一下。剑圣，等。开枪。皇五子荣轩，浑而有灵，家资茂典。殿下，寻到了公子了，他怕是已时日无多。太有意思了！撤退！护驾！全速撤退！护驾！快！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不愧是朕的弟弟呀！陈伦，我救云起，你们救那个什么妃。玉王殿下，请先撤退。是不是这个娘娘啊？养你妹呀！快救老子！走。这个武林王，关键时候出来坏我好事。若刚才乘胜追击，我们说不定有机会直接。恭喜誉王，打响新纪元的第1枪。很好，你们这个项目，我投了。您真有眼光。所有拓荒组的成员们，所有的穿越者，无论你们的过去如何，上辈子如何，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我们作为这个世界高等人类的存在，已经迎来全新的起点。你们负责这片区域，你们去那儿。
生命的都是值得坚信的东西。素知30年，穿越者就无良于危难，良之幸也，故先皇后代之。而今穿越者心意，密谋危急社稷，难恕耳。为汉无民，君号令四方，当连诛贼鼠之辈。且看良知天下，何人能惬意？我打断一下，你们说的都对，但我觉得楼主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大哥，这武林盟果然戒备森严，怪不得朝廷出这么一大笔钱悬赏楼主的项上人头。不错，我们已经接近要害，此处必有最强埋伏。大哥二哥，你们看！自杀，请走这边。看懂了，让咱走这边的。你傻呀你！这鬼地方怎么会有好心人的指路牌？这分明就是个陷阱，所以应该走那边。你也傻呀你！连你都能想到的事，他们难道想不到吗？这分明就是故意让我们以为是个陷阱。这些武林盟的人，以为这点小手段就能阻挡我们，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身为成年人，我都要。我走这边，你们走另一边，晚点儿，再与我会合。不愧是大哥，江湖经验就是丰富。我们也尽快上路吧。咱们怎么潜入进去啊？马上就到目的地了，大家注意不要乱涂乱画，一起做文明游客哦。这就是如今最炙手可热的大英雄楼主了。是他以一己之力，在大爆炸事件中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大家都知道，大梁国今年的特产就是穿越者了。穿越者们带来了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让大梁国越来越壮大。但是，随着穿越者的名望越来越强，逐渐也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创立天下第一楼只想兢兢业业为社会做贡献。当朝廷与穿越者的矛盾愈演愈烈，眼看就要两败俱伤之时，是他楼主挺身而出，保护了所有的人，而他却不幸地被埋在了爆炸崩塌的山体之中。楼主被埋的第186天，想他。我跟你们说啊，我那远房表哥他二舅他小姨的外甥当时就在爆炸现场，若不是楼主拦住了他们，他那一整支队伍就跟着同归于尽了。哎呀，楼主太伟大了，那可是半个山都塌了呀。那楼主人呢？挖出来了没有？还活着吗？哎，不对呀，你们这不虚假宣传吗？就是啊。而且你看你们宣传的话，到处破烂陈腐，也好意思叫乱世净土？我是来拜见楼主，结果他生死未卜。不是说陶一仙加入了武林盟吗？楼主肯定能活吧？是啊。楼主呢？我们要见楼主！我们要见楼主！我们要见楼主！楼主在哪？哎，是林盟主，
快看，林盟主，盟主一定有话说。近半年来，关心楼主安危的人们不断聚集在此，但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消息宣布：经过多月的抢救，我们都关心挂念的楼主，他撒手人寰了！楼主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楼主将于今日下葬，届时希望各路朋友能抽出宝贵的时间，与我们一起送别这位伟大的英雄。如果楼主已经死了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拿不到朝廷的赏金了？这将是一场可歌可泣、千古留名的刺杀！哼，罗爷爷，我来了！站住！拿号，就一位啊。A183号，您之前还有12位刺客，预计等位时间30分钟。请注意拿自己的排位号啊，过后请重新排号。你罗爷我从来就不需要排在别人后面。有特殊情况呢，可以走绿色通道，这边。罗爷我来了！一看就是第一次来武林盟行刺，单纯。这绿色通道根本就是死亡通道，把守的可是威震天下的龙大侠，这人已经没了。果然不错，你就是那个楼主吧？看你的身手，倒也不是泛泛之辈，眼神却不大好使。哼，我们在山里闭关30年，就是为了今日靠这场刺杀，一举夺回师尊曾经的荣耀。楼主，受死吧！这倒是个训练的好机会，去吧。竟然派个娃娃出来，可我直接送你上路！林盟主，我们跟着楼主从第1楼辗转到武林盟，现在楼主人没了，武林盟还要我们吗？是啊，外面现在都快打起来了，没有楼主出谋划策，我们可怎么活呀？是啊，我们怎么办啊，林盟主？朋友们，楼主死了，你们悲痛吗？难过吗？手足无措吗？不要怕，楼主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后路。楼主的死是足以牵动整个大梁的大事，整个大梁的目光都会聚焦于此，让你们的货品趁机走出江湖，走向世界，错过今天没有明天。当楼主活着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和他同框的机会，但当楼主死了之后，你却可以拥有他身边的广告位。那就比如说这款逍遥派林场赞助的豪华双层棺材，全国限量，用最顶级的橡木制成，
你们知道什么是牌面不？什么是牌面？这可不就是告诉世人，我们大英雄楼主永远的睡在了由逍遥派林场提供的棺材里了吗？这可是楼主临死前货比三家亲自挑选的。这样的话，让我们桃花帮的彩妆也要牌面。有眼力，只需5两银子。我们全牛家老头乐也要牌面。楼主生前本就爱用，安排。我们家楼主寿命远享，我们神影动漫也要牌面。谢谢大家，各位赞助的商家都将获得在楼主葬礼上宣传。阿朱阿义，你们去维持一下秩序。慢慢来，请大家保持秩序，一个一个慢慢来。你们家是什么产品啊？请保持秩序，请保持秩序。都有机会的，都有机会。一个一个来。快门，快门！你看看，大好的前景，怎么说死就死呢？老潘，要不再考虑一下？别死呢！我不死，哼！我堂堂天下第一楼楼主，现在生不如死。你看，这半年来我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呀？啊！皇帝拓荒族，现在连江湖上的也冲着悬赏来杀我。马上要年末了，即将迎来新的一轮自杀高峰，这是指着我完成年度 KPI 啊！啊，开总，我心意已决，葬礼招商能赚多少是多少，下葬后找个山清水秀的犄角旮旯一待，再整个容，从此世上再无楼主此人。楼主啊，你先别气嘛。与其消极逃避，我有一计能永绝后患哦。你不想知道是什么计划吗？不想。哎，你有口是心非。正所谓强者为尊，若想保全自己，便要展现出力量啊！光靠你一人，或许会很累，但只要武林盟成长为铜墙铁壁，任他们再多杀手，也再无可乘之机。我们武林盟这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将成为你坚实的靠山。阿秋，只要再给我们多一点时间，为了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留下来一起振兴武林盟。开总，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是产业没了，钱也没了，人再这样待下去，恐怕命都要没了。怎么会呢？陶姑娘是不会让你没命的。你还敢提陶姑娘？就是她！楼主，该换药了。好嘞。我不治了。哎，治病又不是要你命。不，放过一个马上就要下葬的人吧。就算明天要死，也不耽误今天的治疗。再说，能被陶姑娘治疗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我总说你一辈子单身。陶大夫，楼主就交给你了。救命啊！云奇！出招花里胡哨的有什么用？还不是要跟我过招？武林盟小娃娃，没招了吧？差不多。赐官员。点合谷。调至阳。此人功夫了得，你不算落了下风。还不够。习武不可急于求成。但那个人等不了了。
你回来了。唉，武林盟这地儿，我是一刻也没法待下去了。要啥没有，开总还天天把我送给陶姑娘当小白鼠使。哎，云起，你再听嘛。我看这大半年，龙大侠把你训练的挺不错，有他和开总在江湖上罩着，就算你爹找上门了也不怕。开总既然放出了葬礼的消息，那些想着我死的人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这样我们就可以守株待兔，看看他们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哎，你倒是让我转过来啊 ！Hello， 小云奇，你知道长时间不交流的人是会产生心理障碍的吗？冷暴力是阻碍社会和谐进步的。哪里疼？哪儿都疼。小云起，这半年你为我挡住那些杀手，受的伤也不比我少了吧？林开和武林盟上下为了我这么一个一无所有的废人紧绷成一根弦，你又觉得能坚持多久？这苦命日子我是过不下去了，还不如让楼主原地光荣去世，置之死地而后生，一身轻松。人呐，就得学会变通是吗？你自己才是不会变通的那个人吧？你不是吃不了这些苦的人，只是不想连累别人罢了。总是一个人做决定，一个人牺牲。你有没有想过大家的想法？还有那些仰仗和依赖你的人？还置之死地而后生，敢早出武林盟，你的葬礼马上就能假戏成真。楼主，想死啊？你想得美！我就死一死都不行吗？大哥还没回来，要等他还是追过去看看呢？看。大哥，我们来救你了！呸！那马尾小子年纪轻轻不讲武德，竟敢暗算于我，老子从未受过此等奇耻大辱。对了，大哥，那个楼主他已经死了个屁！他放出个护法来，完全不把老子放眼里，老子定要一雪前耻！别怕，你去吧，万一人家就给了呢？真的假的？我去，去吧。走，我真的可以过去吗？去。请问，我可以摸你的狗吗？这是你养的狗吗？它好帅啊！旺财，走了。还有，这不是狗，是狼。范爱国，说了多少次低调行事，你到底明不明白自己的状况？陶一贤都说了你魂体特殊，故而能寄托到蚊虫乃至鸟兽体内。若是让他人发现端倪，你想被当作异端处置？别忘了我们远上大梁都城是有任务在身的。例行检查，通行文书看一下。这人景仰厚德载物，数次获得年度大梁不服子排行榜第1，屡受先帝嘉奖的潇湘山庄庄主的信物。你难道就是山庄少主谢良？是。这是狼吗？谢少侠，根据大梁律法，2级保护动物是不能随意饲养运输的。这不是狼，是狼狗。快废！废也旺财。那就无碍了，谢少侠请。
恭喜誉王拿下扶阳城，这里将会成为我们拓荒族新的制造基地。结合大梁的锻造术以及穿越者的科技，造出更多的神兵利器。想必誉王殿下亲手杀掉皇帝的心愿，很快就能迎来真正的了结。不要掉以轻心，当今皇上绝不是坐以待毙之，不争到鱼死网破，他不会罢休。殿下提醒的是，毕竟我比谁都更了解我的这位皇兄。殿下放心，我已派出精锐骑兵前往武林盟，是时候拿回我们的东西了。侍读所列的书籍已送到，请大人查验。放着吧，太子很快就会用到。辛苦两位了。陈将军，伏波军连失2座城池，军心动摇，朕的天下被这些逆党叛贼肆意践踏，你该当何罪？臣知罪，臣恳请陛下赐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那朕就静候佳音了。谢少侠，出门在外时，不妨试试我们武林盟推出的鱼打车服务吧。操作简单，首先打开机关时，母虫苏醒，母虫会向四面八方散发吸引攻城的味道，其味道可散发至方圆数十里，为您匹配到最近的鱼车主。而鱼车主们都饲养有吞食过攻城的鸽子，在感应到母虫后就会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乘客的身边。小兄弟，要不要来点茶水？不用了，婆婆，我的车很快就到。不是说了只要片刻的吗？罢了，我们不等。我来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嘿，小哥，是你叫的车吗？9棵树多少文？去43文。去。哎，对不住啊，来迟了一丢丢。北部有战事，我这……少说废话，快走。哎，好嘞，走吧，走吧，走吧。哎，好嘞。那小哥，咱们这是去哪里呀？武林盟。好嘞。欢迎使用人工导航，前方2里右转。是。哎，武林盟走不走啊？100文。我这车就1人1狗，怎么要100文啊？不是狗，是狼。狼？不成不成，那得200文。200文，忒贵，不做了不做了。远征，走。不做人工导航，你能认路吗？没问题，不就一路往西吗？我家远征也认路。远征？我的马灵得很，是吧，远征？这位少侠上武林盟是有啥要紧事儿？与你无关。速速。说起来，那个天下第1楼的楼主，不就在武林盟养伤？哎呀，他也曾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呐，现在却落得个被朝廷通缉追杀的下场，武林盟也没得安宁喽。武林盟有龙大侠。哎呦，你也是龙大侠的粉丝啊？什么？
不是，别乱说。咋个不是？你看这剑上绑的，不正是杨家铁铺产的龙大侠同款护身符吗？秦大良限量40个的，我也有。小兄弟，歇脚嘛。怎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不刚刚一聊到龙大侠来了兴致，错过了环线的出口，不好意思啊，小兄弟。驾车能不能专心点？好嘞，远征，稍微加点速。今日陪练的孩子不在，找的就是你。上次叫你们这些狡诈之人钻了空子，但这次，我们有3个人。来。果然有2下子，大个二哥，我们要用那招了。你是说见鬼杀鬼、见神杀神、方圆百里无一火、寸草不生，连我们自己都控制不了的那招？来吧！罗家三兄妹。话说呀，皇上要杀光穿越者，那穿越者也不是吃素的，搞出个什么拓荒组织，背后有人。那人呐，正是皇上同父异母的亲弟弟誉王殿下。那是兄弟阋墙，手足相残，最是无情帝王家呀！能不能？怎么了？没事，前方测速画像。不好意思，对不起，放过我好不好？那边0578，靠边靠边，不要这样好不好？快点拿着。刚说到哪儿了？哦，对，穿越者整的玩意儿太厉害了，我亲眼见过，他们骑着2轮的小车，跑得比马还快。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兵器，那叫一个千奇百怪，神鬼莫测。拓荒组人数虽不多，但路数千奇百怪，朝廷的兵马却是对他们束手无策呀。开战以来，他们势如破竹，已经拿下了好几个城池，似乎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说到这里啊，就不得不提拓荒组能获胜的关键杀器，就是这个。知道这个叫什么不？这叫子弹。子弹，好家伙，比10年前飞鹰派掌门威震江湖的飞刀神技还厉害！就这么小小一颗，能把你脑袋给炸飞了。嘿，少侠，这狼还挺有灵性啊。这狗咬人。你之前不是说是狼吗？怎么变狗了？你看我所言非虚。这少侠，你早说是狗，我好做个人工导航啊。你不是说你认路？认得。武林盟这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走半天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净是机关。要上哪儿去找焦解要的东西啊？
喂，有人！缺心眼儿你！不是说有很厉害的人在守着吗？我子弹都上膛了。嘘，安静。停。什么玩意儿打起来了？这么热闹？哼，看来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什么？还有黄雀在后？笨蛋，我们就是黄雀，把枪放下，以免打草惊蛇。复习一下这次的任务，我们的第一目标是找娇姐要的书，次要目标是杀楼主。很好，再说一遍，这是机密任务，我们要像刺客一样悄悄潜入，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刺客，就像武侠小说一样。你去那边，你去那边，我去那边，你就这个吧。遇到危险记得发信号。解散。你是楼主吗？我不是啊。那你别动啊！你放心，我想动也动不了。你在做什么？这都看不出来，我们在执行秘密任务。娇姐说了，要找到楼主那卑鄙小人藏起来的东西。卑鄙？楼主不是大好人吗？切，我们穿越者的事，你个原住民懂什么？哦，那你们要找什么呀？我帮帮你。是2本书了。书？什么书？说了你也不知道。楼主，这人怎么处理？先问清楚他们的来意吧。你就是说，究竟在找什么？是记录了我们穿越者知识的书，本来一直秘密锁在乡峡中，但是半年前被楼主的人偷走了。我只知道这些。这半年来，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朝廷就算了，拓荒族怎么也死磕着我不放，感情是来讨债的。云奇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解释一下？此前我混入拓荒族基地的时候，倒是顺手拿了2册书来着。那书呢？怎么不早拿给我看呢？之前看你重伤，就没想让你操心。不过我记得放你屋里了，而且就在，no， 不就在桌底下垫着的吗？啊！我也没想到这书对他们这么重要。真有你的！不过又听说朝廷最近也研制出了什么铁盾牌，专门用来挡子弹。唉，拓荒族若是想继续攻城，怕是得拿出更厉害的兵器才行啊。大哥，你这方向对不对啊？远征，停下，停下。不对嘛。那我掉个头啊。不必了，这车我不乘了。小兄弟。我少侠，这位少侠，我发誓定会将少侠载到目的地，少1里都不行，半路放弃有违我的职业道德呀。少侠，您这是做什么？我算是明白了，起先你试图打探我去武林盟的目的，紧接着一路上你费尽心思搭话，在转移我注意力的同时，悄悄绕了这许多远路，就是为了拖慢我的速度，达成你不可告人的阴谋。说，你究竟是什么人？是武林盟的宿敌，拓荒族的卧底？还是朝廷派来的杀手？既然你已经推断到了这个地步，我便也实话相告。少侠，我真不是你说的什么杀手呀，我只是少了那么些许方向感啊！你看，不认路还说的那么好听，不认路还不做人工导航，穷啊，少侠！要不这样，
您坐副驾驶，您亲自把着方向，我们全力奔驰，一定在明早之前把您送到武林盟。您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是大晚上，好几十里路呢，马车总比步行省力啊。外国，你站哪边的？哎，多谢小兄弟再给我一次机会，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如今世道太难了，多少人流离失所，食不果腹，打仗没个消停，苦的终归还是咱老百姓啊。该说的我真的都说了。他们是要搞工业革命啊？何意？这书里的武器要是大批量造出来，大梁怕是要被焦娇然这个女人搅得天翻地覆。想回去？以你们娇姐的脾气，要是她知道你把拓荒族的秘密都告诉我，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发誓！求求你们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凭什么？我最擅长的就是示意，我从来没见过你。啊，你是谁？而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我们今日确实没见过，明白了吗？明白了，谢谢楼主。楼主，既然你也是穿越者，为什么不加入我们拓荒族？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2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我也没有你们娇姐那种野心，但如果有一天连这点乐趣都要被剥夺，我怎么的也得给自己找条活路吧。哎，云奇，你送他一趟，别让武林盟的给抓了。你们俩配合一下，顺便把书还回去吧。那你怎么办？你早去早回不就行啦？早去早回，你先请吧。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现在最烦听到这句话了。我找到书了，在那小子身上。什么？那什么，楼主见着没？没，好像不在这里。哎，带书那小子窜哪儿去了？快追！到了。终于到了，早知如此，早该让你来掌车。早知如此，就不该上你的车。什么？楼主死了？哎呦，传奇人物楼主竟然就这么死了？这是干嘛？你认识他吗？左少侠，你怎么来得正好？有劳了，我先行一步。什么东西？等等，这到底……我看到了，他把书给那小子了！兄弟们，一起上！那什么，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快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就开枪了！好家伙，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大杀器啊！给我追！外国！今天可真是个好天气，若不是要办葬礼，就该好好的晒太阳、睡懒觉。哎呀，云奇怎么搞的？怎么还是打起来了？哎呀，赶紧让我结束这混乱的一生吧！倒也不用这么赶紧。楼主，完了！云奇不在，鲁大侠不在，林开不在，都不在，死定了！早知道不让云奇去护送那群熊孩子了，完了！在哪儿？
楼主他已经死了耶！葬礼报兵从前面这路下山，第2个路口左拐就到了啊。多谢。楼主，你的葬礼事宜都准备好了。离开你大爷的！站住！放开那个楼主，否则我就去喊人帮忙！楼大侠，楼大侠！还来吗？不打了，不打了，我们认识了。我们兄妹3人闭关修炼多年，今日算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楼主，请收我们为徒吧！我不是楼主。这位兄台，能不能至少换个姿势？你的胆识果然名不虚传。你是？你知道我是谁？陈将军用兵如神，带领大梁军队平定四方，所向披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乃御前第1武将。你知道我为何而来？知道。圣上下旨杀光天下穿越者，我位列榜首，但是我真的委屈啊！一炷香的时间，找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开始吧。将军啊，我的赤胆忠心日月可见呐！我知道圣上要杀我，派了这么多杀手过来，我是一个都没敢伤啊，都好生招待着，还给了纪念品呢。你欺君，圣上叫你死，你就得死。我怎么就欺君了我？当时拓荒组留下满山洞的炸药，我一个人护了圣上这么多兵马，还不够良心吧？世人说你富可敌国，我把天下第1楼赠予圣上。世人说你手眼通天，我此生低调做人，不踏出武林盟一步。我觉得你面目可憎，我请你执行。今天晌午，我的葬礼就在山腰。呸！巧言令色，也就能诓骗我的单纯的女儿。一切放心去，我先杀了你，再杀了舅然，最后带领抹地铁骑和拓荒族拼个你死我活，路上不孤单。给你我都留个机会吧，将军。我会拼尽我的脑细胞为大梁安定出力，这样圣上开心，将军你也不用和拓荒族同归于尽了，我也不用死了，咱们来个快乐的 win win win。我信你。楼主呢？上。详细说说。拓荒族是穿越者，我也是穿越者。拓荒族能造枪，我也能造。楼主呢？楼主，他走了。放开楼主！哎呀！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我到时交不出货，你太
见了，太监了！陈将军，请放心，我们做生意讲究诚信，一定说到做到。倒是希望他没看错人吧？不知将军说的他是？当然是我的宝贝女儿了。来之前，他亲口跟我说，相信一个人比相信一件事重要。下面是范爱国，快去救他！对只狗都这么有情有义，在下佩服。元正，帮忙！冲啊，元正！拿出我们走镖的气焰！你早拿出这手，我们何必等到今天才到武林盟，还碰上这茬事儿啊？这不是情况特殊吗？给我抽车！这！许久都没碰到过这么大阵仗了，就这些二轮子，还困不住一个老镖师！去吧，远征！专心开车，这交给我。靠边停下！松开我的车！你靠边停下！江湖救急，停不了了！那别怪我们不客气。小心！远征突击！上次我们没能救得了那个小白脸，这次快躲开！范爱国！快躲开！太好了，书还完好无损。哇哦，爽！那接下来就去杀掉那个楼主吧。可我们的主要目标已经完成，娇姐应该收工。哦，也行，下次再来玩。下班了，下班喽！爱国，远征！
爱国，远征，远征，爱国。楼主，你若想躲避追杀，我们大可曾伸到天涯海角，不必应了那将军的话。切，天天躲着追杀，那还叫日子吗？原本呢，皇帝和拓荒族都想杀你，我们武林盟辛辛苦苦守了你大半年，这一转眼，你向皇帝投了诚，又向拓荒示了好。楼主啊，楼主，你到底什么立场？萧萧然那女人踏着腥风血雨而来，视人命如草芥。若是让她一口气拿下皇城，那整个大梁都完了。我自己的命是要回来了，可这天下人的命也得保啊。怎么保啊？说来听听。云起，收。我照你的意思，还给拓荒组的人了。你没留副本吗？没啊。完犊子了！这下扯淡了呀！哦，副本。哦，你小子学坏了啊！现在这可是我的命根子啊！什么书啊，这么厉害？里面写了足以让社会变革的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好像很可怕的样子。别装。不过光有知识也没用。唉，就是我现在一无所有，拿什么去跟拓荒族比啊？哎，有什么需求就告诉我，我跟你合作。来，看看这武林盟的大好风光。我之前没说错吧？是不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一无所有的你，碰上一无所有的武林盟，是不是天作之合？哼，那山芋分我一块呗。拿去。不过就是胖了一点。不过还有件事一直想不明白，拓荒族他们怎么就突然要来找我麻烦？按理说大家都在被暗杀的名单上，敌人的敌人不就是朋友吗？哦，这个我知道。你养伤的半年来，拓荒组一直传讯骚扰，说是只要把那书还回去，就让你去当他们的二把手。兄弟，我替你一一回绝，还顺带嘲讽了一下，不用谢哈。离开你！这种事情怎么能不跟我说呢？有选择我说不定就……哎，都是武林盟的人了，还惦记着别人干什么呢？楼主，葬礼要开始了。哦，对，把这茬给忘了。现在下山来得及吧？哎，我们武林盟的人下山可从来不走阶梯。你什么意思啊？我来帮你一把。走好啊！你看你大爷的！忠肝义胆，在。好像是有点高。救命啊！
楼主复活了，这一定是穿越之神显灵了！快去告诉林盟主啊！所有人啊！这到底是为什么？此事说来话长。先前与我们一道的那匹狼，乃是我一位名叫范爱国的朋友。他魂体特殊，能寄托于离世不久的生灵身上。想必他是在你的爱马牺牲之际，将自己转移了过去。这是车钱，我补贴了些许，足够你再置办一辆马车了。昔日名震江湖的威震镖局杨总镖头，突然销声匿迹也有7、8年了。传闻他在一场山崩中殒命，但或许……杨总镖头自诩貌比潘安，还是实录一把好手。你说我是他，也不怕把他从坟里起活了。少侠，你这个朋友真穿到远征身上？展示下。虽然不是很理解，但我信你了。范爱国说想给前辈赔个礼，这马似乎对前辈很重要，如此占用，十分过意不去。这本是故人之马，一次跑镖我迷了路，他主人为了寻我遇上山崩，我总忍不住想，如果那时我选对了岔道，即使赶不上救他。唉，不提也罢。你不是说要给爱国小兄弟找回人参吗？哦，不嫌弃就多用一阵吧。天也不早了，咱们就此别过。他说什么？他问你可有梦想？我现在只想当个鱼司机。他又说什么？要不要考虑下收收的敷衍？这次我与远征能救得你们，也能算弥补一些当年的遗憾了。交付任务去吧。哎呀，好久没喝了，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哎，谢谢我们的谢少侠！哎呀，有钱了！哦，多少啊？创业基金吗？备用金，不多，别想脑主意啊！哎，你什么东西啊？看看，给我看看，不要那么小气。哎，要不要试我这个？超好吃，超有效果的好不好？你现在已经是个合格的快递员了。助人为乐，好少侠。助人为乐，好少侠。话说啊，把书交给谢少侠，还真是一记险招。万一他把书保管得很好，没能让拓荒组拿走怎么办呢？有范爱国在呢，他会扯谢少侠的后腿的。有道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吹牛一时爽，天坑火葬场啊！3个月的时间，怎么可能造得出来啊？楼主，有什么我们能帮忙的？哎，我记得你是学销售。啊，那没你事儿了。哎，堂堂本楼主居然得亲自干这些活，派个人来救救我吧！叫我吗？那倒没有。哎，哦，看看这清晰的规划啊，缜密的逻辑，穿越者的东西就是专业。你要想干嘛？瞧你说的，有困难兄弟一起想办法解决嘛。今日我正好要办创业交流大会，你也可以去挑挑需要的人才啊。哟，你也有靠谱的时候啊。啊。嘿嘿，我收回你靠谱的前言。哎，你先品品再下定论吗？请开始，请开始你们的路演。吾乃飞鹰教弟子。我飞鹰教坐落于高山峻岭，弟子众多，威名赫赫，数十年来是无人踢馆。只是后来为了应景，把帮派搬到了崖顶，平时上下都得靠抓钩，很不方便。弟子出入很容易被风云吹下去，所以现在吹的只剩下17个弟子，快解散了，再来投靠的武林盟。我们古墓派擅长种花养蜂养蜜，我们绝情谷擅长交友识人。附近村民觉得我家蜂蜜不吉利，我们谷中上下都为情所困，难分难舍。弟子没钱买米，只能喝蜂王浆，全体营养不良。弟子内部因情感纠纷大打出手。我们停！这就是你说的人才啊，开总，你可真是个人才。嘿嘿，大哥，怎么还有自己的事要办好吗？现在资金少，周期短，甲方盯的又紧，一个搞不好，你我都要掉脑袋的，烦死了！走吧。啊，等等嘛，你来都来了，要不用穿越者的思路指点他们一二呗？开总，你一开始就算计好了是吧？哎呀，你现在是武林盟的精神信仰，大家眼中的穿越神人，随便说2句就行，随便说。下面有请楼主为我们第1届武林盟创业大会说2句。楼主好人，一生平安，帮派有救了！能想得到。今天这个大会的主题是创业啊，创业即是创造事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它有3大条件，缺一不可。机会、资源、团队，你们什么都没有。行了，洗洗睡吧。这是嘛意思？我也不知道啊。楼主的意思是啊，所谓创业，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壮举，必须由在场的各位英雄豪杰才能完成。这么说就没办法了，咱就干吧！不是，创业真的很辛苦的，很苦、很累、很难的呀。996听过没有？996就是每7日都能有1天自由休息。楼主太为我们着想了吧？太好了，我用那1天去腌咸菜。你们可想清楚啊！创业失败是常事，10个里面完蛋11个。你们就算真的拼死做了，也只有1%的成功率。听懂了吗？原先整个江湖都不一定能出一个龙大侠，现在武林盟100个人里就可能有1个能成功。楼主，不愧是你，3言2语已经把气氛炒热。不，与我无关。哎，怎么无关啊？都到这一步了，你忍心抛弃他们吗？再说，这么多奇人异事里，肯定有能发掘的人才，这不就是你教过我的合作共赢吗？
哎，你也来了？是啊，是啊。这个飞鹰教，你先让他们所有人搬来武林盟，然后风车你知道吧？告诉飞鹰教那个风车在高山上是怎么运作的，然后给武林盟支棱几个。哎，到我下一个到我了，到我了。这个古墓派，你先让他们所有人搬来武林盟，然后先给点粥饭让他们吃饱，安排给陶医生。到我了，都站好，别吃不响。哎，对，那你先让他们所有人搬来。厉害厉害！下一个，先搬来武林盟吧。谢谢楼主。武林盟，谢谢楼主。谢谢楼主。楼主，楼主，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搬来武林盟啊？下面就交给我亲传大弟子小贤。说的太多，感觉缺氧。林开，我在心就是你孙子，我自己事儿还没着没落呢。楼主，你的事是啥事儿啊？要不咱们给你出出力？是啊，是啊。楼主这还有项目，不如咱没有合适门道的人都跟着楼主干吧。你们知道我什么项目就瞎喊。我要造枪，要造的可是枪啊！我晓得啊，武林盟枪法所向披靡。你们武林盟还真是男的各有特色，难怪一穷二白。是，你是不是一早就盘算着让老子来破局？是。凯总，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坑货。对不起。没关系，习惯。有问题，兄弟一起想办法解决嘛。这次是认真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书我看不懂，不如你告诉我，要造出这些兵器，除了招人，还有什么要做的？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雇人咱们暂且不提，还得租个比较大的地方，建足够多的炉子，以及买最重要的原材料——矿。让开，让开，都让开！什么呀？干嘛呢？什么东西？这是我们牵牛寨的瑰宝，自动剥鸡蛋壳神器。剥鸡蛋壳神器，不只是鸡蛋、鸭蛋、松花蛋也不在话下。看好了啊！来，给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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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我们家的这个神器，你准备多几个钱呢？下一个。你什么意思啊？我有话好说，别动手啊！牵牛寨的人又在犯傻，这些大老粗有时间不如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一点。就是啊，你们说什么呢？是不是在嘲笑我们？哎呦呦，也知道自己被嘲笑了呢。可恶！就你们这些整天花里胡哨的娘们，竟然还敢嘲笑我们！就是。哎，你说话注意点啊！什么花里胡哨？用穿越者的话说，这叫时尚。时什么时？华而不实。有本事你们也拿出些值得投资的东西来啊！拿就拿。喏，这是我们帮派今年的春日限定。这粉我知道，不过和去年那款有什么区别？
今年是龙大侠飞天，去年呢是龙大侠闹海。换汤不换药，坑蒙拐骗的货品啊！笑什么？家里的东西能正常用不就好了吗？就是啊，抱着葫芦不开瓢，就是。啥意思啊？是不是嘲笑我们？不是嘲笑，就是说你们死脑筋。要不是女的，我揍你们行不行？你搞性别歧视是不是？我们桃花帮也是习武出身，还会怕你们不成？来看看，这是不是你说的矿啊？露个大白腿，挺个大白背，给谁看呢？我看着都恶心，还不如臭豆腐好吃呢。好了，别吵吵了，赶紧把东西都搬走。我宣布，都达不到创业标准啊！是，那直接砸了，烧柴吧。这不是你们镇寨之宝吗？这么复杂的工艺，砸了多不好意思啊！老实说，兄弟们平时的爱好就是发明各种装置。比这更复杂的，我们寨里有800个。哼，这样的丢人玩意儿竟然还有800个！如果你们诚心恳求，姐妹们倒是可以帮忙，让他们看起来不那么傻。对，不那么傻。等一下，你们什么机械都能造？那是当然。你们什么产品都能包装？没错，而且绝对可爱哦。可爱有个屁用啊！这俩帮被扣下，重点留意。快，带我去找楼主。这里啊，是我小时候和龙大侠练武的地方。比划的时候，总能砸出好几块石头。龙大侠捡了几块，拿去铁匠铺就做了他那把大剑。怎么样啊？是你说的矿吗？红的、黑的、灰的。我还在听见帮山底下见过五颜六色的，还心想讨一块打磨出来给陶姑娘。西边的霹雳堂更狠，天天跑火山口，专门采集黄色的矿物。哎呀，我们武林盟的兵器各种各样，多的就是石头。怎么样？怎么会有？怎么会有？我还有场地。龙大侠现在也经常带我在这里练武，我觉得这儿的大小跟拓荒组那个洞有的一拼。怎么样，齐活了吧？不对，还差得远。那又绕回了最开始的难题：怪矿没有专业人才有什么用？我们需要人去制造流水线生产的机械，还需要产品包装，让造出来的兵器具有伪装性、欺骗性，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这些问题啊，青牛寨和桃花帮的人都可以解决。怎么样？那就看搞吧！啊！耶！一定要搞一个很隆重的开幕大会，所有的帮派啊都必须派人来。我看行。万事俱备，你为何看起来并不开心？我既希望此事能成，又希望这些枪根本不会被造出来。小云起，你能理解吗？不能，造不出枪来，你会被追责的。那也好过酿成大错，至少日后不会有人因为这些造出来的武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楼主，你来之前大梁就一直战事不断，你说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每天都在发生。我爹说，这个世界早就病了，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这些武器的错。楼主，你曾说大梁人根本就没有见过什么是真正的和平盛世，你还说想要穿越者和大梁人都能一起过上你说的那种好日子。楼主，你的这个愿望可还算数？只要楼主初心不改，为此前行，那么过程黑暗曲折又何惧？大道在心，即使为此牺牲，我也内心甘愿。楼主无需为此挂心。你，怎么还是开口闭口就谈生死？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尤其是你，年纪轻轻的，不要动不动就牺牲你自己。我这都是跟你学的，要不你先应了我，不许再动不动就牺牲你自己。我去跟郝长老商量一下。嘿，在这儿等着我呢，你个臭小子！兄弟们、姐妹们，我们武林人士在江湖遵守的是江湖规矩。多少年风里来雨里去，才有了这么多欣欣向荣的门派。但或许你们已经发现了，近几年来时局动荡，大战一触即发。即便是武林盟，
也不能完全遮风挡雨。到处都乱但如今，我们有了一个迎接蜕变的机会，为自己争取一份话语权，参与到这洪流争取，然后改变它。武林盟将要做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需要聚集各位英雄儿女的力量。听不懂联盟主在说什么，但他说的一定是对的。来吧，朋友们，把未来把握在自己手中，一起光耀门楣吧！接下来只剩下一件事情了。什么？低调。你非走不可。你我一路相携同行，如今你已找到了往后的路，而我亦有需坚守之时。既然楼主已脱离危险，我也是时候告辞了。武林盟有你们在，是幸，但是天下苍生，等不起了。你是我的好兄弟，有些话不妨与你讲明白些。当今纷乱局面，很多事已不再受往日规矩束缚，你这慷慨一行未必能得偿所愿。我多嘴一句啊，我来大梁这些年，伴君如伴虎，有些事看得比你清些。当今圣上内心极度变态，就算没有拓荒族，天下在他手里也迟早玩完。你天地君师，世道在变，有些道理亘古不变。我等习武之人，怎能看天下人受难而作壁上观？那叛国的拓荒逆党一日不除，我一日寝食难安。今日一别，各自珍重。我将玄秘剑重铸为盾，即使一方杀气，换一种形式，或许可以守护万民。以你全民爱豆的身份，怕是刚出武林盟就被人盯上了。我自会乔装一番。我送送你。不必。为免日后牵连，我会宣布和武林盟划清界限，就此别过。你是在逗我吗？卖果子啦！3元钱一斤的果子，瞧一瞧，看一看呐！卖果子啦！下次再来啊！好嘞。真是的，知道吗？好久不见。以你在武林中的威望，怕是刚出武林盟就被人盯上。你觉不觉得那个人？是啊，
我也觉得那个人好像有点毛病。就是啊，大热天裹那么严实干什么？听闻扶阳城附近多动荡，咱们就别上往那边开了车了，有理，挣钱赔命就亏大发了。之后我打算去武林盟找些活计干，毕竟有龙大侠镇场，战火可烧不到那儿去。哎，不是有消息说龙大侠退出武林盟了吗？是吧？桃源村走不走啊？80文，上车吧。不聊了，走了，去吧。前方3里右转。你上次出山还是5年前吧？现在很多新技术都用起来了，不妨试试最新流行的迂打车。武林盟创投，操作简单。这位大，在下绝非大侠。大兄弟，盒子的盖子在上边，手一拨就开了。原来如此。要不要来点小菜？不必，多谢老人家，我的车很快就到。还要来点什么吗？我在这儿摆摊儿，见多了一待就是大半日的人。上次有个带着狗的少侠呀，来了。住了！这刹不住了！刚刚发生什么？哎呀，这么晚了，人工导航都没有了。大哥，是你叫的车吗？嗯？你不会是龙？不是。出发。切！车内温度还合适吗？可。那请您系好安全带。好，那咱们就出发喽。前所未见，今夜竟是超级月亮。是他，双眼所见不会有差错。天助我也！我沈某人行车走镖20年，得来龙大侠在身边，何德何能啊！相传龙大侠面容俊朗，身形宽厚有力。1年前的听剑问血大会，更是随身佩戴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玄离剑。龙大侠难道换装备了？我是第一个知道的。您知道的，做我们这行最害怕的就是遇到拦路抢劫，所以我总是挂个护身符在车上。哎呀，不好，麻烦大侠帮忙捡一下。在下不是大侠。开光了！龙大侠本人亲自开的光。这位客官，这江湖上没人不知道龙大侠，在下便是从小听着龙大侠的故事长大的。在所有传说中，在下最喜欢的一段就是，话说在那村落小巷啊，卖茶叶蛋的老妪摔了一跤。那一天也是不走运，碰巧旁边一匹彪骏大马受了惊吓，眼瞧着就要踏上去了，就见一人身形如电，瞬息间穿了3条街。此人是何方神圣？那人单是微微抬手，平地上就卷起一股劲风，把那马刮出8尺有余。老妪感激道：“您可就是那龙大侠？”龙大侠却道：“我不过是一介无名小卒，老人家莫要放在心上。”大侠，我刚说的这个故事，您可有耳闻？不是8尺，是80尺。您果然就是龙大侠本人，请受在下一拜。还请低调。龙大侠匡扶正义，有消息说龙大侠与武林盟划清界限，一定是为了保护武林盟。现在大侠又不告诉我这一切，莫非是为了不让我也牵连其中？大侠放心，在下沈怀山一定会飞速护送您到目的地。
了，到了！把他给我拦下来！哎呦，画的不错，嘿嘿，再来个3张。吹一口，现在怀疑你酒驾。哦。哎，大侠，这是我外婆留下的家乡的土特产，您要吃点吗？不饿。高级丝绸3件套要盖吗？不了。哎，您要不要休息了？要不要熄灯了？这位兄台，可否安静片刻？好的。大侠，沈某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还是讲吧。您是要去哪里来着？阜阳城。那边可乱了，您去岂不是？秘密。大侠，您帮看看哪边是北？别吵吵到大侠！各位让一让啊！这边有贵宾要入座。嘿，大侠您起了。大侠请上座。现在有时令的茶水，我帮您去弄些早点。哎，我来，我亲自来。这位大侠，面相甚奇呀。大哥眉脊目明，鼻端平，下颚棱角分明，海角朝上不露齿，乃是大贵之相，其必有一日大放异彩呀！可惜，可惜什么可惜啊？去，一定是哪里来的江湖骗子。走，哪轮到你在这里嚼舌根子？大哥，世道难，生存难，支持一下年轻人创业，让小的为大侠解说面相可好？大侠您给个机会吧，小的今儿个就图个开张。哎，去，你大哥忙着呢。哎，好，你说说看。好嘞，没问题，肯定不耽误您时间。按照我家祖传的西洋面相法，细看之下，您这眉骨略高，颧骨不显，双唇肌肉太用力，都是后天苦命的征兆啊。不过仔细一看，您这面庞怎么就这么像哪个名人呢？您就是那位传说中的龙大侠的粉丝吧？只是您照着他这么整，会不会太招摇了点儿？毕竟是人尽皆知的大明星，路上遇到他的仇人，岂不是倒了大霉？有理。提出问题就要解决问题，您可找对人了。我家祖传的造型改命法，不伤筋不动骨，光靠打扮就能给您焕然一新的体验。现在开业大酬宾，只要您购买这个代表时尚的穿越之神小挂件，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次造型机会。嘿嘿，这话术咋听着耳熟？莫不是天下第一楼学的？这个英雄不问出处嘛。可让我给你找着了！哎，上次骗我的就是你这小子吧？说带上这破雕像就能大放异彩啊！害我在村上丢人丢干净了。今儿个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客官是这样的，这个雕像吧，它管不住您那么大的气运。您在我这儿办个贵宾储值，以后每个月保养一次，只能……去你的吧！好啊，还叫帮手？还好，1、2、3、4、5。这个够赔的吧？你回去吧。切，真是，哪都有这种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那可是我辛辛苦苦坑蒙拐骗来的钱啊！小兄弟，你刚才说的造型，可还算话？当然算话，小弟钱真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大哥交我小钱吧，您坐。这可是天下第一楼学来的手艺，大梁城外很难有的。你穿越者啊？不是，那不在大梁城待着，跑到这外头做甚？嗨，您跑车还能不知道吗？圣上下令对付穿越者，现在这世道一多才压身啊！我前东家就是被当作穿越者才被抓走了。我这细胳膊细腿的，要是被抓去参军，早就小命不保了。哦，对了，前些日子西边平原那边又打仗了，这次皇帝军队里也有了枪手。
以后的日子看来只会更难过呀。还以后呢？对我来说，今天能吃饱肚子就谢天谢地了。大哥，您头低一下哈。哎呀，那可是他经典的挂耳条髯啊！哎呀，这哪行啊？这不成啊！这光照得让人睁不开双眼。改良了穿越者的推荐造型，大侠可满意呀？不错，不用找了。如此大方，不知大哥如何称呼？我姓丁，明日。丁大哥，从今天起，我钱真多就是您的小弟，您去哪儿我就伺候到哪儿。切，我们家丁大哥一个人着急去办事儿呢，我们可是尊贵独享的鱼大车。你本来要去哪儿？只要能不被抓去参军，去哪儿都行。这少年无亲无故，姑且载他离开都城近郊，下一站在别国吧。不愧是您，体恤民情，沈某拜服。谢丁大哥，我们出发吧。这可是看在大哥的份上，下一站就乖乖给我下去。再说。什么再说？龙大侠不在的第一天，想他。是谢少侠。他最近总是往返武林盟和都城，应该是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吧？年少有为，又模样俊俏。方爱国，你是马不是猪，为什么这么能吃？只可惜精神有点问题，一天到晚只跟马讲话。走了。林盟主、楼主，在下幸不辱命，已将物资平安送抵，这是签收确认。我就知道有谢少侠出马，就不会有问题的。一路可还顺利啊？武林盟制造军械是秘密，大梁城中耳目众多。倘若我们运送的物资被发现，不但会有杀身之祸，整个武林盟也会有灭顶之灾。但你有且仅有神经大条这个长处，关键时刻应该不会拖后腿吧？不要紧张。谢少侠干什么？这些都是我带给我朋友的见面礼，没有公之于众的道理。你现在是在怀疑我吗？少侠，你的马很可疑。刚才我就觉得不对，什么送给朋友的礼物会见不得人？原来是要送给女朋友的，得罪了。林盟主，我担心继续执行这项任务，恐怕有辱我潇湘山庄的门面啊。哎呀，我们也明白你的难处。楼主，有没有别的武功高强的人选推荐呢？光是武功高有什么用啊？还得有家世背景，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有越挫越勇的精神啊！武林盟还有这样的人才吗？在下愿继续效劳，二位有什么需求尽管。那好吧，下次帮我把天下第一楼的王师傅也捎过来啊！哦，对了，之前你拜托我关于范爱国的事，已经有眉目了。谢过林盟主。看来朝廷对这次交易还算满意，他们也一直在等一个对拓荒族反击的机会。唉。快点！
事吧？来，交给我吧。看什么看？血！李公子，玉王殿下又让我给你送好玩的东西来了。你在做什么呢？啊，李公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能心安理得的留在拓荒族？我一穿越过来就被拓荒族救了呀。救？这些人都是杀人犯啊！你别说了。我说够了，只要能离开这些人，离开这个鬼地方，让我去哪儿都行。你哪儿都不准去。看来我来的时机不对。等一下，殿下，这座城里正在造的东西，会害死很多人的。你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复仇，但是你有想过，这些人，他们也是有家人的吗？这世上还有好多事可以去做的。想想大梁的美好河山，还有那么多的美食。如果你愿意远离这场战争，放下仇恨，殿下，回头是岸啊！我已离岸太远了。唉，我怎么这么菜啊？身体又差，嘴巴又笨，光有现代人的思想有什么用？什么都做不了。李克啊，李克，你可真是最废柴的穿越者了吧？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笔就是我们小画家的武器。加油，李克！材质略有不同，确实不是我们造的子弹。朝廷从哪里弄到的这种兵器？还能有谁？别忘了那位私吞了未来的到来半年多的故交。啊？你是说楼主那次在帮皇帝造兵器，可派出去的探子都是武林盟连功夫都不练了，最新什么创业？越是看起来低调，摇起人来才越出其不意。我本以为他只会明哲保身，下不去手戕害同胞，看来还是小瞧他了。哼，那就留不得这个祸患了。姑娘别走！丁大哥，真的不考虑收我做你的小弟吗？我很能干的。你多保重。哼，那我就真的走了。走你的吧，驾！怎么了？小兄弟救命啊！有3个人一直追着我不放！别过来！让开！别挡着我们吃饭！你们欺负一个弱女子，要不要脸？什么？谁说我们不要脸？停车！怎么了，大侠？你们小心点啊！
我手里可是有穿越者带来的高科技，一击毙命的，知道吗？就是这个。哼，臭小子，你可看好了！常让将军看在我一直推销你周边的份上，赐我力量。大哥，现在不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啦！蠢货，这家伙好强啊！啊，这雕像中竟然真的蕴含神力！别怕，大哥，现在就是我们罗家武学闪耀的时候了。用那招，合体！奇迹如力量，穿越之身显神威！这江湖果然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我们本来准备留在武林盟拜师习武，但是师傅跑了，一路追出来却完全找不到师傅的行踪。出来的时候太匆忙，还没带什么盘缠。哇，好香啊！大哥，我们去化缘吧。可是我们身上没钱呢。我们可以以物易物啊！大哥英明。姑娘。这姑娘怕什么呀？莫非是遇到了什么危险？不行，我们跟上去看个究竟。哎，姑娘！所以，能不能拿这些武器跟姑娘换点吃的？这就是江湖传闻中的传音入密吗？莫在此处闹事，且去武林盟附近落脚吧。啊！待我把完钥匙，自会去寻你们。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新的师傅了。若不嫌弃刚刚掉到地上的话，这些饼就给你们吃吧。不嫌弃，不嫌弃。多谢恩人相救。姑娘，你谢错人了，你该谢的应该是。在下丁日。姑娘深夜赶路，不知此行前往何处。小女的村镇被战乱摧毁，不得已才要去扶阳城投靠亲戚，深夜赶路，实属无奈。可扶阳城被拓荒祖和誉王率领的叛军占领，姑娘此行就不怕有危险？它哪里不是危险啊？这江山不管是谁做主，我们百姓还是得一样过日子的。在下也要去扶阳城，既然目的地一致，姑娘不介意的话，就一起上路吧。谢丁大哥。丁大哥，我原来以为你只是很强，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强。我钱真多已经发誓追随您到死，我愿为您鞍前马后，搭车跑腿，白天叫早，夜里看门，在外可以充当耳目，在内可以下厨蹭饭。你这人恬不知耻！大哥，就求您收我做小弟吧，只要能有口饭吃，不用挨冻，怎么都行。再说。钱老弟啊，我们此行可是要去扶阳城的。那我也要去扶阳城。丁大哥，请上车；姑娘，请上车，我来关门。姑娘，谢谢。请。哼，那真是太感谢各位大哥了。等等，例行检查。过来。虽不知大侠有何打算，但还请务必保重。你的心意，我领了。
小子，你的车费也还是要给的。钱袋里是3人份的钱，另外加了2成的小费，就此别过。龙大侠真是菩萨心肠。驾！丁大哥，钱小弟，你们的大恩大德，小女无以为报。举手之劳。小钱虽然身板小，但头脑灵活，可以帮忙照应你们的铺子。那你呢？是不是也？人呢？给。我跟你说，这小个子老可怜了，在战火里寻找失散亲人，被抓走981次，好不容易逃出981次，最后终于叫人逮着下锅了。这个故事简介中又颇具深意，表达了作者厌恶战争、悲天悯人的思想感情啊。兄弟，看不出来啊，穿过来之前教语文的吧？真该让你给那些兵工厂的理科生补课。楠啊，再等等啊，一天就快下工了。朋友，我看你条件不错，考虑一下。就给那么点赏钱，这跟服药业有什么区别？就是每天工时还这么长，不过倒是比2日长好一点。哎，喂，您这个包3餐吗？多长时间可以回家一趟啊？我来。丁大哥，找你半天，我还以为你不辞而别了呢。你别去，你留在花饼铺。哎，大哥，别抛下我呀！2个更好。何哥，还有人吗？还有我！哎，丁大哥，刚才你怎么突然不见了？没什么。这是？哦，这个呀，刚才走在路上，有人在发。这2天已经散发的全城都是了。有些人放着能好吃好喝的金丝雀不做，偏以为自己是能搅动风云的鲲鹏，反战漫画。但誉王殿下对他护短的紧，我们不太方便动手啊。他们之间并非坚不可摧，早就存在嫌隙，有实力发作，只差一个导火索罢了。今天立刻画了吗？今天立刻画了吗？今天立刻……哟，这不是柳公子吗？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柳公子，我是穿越者。你们别拿以前的事干什么啊？穿越者？我说呢，柳公子怎么会流落到扶阳城这种地方来？如今莫不是攀不上高枝，只能改画符了？你们别动我的画！别碰我！叫你们放手！就这点力气，还敢跟咱动手？这就受不了了，一会儿可还有的是你哭的时候。来人！抬起头来，我看看你。你来干什么？没事。杀！哎，别！
你住手！你快走啊！你们！谢公子，谢公子，你到底是来干嘛的？动不动就喊打喊杀，你还不明白？很多人都向往和平，根本不喜欢战争，战争是不对的。还有别的什么事吗？没有就不要妨碍我在这里填海吗？一介平民当众顶撞皇祖，胆子倒是不小。带走。得罪了，得罪了。你们，放开我！刚才那群流民，给我好好的查，一个都别放过。虽然范小兄弟尚未重新做人，但还请你们二位收下这个。这是，还记得我上次给你们推荐的那位吗？印象中是一名3年前投水自尽的绝情谷弟子，救回来之后就成了植物人。范小兄弟见了之后，认为此人太丑，当场把他气醒了，堪称武林盟一大医学奇迹。这是他们家人赠予你们的，这已经是本月找的第56位了。给盟主添麻烦了。我倒是无妨。爱国，谢少侠对你的事是费尽心力，他才是最希望你重新做人的。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谢少侠，你不如将范小兄弟的要求全部罗列清楚，我们对照着寻找，岂不更有效？有理。第1条，须有平行开扇双眼皮。第2条，不可有脱发问题。第3条、第4条、第5。手术之前需征得本人或至亲同意，且给到足够的冷静期确认。我本以为你毫无底线，没想到亦有自己的原则。范爱国，我看你不适合做人，你还是一辈子做匹马吧。谢谢。下一位。最近来武林盟的流民也越发多了，这么收留下去也不是办法，干脆专门建个帮派好了。下一位。谢谢啊！没想到潜入武林盟这么简单。我们旁门绝学就是避人耳目，这套伪装术我已经修炼了10年有余，绝无可能被人识破。不愧是门主。这个武林盟发展的确实不错呀。怎么能长别人底线？他们要熔炼武器，必定要有够大的场地，以及冶炼的原料。但咱们一路走来，没见过有那样动静的地方呀。真相往往就隐藏于细节之中。一辆普通的煤车，为何要装扮得如此隐秘？按照我记下来的武林盟地图，他理应经过了所有的居民点，但直至刚才还是满载，而他也没有给这条街的商户送煤。哼，你们说，他要将这些煤送往何处啊？门主的意思是跟上那辆车。真相一定就在这附近。这是什么？这是武林盟制造武器用的材料，它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找到了，一样的气味。有流氓！子弹上为什么会有女人的味道？其中必有蹊跷。
今天新完成基础款300把，楼主要不要？你点一下，没错就行。找到你了，把东西架起来。是。楼主，受死吧！哎，云奇啊，你不是一直很想替我排忧解难吗？以后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事，就你来做好啦。谢谢你啊。好说好说。云奇，又怎么？打偏了。陆城主！不要紧，不是普通的子弹。中枪了，快去警方一线！云奇，冷静，看到子弹是从哪个方向来的吗？别让他试着，子弹淬毒了。这应该就是上次解开我秘制毒药的那个女娃，送她上路。是。让欺人开始！走。云奇，少门主，许久未见了。小门主，你追不到的，我们都是死士，身上下了毒，在和你打斗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让你中了毒。这点毒还弄不死我，但能拖住你，让门主能逃出升天。那子弹上的毒没有解药，就算是少门主追上门主，也无能为力。做吧！幸得左少侠能默写旁门毒经，解方我心中已有70%把握，但其中几味药草，盟中并无储备。我立刻让忠肝义胆带人去采集。其中有一味寒潭冰莲，至关重要，只生长于北疆危险之地，一定要采年份足的成株，最好命人带上天虫就地检验药性。我去。这几日你几乎不眠不休，还是我另派？不，我一定要去。陶大夫，劳烦你尽快准备好是要用的天虫，拿到后我即刻出发。就让他为楼主做些什么吧。一时飘零时分冷淡。找到楼主了！快帮忙！还有戏，楼主还活着！请先让一让，身上筋骨断除太多。如昼日下，人生几度秋凉。春风似笔画惆怅，只心里天。
改名，一丝风魔掌，几番风雨大梦一场。你这般拼尽全力，小心过犹不及。不，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刀俎绝肠，一缕深月光。哪来几时要放兵来将当，山高水长，相逢一笑别来无恙。大梁竟然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好新鲜的空气啊！李公子啊，散心可还舒适？散心？这不叫散心，这叫囚犯放风好吗？殿下吩咐过，务必要寸步不离，保护您的安全。可是这里没有任何危险啊！你们这前后左右把我堵得死死的，我连在草地上舒舒服服打滚都做不到。原来如此，现在您有空间打滚了。算了，跟你们真是说不清楚。咦，好像有人在湖里面。李公子，咱们还是尽量避免与别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是，公子，老铁，注意队形。老铁，等等，老铁，别走啊！那个人好像越走越远了，看来他是在寻药。传闻这北疆寒潭中有冰莲，可解百毒。唯一的难处，便是这潭水温度极寒。早说啊！老铁，你是在采药吗？是谁受伤了吗？我帮你。你谁？你不记得我了？我们在通号组见过的，穿越光荣反对解救同胞。公子，公子，爹，我们大半年没见了吧？你样子变化真大，我差点没认出你来。你这是在干嘛？测试冰莲的药性。有效果吗？可是虫子这么小，人那么大，这样是能一样吗？有理。啊！你的胳膊！这是在干嘛？身体是药。这靠谱吗？见效太慢了，这份年份不错，我去多采一些。你还中了毒呢，就别再瞎拿冰窖了。我可以。你待着别动，让他们去采。老铁，你跑了这么老远，还亲身以身试毒，一定是要救一个很重要的人吧？其实我也有一个想要救的朋友，他是这边的原住民，对我挺照顾的，但他这人感觉像是那种只能活到最后几集的大反派，你知道吧？动不动就要杀人那种。你说誉王啊？你忘了，他朝皇帝开枪那天，我也在现场。多谢。应该的，应该的。再来几个，要大的。好的。我想劝誉王不要杀人，可
是改变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书里那些穿越的，动不动就能干出些改变历史的大事。我好像穿过来，就只是切了好几百盘蘑菇。切，我要是也能有那些穿越者一半风光就好了。风光背后的难事并无人知。我要救的那个人，他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穿越之后意气风发，又能改变旁人的人。然而树大招风，即使他想置身事外，却也常被卷入风口浪尖之中。他不会我，一旦被卷入进去，就是一次次受伤，很重很重的伤。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我应该保护好他的。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太不好受了，我懂。哎，我来给你学学。禹王他老是，来人，看好他，这里对你不安全，这不是在跟你商量。他对你确实很照顾。算了吧，一天天让人这么看着我，根本不跟我沟通，这也能叫照顾吗？就问你们，你好不你好啊！快拿去交差。都说禹王是个极为冷酷之人，你说的那些疯狂的穿越者，可未必能得到他的照顾。李公子，天色不早了，该回去了。啊，我们还没聊够呢，而且他这一个人多危险啊！这是内卫的命令。药效机甲，我已搭好了。今日多谢公子一行相助，在此别过。若真心离开，今夜此地等你到此时。公子来日有缘再续。老臣，不对，这个茶的味道果然还是不对。这位大哥真乃神人呐！是啊，没有，哪有你们说的那么神啊？我大哥就是力气大了些罢了，大家多照顾。丁大哥，你那么厉害，为什么一定要隐藏自己啊？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你打掩护的，尽管说。哼，你顾好自己。莫非大哥是要找人？谁呀？干脆我帮你打听，我周围已经很熟了。你打探消息的确神通广大。那你可知城中首领现在何处？哦。都说当今皇上的亲弟弟誉王，正是背后资助拓荒族的金主。但有人说前几日看到誉王的队伍出城往北方去了，不知真假。不过另一个关键性人物还藏在城中，他是整个拓荒族的首领，叫焦然。拓荒族的人都叫她焦姐。是个女人？是啊，据说是个很神秘也很可怕的人物呢。什么情况？丁大哥、钱小弟，我带来了新做的花饼，快趁热尝尝。好吃好吃，改善伙食。你们也来吧，谢谢。你也尝一个。Marvelous！ 美丽的女士，你好。你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查理诺曼。你的花饼让我想起了我灵魂的家乡
遥远的日不落帝国。美丽的女士，你相信一见钟情吗？第3流水工厂负责人查理诺曼，工程进展顺利。安全组有份特别急报，派去追踪誉王行踪的弟兄暂时失联。另外，之前负责特别关照誉王小跟班的情报成员也有2天没来打卡了，恐怕凶多吉少。有人在警告我们，手别伸得太长了。殿下，阜阳城内的清理之事已办妥，我北府军精锐已按调令分批乔装，秘密南下。若阜阳今后有异动，能以最快速度响应。这是我王府管家今日托人捎来的线报，请您过目。今日随他出营，可有什么异样？洛真心离开，今夜此地等一到此时。离开，是不是更好呢？如果誉王还是不听劝，我留在这里又有什么用？但是，他肯定不会放我走的吧？你找我？我已命人准备快马，你收拾一下，今夜动身。出什么事了吗？我们去哪儿啊？只有你一个人出发，去北疆。什么意思啊？此地以北都是我的属地，会有人护送你到安全的地方住下。往后出入低调些，待战事平息，他们应不至于再追查为难到你头上。以后太平了，替我看看山川大海。好冷的笑话，你这是啥？临终嘱托吗？还替我看看山川大海什么的。李克，就此别过吧。哼，好啊。你是不是又想说，这不是在跟我商量？对，这是命令。谁要听你的命令啊？你要是让我走，那就别管我去哪儿，我爱去哪儿去哪儿，那是我的自由。你干嘛？你想瞒本王多少事？就算离开，也不准你跟着楼主的人走。我没有。你若不听话，本王现在就派人围剿他。你是不是想看着他身首异处？我根本就不想走。什么玩意儿？你是杀人狂吗你？自说自话，还动不动就要砍人，干什么干？哼！楼主所在武林盟与我军立场不同，您身份特殊，去了恐怕后患无穷。誉王殿下他只是不想让您以身涉险。我知道自己身份敏感，我也不是想不明白，但他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呢？你刚才是不是翻了个白眼？在下没有。营地湖边发现可疑行踪，队长让我立刻向殿下汇报。殿下现在恐怕……进来吧。等等，你排我后面。你这……誉王殿下，要您解释一句，真的是比高考都难啊！啊，不对，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我解释。你怕我继续待在你身边会有危险，又怕我去武林盟也不安全，所以你做好了计划，大费周章的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我安排一条安全的出路。你想多了，我来北疆是有要事安排。哦，殿下日理万机，那出个差为什么还非得把我捎上？因为我可能会像上次一样。
将军啊，这半年来你替朕收复了不少城池，你是功臣呐，怎么反倒跪着不起了？末将与穿越者楼主协商合作，要求他为我朝锻造武器，此事未向陛下禀明，罪该万死。将军之阵更看重结果，何错之有？再说了，既然那楼主挺身与拓荒族为敌，也算是朕从前误会了他的忠心。奴婢该死，奴婢该死！求陛下饶命！救命！这么多年来，将军劳苦功高，如今连你那女儿小雪也学会了替朕分忧。跟我念 ，preserved egg。preserved egg。得女如此，是你的福气啊！怎都这般不得滋味啊？哎，朕记得扶阳城的贡酒向来不错，陈将军何时能够让朕再尝到啊？扶阳仍被拓荒叛军所占，他们以一城百姓为质，请给末将多一点时间。好，对付区区几个叛党，陈将军的伏波军定不会让朕失望。你们有没有感觉怪怪的，像是被谁盯着？爱国！这几日我们陆续往梁军大营送货，最后一车就麻烦谢少侠了。这次里面是具体情况我也不知，但凭吩咐做事吧。看分量，这次送的货较之以往多出不少。要不这次你就……范爱国，你真是懒到家了！我养你何用？谢少侠的病情似乎加重了，他和他的马……别说，我不想知道。那些穿越者不请自来，鸠占鹊巢，逼迫我们为他们干活，倒还装出一副好正义的嘴脸。我们被迫为虎作伥，在此造出来的枪械，可都是要打在大梁人自己的头上的。偷了是吧？扶阳城易守难攻，还好朝廷已经派人和我们联络，只要我们里应外合，在约定的时间为他们打开城门，就有机会一举扫清这些逆贼叛党。今夜就在此处，丁大哥能否助我们一臂之力？唉，眼下这劳狮子第3工厂建完，拓荒族更是不愁打仗没武器用了。那朝廷的军队岂不是更得败退了？苦的都是咱们平头老百姓，得过且过吧，好歹现在还有口热汤热饼吃。丁大哥，你刚去哪儿了？快进来！为什么他也来了？无与伦比的天气与娇艳欲滴的花，却都在这位优雅高贵的女士面前失了色彩。他好像天天来，每次来都送花，跟叛军一路的家伙，还凑到老百姓的店里，什么意思？查大哥，你有心了啊！为了这动人的微笑，未来的每一天，我都愿意为你献上鲜花。谢谢查大哥。婶婶，查大哥又送食材来了。
查大哥，工厂盖完了，你有什么打算啊？当然是归乡了。我在拓荒组这边造船，也是为了积累资源。未来我将造出一艘航海级的大船。我大学可就是学的 civil engineering 的。总之，路途遥远，那是相当的远。而且我听说这个时代是架空的，也不知道设定里我的家乡还存不存在，还说不说英语。不过就算回不去，我也想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大洋彼岸是什么样子的。到时候，不知这位美丽的小姐是否有兴趣与我同行啊？我有兴趣，我有兴趣了。我们可以把大梁国的新奇物品带上船，然后跟其他的国家做交易，一定能赚上一大笔钱。小姐，你很聪明啊，很有穿越者的头脑。那是，我在天下第一楼里干过活，耳濡目染，火遍全大梁的奶茶知道吧？我就卖过。原来令武林盟主增重了20斤，导致比武差点落败的罪魁祸首就是你。不仅是奶茶呢，自己能走的车，不需要沾墨汁的笔。穿越者说这些都是科学技术，我好期待穿越者口中说的未来呀！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奇妙的物件出现呢。当然，还有这些工厂里造的枪。他们有没有告诉你，科技是无罪的？查大哥的家乡也会打仗吗？会啊。老实说，战争本来就诞生于人类之中。每当世界有变化、有进步、有新的资源要分配，就免不了会出现战争。一群人生存的权利，就这样通过争斗让给另一群人。扯远了，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查大哥，小女藏了几壶扶阳城特产的好酒，查大哥若不嫌弃，不如……不了，我之后还有重要的公务呢，不能沾酒。真是一酒泯恩仇啊！查大哥，你喝多了，我扶你进去。不要叫我查大哥，口没气儿。你太好了，我转来这个陌生的地方太久了，从来没有像你这么关心我的人。Will you marry me？ 这是拜上祖宗了吗？那双腿跪啊，双腿 ！Please marry me, OK？ 查兄，你建这个兵工厂用了几日功夫？那可真是好久了。要是拆呢？老弟，你 interesting。刚建好的工厂可不能拆，皎洁今晚还要来视察呢。No。查大哥，你喝多了。没有，没醉。丁大哥，来，我敬你一杯。我酒量不行，刚才跟他们喝的都是掺了水的，但是跟丁大哥喝的不一样。丁大哥，还记得我们刚遇见的时候，我跟您测面相，当时我就觉得您是我钱真多命中的贵人。敬酒有酒敬酒醉。我是个孤儿，小的时候大梁就在打仗，我不记得自己从小到大辗转晃过多少个地方。比起所谓的家，倒是火光和枪炮的味道更让我熟悉。后来穿越者来了，他们的世界真好啊。在第1楼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们的生活能一直那样该多好。大梁早就该变了，而且即使经历战争什么的也无所谓，反正也习惯了。但是最近
尤其是遇到丁大哥之后，我又觉得战争很不好了。我只希望大家能一直像现在一样简单的活着，不要有任何变数。您是不是要去杀那个焦然？您不说我也猜到了，擒贼先擒王嘛。大哥，你这么强，肯定有能力让焦然服手，甚至还能摧毁掉这些造枪的工厂。但是那之后怎么办啊？那些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背后那个誉王还不知道藏身在何处呢。想找总会找到的。丁大哥，您能不能不去？我想一直。你是做大事的人，可能不在乎我这种小人物的想法。丁大哥，您再强也是凡人之躯，凡人怎么能抵挡得住枪炮呢？我们身在江流，不可逆行。假如你出了什么事，我。走，哎，你看我。放心，没有人会有事的。那个查理诺曼呢？可能又在哪里喝醉了。小的已经派人去找。没用的东西，不必了，带路。是。怎么了，娇姐？大概是我的错觉。走吧。站住！是丁大哥。走南面屠户后的小巷，我已经清理过沿途，可以抵达城门附近。你们且小心行事。丁大哥不与我们一道吗？你明明身怀绝技，为何不？莫非你另有谋划？刚建好的工厂可不能拆，赵姐今晚还要来视察。你是不是要去杀那个焦然？丁某一介江湖莽夫，练就武艺本就为忠于君、忠于国、忠于天下。大梁能有像丁大哥这样的忠义之士，是万民之福。吾等也会尽快将城门打开，今夜注定不会太平。丁大哥多多小心。天下太平啊！怎么是你？今晚可真够热闹的。你们想取我性命，总该报上名来。大梁密兵奉命行事，要你这挑起战争的祸首在此伏诛。原来是朝廷的人。我去，你留下。来不及了。
是啊，丁大哥、师姐姐都跑去哪里了？Hi Ben. Wow, what a lovely day. 真想去你的家乡看看。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大哥他一定会救我们的。来，抓住我！不管那么多了，赶紧先把城门！乡亲们，都来帮忙啊！一起帮把手！大伙不要慌，皇上派人来营救我们了！快，再使把劲儿，门就要开了！谢谢你，恩人。到南门去，那边有朝廷的人接应。朕的子民，何为朕的子民？自那些穿越者现世，至今已有30余年，早有人说分不清谁是穿越者，谁是原住民。朕倒觉得分得很清呢。那扶阳城中的百姓为叛军提供帮助，与虎谋皮，手上沾着我大梁千万忠烈的鲜血，依你看，他们还算是朕的子民呢。来人呐，贺我们陈大将军早日收复扶阳城！奏乐！好极了！
快开枪啊！只要有龙大侠，就不会有问题的。龙大侠，相信龙大侠会主持公道。龙大侠就是正义的化身。只要龙大侠，龙大侠，快走！好兄弟，当今纷乱局面，往日规矩已不适用。你想凭一己之力救天下于水火，注定是条险路啊！我等习武之人，怎么看天下人受难而做壁上观？那叛国的拓荒逆等一日不除，我一日寝食难安。伴君如伴虎，当今圣上内心极度变态，就算没有拓荒族，天下在他手里也迟早玩完呐。天地军师。扶阳城百姓协助玉王叛乱，私造火器工厂，与叛军同罪，杀无赦！为什么要这么做？什么为什么？你究竟是哪一边的？不是，我将玄力剑重铸为盾，或许可以守护万民。战争本来就诞生于人类之中，一群人生存的权利，哪有那样轻易让给另一群人？丁大哥，你再强也是凡人之躯，凡人怎么能挡得住枪炮呢？我们身在江流，不可逆行。是我选错了吗？如此战力，拓荒族有你这号人！你是人是鬼？开枪！大家不要拥挤，遵守秩序，原地等待。我们会尽快想办法安排大家避难的。原地等待，遵守下秩序。哎，你怎么逃出来的？哎，我听他们说，有人单枪匹马将城外拿枪的人都杀了，我这才从城里逃出来啊。大夫，轻点。忍耐一下，这些烧伤感染了，必须尽快处理。老头子，老头子，你怎么？这边有人晕倒了，准备做心肺复苏。来了，来了，来了！竟有如此之多！想不到朝廷军居然对百姓下如此毒手。林盟主，陶大夫，有件事想请林盟主帮忙。谢谢。乖啊，不哭了，很快就有东西吃了。给。哦，谢谢，谢谢大侠。
大侠，对不起啊，小孩子不懂事。没事的，孩子饿坏了。云起，睡。谢谢。叫大厨房多熬些米粥。收到。是。哎，登记处那边需要人手，你们两个过去帮忙。好。你要走？嗯，这些难民的伤势都不重，有你照顾他们，我很放心。我刚刚打听了一下，阜阳城附近有很多重伤的病患无法赶到这里，我作为一个大夫，无法对此置之不理。你们两个随陶医生的队伍一起出发去救助伤患，供他差遣。是。保重，李盟主。保重。谢谢。楼主，凯总，我刚刚想过了，以咱们武林盟现有的资源，完全可以在周边继续投资，修建几个村镇什么的。毕竟钱放在那里也不会自己升值嘛。你想啊，等这些人状态恢复了，我们可以促进他们再就业啊，没准朝廷一感激他们，之前的事儿也都既往不咎了。到时候不但能创造财富，还能提高咱们武林盟的口碑，两全其美呀！林盟主，人数统计出来了，目前聚集在山脚下的百姓啊，有512人，另外还有200余人安顿在附近的村落。近日可能还会继续有新的百姓投奔过来。无论如何，先要将山脚下的这些百姓安置下来。盟主，武林盟如今的状况并不乐观，若任由他们进入武林盟，恐怕我等难以招架。不如，前辈有何良策，但说无妨。不如我们优先让江湖人士和有劳动能力的人优先进入，以便日后壮大我方势力。况且，这样的话，那些老弱病残怎么办？让他们等死吗？左公子言重了，百姓陷于水火，本应是朝廷来管的。我等江湖人士出手相助，已是不易，而且现在时局纷乱。我听说这些人之前在阜阳城都是拓荒族的手下，连朝廷对他们也痛下杀手。武林盟现在怎么能盲目收留他们呢？这岂不是祸水东野？贪生怕死！你说什么？照长老所说，这些阜阳城的百姓为拓荒组造过火器，通通都是高端技术人才。武林盟以侠义自居，又怎能将百姓区别对待，无视人命？楼主这话说得轻巧，难道你忘了朝廷用来伤害这些百姓的火器，还不是你带着大伙造的？就是。你胡说什么？当初不是你们求着楼主出主意谋生喽？谁又能料到朝廷会对百姓出手？好了，别吵了。各位听林某说一句，阜阳城和武林盟相距甚远，这些百姓一路颠沛至此，足以证明天下百姓对我们武林盟的信任。我等自然不能辜负他们。传我命令下去，武林盟成员以各门派为单位，在山脚下搭建临时营地，全力救助所有百姓。1刻之后，召开全体武林盟长老闭门会。是。我去约会议室。去吧。飞鹰寨的集合了，跟我去办粮食。是。古墓派全员听令，2人一组，搭帐篷。好。开总，你在这干一天体力活了，该休息一下了。你身体还没恢复好，别太勉强自己啊。我没事。云邪，带他回去休息。一会儿的会议你们先不要参加了啊。来，2位长老。林盟主。回。
云起啊，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别憋着。不要受他们那些话的影响。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好人？我人帅、聪明又多金，这么多优点，你就一句好人？我可不是什么好人。长老们说的没错，我愧对那些百姓。从给朝廷造枪开始，早就想过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真的临头了，还是……我们造兵器是迫不得已。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如果没有人能制衡拓荒族，大梁就真的让他们给推平了。我没你说的那么高尚，我只不过想在战局中活下去，结果弄到现在这样，把开总也拉下水了。你知道最早林盟主伙同我一起为奈何乡骗你时，他是怎么说你的吗？他说，若是我瞒不过你，暴露了原住民的身份，就跟你服软卖惨，你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一个无辜者送死的。林盟主还说，他之所以与你交好，就因为你虽然不会武，却懂得天下之大侠义。哎，停，离谱了，这一点也不像开总的口吻。弄到现在这样也没办法。想要什么天下之大义，要付出的代价还多着呢。就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护住一些人，是一些人吧。我还是去开总那看看吧。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开这个头，那就由在下来说明吧。林盟主，我等一致认为，继续让楼主待在这里实为不妥。王长老所言为何？这首先呢，楼主是朝廷亲犯，我等暗中收留他的事一旦败露，就是公开与朝廷为敌。其次，武林盟近日饱受非议，也是因为他楼主先前规划的那些所谓的万无一失的方案，所以于情于理，他都不应该继续留在这里。诸位说是不是啊？可是，王长老的有理。要不是因为他，那些百姓何故流离失所？现在倒好，百姓找上门来了，江湖人都知道咱们手上不干净，帮了人家只会觉得咱们理亏，吃力不讨好。没错，打造火器卖给朝廷，这个馊主意就是楼主他提的。天天一副唯利是图的商人嘴脸，还不是因为自己贪生怕死？真有他的！龙大侠德高望重，就因为与他意见不合，才愤而离去，孤身对抗拓荒族，搞得现在生死未卜。没错，如果当初跟随龙大侠，我等何苦背负如此骂名，遭天下英雄耻笑啊！就应该将他交给朝廷。林盟主，该说的都说了，他如果不走，我们如何向天下交代？必须不然，决断吧，不能再拖延了。各位长老，各位掌门，稍安勿躁，请听林某一言。如各位所言，我们此次遭到天下英雄的耻笑，此等公关危机自武林盟成立以来也是头一遭。但是这一切并非楼主的错，真正该负责的人，实则是我林开。林盟主，事到如今，你还是要袒护他。首先，下令造火器的人是我林某，而我没能洞察朝廷的真正意图，导致百姓惨遭屠戮。作为现任盟主，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其次，如今的大梁在这场战争的推动下，火器技术在飞速进步。武林盟如果不与时俱进，很快就会被时代所淘汰，沦为战局的旁观者，甚至毫无自保之力。到时候我们再想做什么，都为时已晚。正因如此，我几次三番拜托楼主，想让他给我们带来先进知识以及长远发展之策，让我们这群习武之人能在这个时代保有一席生存之地。光凭这一点，我林某人一直欠楼主一份感谢。这孙子，
世间的变化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的确变得蛮多的。多年来，武林盟一心为苍生造福，为朝廷分忧，哪知当今天子无意，视百姓为草芥，做出如此暴行。在座的各位因给朝廷造火器而内疚，然而武器本身是无罪的。就好比咱们江湖中人每天腥风血雨，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但有谁怨恨过那制造武器的铁匠？是啊。玄离剑在徐隽手里是嗜血凶刃，但在龙大侠手里就变成了守护万民的玄离盾。这说的没错啊！我们武林盟与其躲在这里自责，不如将对百姓的内疚与羞愧转化为对抗暴力的信念。没错，说得对。好，从今天起，武林盟彻底与朝廷决裂。今后我们只为天下苍生而战，若为此事，当如此剑。好，说得好，就苍生杀了狗皇帝！而楼主，他的能力有口皆碑，从此以后就是我们武林盟的军师，为苍生而战，为苍生而战。阿战，搞什么呀？事情怎么越搞越大了？没办法，谁让咱们欠全天下一个交代呢？诸位，林某还有要事跟楼主相商，先行一步。哎呀，楼主辛苦。林盟主说的可真好啊！是啊，我们在江湖上打拼死伤，谁怪过那铁匠啊？哎，就是。做这么大决定，都不跟我商量商量啊？哎呀，商量什么呀？这不都迟早的事吗？我自从进了武林盟开始，就被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哎，不是我，是天安排的。哪次不是在世间最混沌之际，你我相遇，强强联手，化解危机，然后你就乘着那风扶摇直上，你也不怕摔死？摔死算什么？我们江湖人士最不怕的就是一个死字，死后无名才叫是大。当朝者无德，拓荒祖激进，大梁人早不信任任何一方，但在武林盟的妥善经营下，终于竖起了温和派的旗帜。阜阳城爆炸后，那些百姓纷纷选择我们武林盟来投靠，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我们已然是众望所归，这正是我们叫板天下的绝佳机会。叫板天下，林开，你的愿望是什么？嘿，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你有没有想过，作为弱势方，很有可能会被两方同时夹击呀？哼，这不有你在吗？所以，根据我的计算，咱们只要保证现有军工厂的正常运营，不出半年就可以弥补咱们在阜阳城所遭受的损失。我们会长正在开会，您不能进去。滚开！是你说把核心军工都集中在阜阳城，现在倒好，整个阜阳城都被推平了，连老子的配偶心血也毁于一旦。这件事你要怎么跟老子交代？我有让你们停下来吗？啊！有没有听我说话？急什么？早先誉王就说过，那个狗皇帝会来个鱼死网破。军工厂的核心力量早就转往北城了，其中包括你的药物实验，无非是可惜了那些老旧库存。虽说这次被伤了元气，但恢复起来也花不了多长时间，而且我们只会变得更强。对了，这家伙，你知道是谁吗？就是他。砸烂了我们在阜阳城里所有的库存。停下！阜阳城过来的要在这里登记啊！带我去见林盟主。啊，你是龙大侠？安乐剂起作用了，做好准备。这位武林盟弟子遭意外离世，他的家人已经同意捐献遗体。如果你也认同，我们就尽快将范爱国的魂体从马山转移到此人身上。
这具马身本就年老力衰，加之近日运货奔波，已快到承受极限。倘若错过这次机会，等大限之日，范爱国的神魂将无处可去，最终消散。换题的把握有几成？据前几次情况判断，弥留之际，范爱国的求生意识会主动靠近最近的生灵，到时候我会助力引出他的神魂，再将其稳定在新的躯壳中。马上就到最关键的时候了。热水来了，毛巾来了。现在听我指挥，吸气，呼气。他怎么样了？放心吧，换体很成功，身体和精神都稳定。你可以进去看他了。你，山啊！啊，陶医生手艺真不错呀，不仅身体换了成功，而且这个平行开扇双眼皮拉得堪称完美啊！之前在下答应替你寻找合适肉身，如今功德圆满，你我当自此分道扬镳。你看看，一起出生入死的时候叫人家爱国，现在兄弟我做人了，你就想甩我走啊？你呀，一定是嫉妒我的英俊潇洒，跑在其他姑娘面前抢了你的风头。嗨，恬不知耻。哎，说起来，变回人就是舒坦呀，至少不用把你拉货了。你什么时候拉过货了？一直都是我在出力。还有，我回家，你跟来做什么？去潇湘山庄怎么能不带我呢？以咱俩共享肉身的交情，我怎么也算你爹的半个儿子吧？哎呀，上次不小心把咱爹气晕了，还没当面赔不是呢。什么咱爹？谁是你爹？哎，你家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早知道你做人比不做人更不要脸，当初就应该让你自生自灭。等等，怎么了？你说我这个鼻子是不是可以垫高点？哎，我看罗纳霞那个鼻子老帅了。想让你说呢？范爱国，你有病吧？当心！我飞！好大的气力！校长，你快逃，我来拖住他们。我坐过马，但是我不会骑呀。校长，有我在，没人能动你。我们与诸位江湖朋友并无恩怨过节，若你们执意不肯让行，便请赐教吧。大哥，这人不怕我们，兴许有几分本事。哼，看来又是时候使出那一招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呐？一切都是要讲究调度、讲究计划的，好不好？我才是军师，你要听我的。我们要打，越是现在这种情况，越要等，要打。哼，还有什么好等的？既然咱们都决定跟朝廷掰了，反正早晚都要打，不如先下手为强。对，没错。以武林盟目前的财力，收留难民尚且勉强，短时间内哪有钱组建正规军队？没有正规军队，拿什么跟人家打？你看，你说句话。哎，我就不爱听你说钱，没钱怎么了？没钱还什么都不用干了？对啊，咱本来就是江湖好汉，没钱可以去借官银啊。正规军算个屁呀！咱们武林盟个个英雄豪杰，打起来一个顶10个。对，没错呀，武林盟是素的，为百姓报仇，武林盟拿不换，跟着打！各位大哥，拜托你们清醒一点呐！门派斗殴、拦路抢劫，怎么能跟真正的战争相提并论呢？真正的战争是很残酷的。你看，你说句话。怎么就不能相提并论了？你别小看人，咱的生活也很残酷啊！咱哪个没过过刀口饮血的日子？你又不是江湖中人，怎么能了解我们的苦？对啊，太小看人了！你个文人懂什么江湖？武林盟我没有小看你们，我的意思是，上了战场，你们面对的可是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就算忽略装备和人数上的差距，
在带兵的经验上也差人家一大截吧。打仗要考虑的事情多了去了，什么战前部署、协同作战、战术调度、后勤保障等等等等，不是脑门一热往上冲的呀。实话说，在座的有一个能带兵的吗？啊？战术调度是啥？兵法吧。带兵有啥难的？要我说，谁最能打就听谁了。那就龙大侠带兵。龙大侠自打回来就在山顶没下来，那就找个第二能打的。那就联盟主。我不行，我不行。要我说，咱们就举办个比武大会，把第3、第4、第5、第6都选出来，反正越能打的职位越大。好主意！联盟主同意。武林盟number one，武林盟number one。你这都不说句话，你这奶茶什么牌子的，这么大杯？大家听我说啊，诸位掌门想要讨伐昏君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楼主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参战的事不应操之过急，更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不能平白牺牲我们江湖儿女的性命啊。就是，只要敌人没打到咱们家门口，咱们有的是时间。林盟主，不好了！山下岗哨汇报说，见到有人发红烟号箭求救。随后我就带人前去调查，在现场我们发现了谢良公子马车的残骸。什么？谢良和范爱国呢？没见到。真给他脸了，这不都打到咱家门口了吗？卑鄙狗皇帝，搞偷袭！兴许是拓荒组，因为咱龙大侠摧毁了他们的工厂。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如先弄清楚袭击我们的人是谁吧。管他拓荒组还是朝廷，敢绑咱们的人，林盟主跟他们干了吧！对，干了，给他们脸了，奥利给干了，兄弟们！对，林盟主下令吧，下令吧！敌人已经找上门来，如不战而退，我等今后定无法立足。更何况谢良和范爱国毕竟是咱们的人，道义上咱们也不能弃自己人而不顾。这一仗必须要打！既然如此，我有个提议。如今敌暗我明，不如由林开和我亲自带领各位掌门前往，一来可以侦察情况，二来可以借机检测各位掌门的作战能力，以此来选出带兵的合适人选。哇，不错嘿！我没意见，各凭本事。对，同意。既然如此，我们即刻出发。在此期间，各门各派调遣全部兵力，严守武林盟，禁止任何人出入。遵命。大哥二哥，这回咱们发财了不？这破铜烂铁卖到城里，估计能换些银两。老吃山里的野味也没劲，可以换半年份的口粮。哎，不过大哥，那2人怎么处理？管他呢，打发了算去。哥，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说，今天高兴，咱啥都应你。你听我解释，并非我学艺不精，这3人武功之强，凤野武林也难寻1、2。依我看，他们不是朝廷的人，就是拓荒组的人，定会对我们严刑逼供。此番恐怕是劫数难逃了。你放心，到时候你就说你只是驾车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会用语言激怒他们，让他们冲我来。我从小习武，这点苦还是受得住的。如果你能出去，记得帮我跟林盟主带个话，说谢良辜负了他的信任。如果可以，去看看我爹，跟他说谢良没法给他尽孝了。替我好好活着。尔等无义之徒，一起上吧！便是身死于此，谢某何惧？没你事了，你走吧。你不能走，我们有个惊喜给你。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妹妹，目前还单身。我们的想法呢是……哎，你怎么不走啊？你们想对他做什么？放了他！有什么事冲我来！冲你来？可你不光武功差，长得也一般呐。士可杀不可辱。你若瞧不起在下的武功，可敢与我单打独斗？不自量力呀，这人。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哈。拜天地啥的，咱就省了吧。你们直接最后一步吧。哎呀，哥！老二，咱俩走吧，让他们单独聊聊。啊？什么声音？
听着像野猪在下崽儿。那个谁，要不咱们再往前走走？你们看这个树桩，明显是被人用大型工程器械从山顶弹射下来的。拥有这种技术的，也只有朝廷或是拓荒族了。你们看这个脚印，根据深浅程度，我们可以看出，敌人中有一个身高15、16尺的巨人。15、16尺，那是怪物啊！难怪谢少侠对付不了。把人变成怪物，或许是和我爹有关系。而且对方很狡猾，离开时掩盖了痕迹，这下可难找了。谢公子，少侠，谢公子，是谁干的？是朝廷还是拓荒族？都不是。那袭击你们的事儿，3个土匪。我是不是听错了？他刚刚说的是土匪。对，3个。现在怎么办？当然是连夜上山救人呐！大哥何故叹气？今日耍这一通威风，便真算得什么出息吗？想当初，你我兄妹3人在洞中练成绝世武功，本以为能就此称霸武林，却不料接连失手。技不如人我也认了，只盼能接受大师指点，再闭关修炼10年，重出江湖。莫在此处闹事，且去武林盟附近落脚。可时至今日，那位高人师傅也没来寻过我们。这武林盟附近鸟不拉屎，只能啃树皮为生。若不是为了等候师傅大驾，我们何至于落草为寇？师傅呀，你究竟为何迟迟不来呀？这还用问吗？定是嫌我们底子太差，不配做他的弟子。我们这一上活得像个笑话呀！我不甘心啊！哥哥们别这么说，至少我如今有了相公。武林盟包围了，赶快释放人！我来这儿！相公，你别喊！里面的绑匪听着，你们已经被武林盟包围了！不就是3个劫匪吗？犯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就是啊，我还要接我闺女放学呢。外国，我们来救你了，坚持住！哦，是他们。你认识他们？啊，他们虽然不敌龙大侠，但武功高强。若是单打独斗，这里恐怕没人是他们的对手。众侠士，此3人实力深不可测，我们要一起上，才有机会打败他们。区区贼寇而已，说出去也不嫌丢人。看我来教训他们！等一下，贼人受死！怎么？就这功夫还配当掌门？老二小妹，看着这些草包，我倒是找回了些自信。没错，让我再试试他们。好，好，没想到他居然能跟大胆战平，这3人果然厉害。我们一起上，今日就是我们名震江湖之日！好，阿甘！
原来这就是15、6尺的怪物。让你们瞧瞧我的绝世武功，还有谁敢应战？是你？那位竹林中的高人也来了。竹林中的高人，你们说的，可是那位曾经天下无敌，后来却还是落败的龙大侠？怎么能说是落败呢？对呀，就是。你说他败了是什么意思？龙大侠没有败，对，他没有败，他不过是全身6处骨折，严重失血，多处器官感染，在山顶休养至今没有下来而已。能把那种神人伤成那样，我记得连我们的绝招都无法伤他分毫。我不相信当今天下有此等高手。你说是谁伤的他？你不该问是谁，你该问是什么。扶阳城一战，武林神话龙大侠用武功对抗火器，身负重伤，休养至今。知道他为什么会败北吗？就是因为他跟你们一样头铁，仗着自己武功高强，和这个时代去硬拼。龙大侠根本不是败给了某个人，或是某个组织，打败龙大侠的是这个时代。武林神话的陨落，给我们上了血淋淋的一课。一个全新的火器时代已经到了，不能顺应时代，就会像龙大侠和扶阳城的百姓一样，成为被洪流冲刷掉的牺牲品。你凭什么？楼主，你的意思是我们几十年所学全都是没有用的吗？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湖消失在时代洪流之中吗？唉，那要看你们怎么理解消逝了。2000年后的世界，虽然没有江湖，却拥有了和平，所有人都吃得上饭，上得了学，人们出门不需要带刀剑，因为不会有人要无故加害彼此。没有了快意恩仇，却有了繁荣昌盛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若世间没有不平事，吾等要刀剑又有何用？那可是2000年以后，现在是要打仗，而且用的是连普通人都能使的枪炮。我们习武之人又能看什么大用？就连龙大侠都……你们忘了吗？龙大侠虽然重伤，但他凭借一己之力挽救了半城的百姓，还重挫了朝廷和拓荒族。你的意思是，我们武林人士可以将武学和枪炮结合在一起，加以训练，组建成一支比普通军队强上100倍的军队？没错。未来虽然没有江湖，但武侠精神仍在。龙大侠虽然败给了时代，但却没有丢了侠义之魂。我们大家应该和龙大侠齐心，一起匡扶正义，顺应时代，变大变强。那还等什么？咱们接着干吧。所以第一步就是要严格按照我的计划去部署规制各个门派愿意参军的人。对，咱们现在就号召起来。然后我会派专人教授大家关于合理使用枪炮的知识。没错，枪这玩意儿可比旁门的暗器得劲，而且刚入门的弟子都能使。我也同意，咱们都听楼主的。好，都听楼主的。组建军队不是1、2天就能成的，所以恳请各位长老回去之后耐心。那就7天。桃花帮帮主真会说笑，至少得1个月总够了吧？楼主刚才还说我们武林人士比普通人士强上100倍呢。没错，楼主说的对，主念之发展强调，武林们的武林的武林盟姐俩，我不敢久了。3位兄台，人家是姑娘啊，3位豪杰，在下乃是武林盟盟主林开，有幸见识3位的武学，实感钦佩，只恨自己不能早些结识诸位。若是汝等愿加入武林盟，林某保证会让3位成为响当当的大人物。若是真的，我们就能完成师傅他老人家的遗愿了。人家的相公好像是他们的人呢。好功夫，承让。抛开师傅的遗愿和舍妹的感情，我对你们刚才描述的和平盛世十分感兴趣。我罗白勺愿意加入武林盟，我罗德愿意加入武林盟，我罗弟愿意加入武林盟。
主，我们武林盟的将才选出来喽。而且军队的名字都写好了，叫南博望军。收兵，主收兵。盟主，楼主，有2个消息要向你们汇报。一大早的，先说好消息吧。只有坏消息和一个更坏的。阜阳城一事传得沸沸扬扬，有人声称见到龙大侠当日就在城内，因此质疑他是否是朝廷的同谋。现在众说纷纭，许多人要我们交出龙大侠，要他为此事承担责任，也有龙大侠的粉丝要求我们说明情况，还他清白。另一个消息呢？这些人现在就在山脚下闹事。龙大侠！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咬死你们！咬死你们！龙大侠侠义心肠，管过多少天下不平事，少拿你们的揣测来血口喷人！龙大侠一定是朝廷内应，竟然让无辜百姓为那些疯子穿越者陪葬，他不配称之为侠！凭什么这么说龙大侠？你放屁！给老子滚！那他怎么样了？自打从阜阳城回来，除了将带回来的少年交给陶姑娘医治，不曾与任何人说过半个字。那么高的心气儿，现在重重跌了一回，一时半会儿怕是缓不过来啊。其实我这还有个好消息，现在朝廷和拓荒组正忙着互相抨击，好把阜阳的罪责都推到对方的头上，老百姓举棋不定，正是我们招揽人心的大好时机。我们要比朝廷和拓荒组都快一步，提出百姓无法拒绝的和平主张。但是说起来容易啊，具体怎么做就毫无头绪啊。老百姓想要的不只是龙大侠的真相，也想要武林盟对这件事的态度。掌握不好舆情，我们反而会失了人心啊。所以，想要传播理念、打舆论战，能有什么比打造一个自带流量的 IP 更快呢？IP 是何意？就是你现在武林盟给我找个认识字儿的、会说骚话的打工仔过来。小公不见了，哥哥怎么办？你耐心一点，好好找。爱国，他不见了，爱国，爱国。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哎，我真傻，我光知道自己才貌双全，却不知道以我的完美会招来这么多麻烦事。你既是要躲人，正好楼主给你机会闭关写稿，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啊！合着不是你做乙方，你都不知道楼主给我提了些什么变态要求啊！啊！你看啊，很简单呐，你就写个小说嘛。这个中心思想就是穿越者与原住民应当排除万难，和睦共处。因此，只有温和派的武林盟是好人。既要含蓄，要让读者领悟精神；既要拳打朝廷，要脚踢拓荒组；既要剧情精彩，要立意深刻。简直是个五彩斑斓的黑一样的狗逼需求。哼！所以说了这么多，你稿子写得如何了？嘿嘿，一个字都没写。哎呀，急什么呀？我现在是在搞创作，一定要在死线上才能有灵感的。何为死线？就是一种身心极度紧迫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况下呢，这样吗？我才不信你舍得对我出手呢。哼。听闻罗家小妹正在武林盟内挨家挨户寻找她那半路失踪的如意郎君。
我现在文思泉涌，感觉能日更3万。小范呀，写的怎么样了？楼主让我来收稿了。这是第1期的故事，劳烦了。哎呦，不错不错，楼主雇你做催稿员，真是英明。不过1日之内亏你能做出这般字数，不会是胡写一气、滥竽充数吧？滥竽充数，哼！我告诉你，你马上就将见证大梁历史上第一部文学巨作的诞生。啊！在故事的开头，一位21世纪的女白领二丫在出游时落水，醒来时发现自己回到了古代，成了一户富贵人家的女儿。但她刚一暴露身份，就被又惊又怕的家人们关进了花园的小屋里。唯有这家的花匠梁郎并不把她当作异类，甚至暗自对她倾心。很重吧？我帮你拿。好啊。这日，梁郎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向二丫表白。贤娘娘，在下有一句话，想对你说很久了。二丫预感到了不妙，却又怕伤害梁郎，她急中生智。哎，你看那是什么？啊！青青荷叶清水塘，鸳鸯成对又成双。哎呀，配鸳鸯配鸳鸯，只有鸳来没有鸯。啊！哎，见梁郎仍是听不懂，二丫只好再接再厉。哎，你看这湖面2个影，拜把姐弟笑盈盈。我见水中好情侣，年龄不会成问题。啊！束手无策的二丫只能向梁郎坦白了实情。对不起，我想专注于事业。然后呢？是不是惊世骇俗、跌宕起伏，深深地扎中你的心？也就一般。一般？看来你还是没有认识到其中的精髓啊！这只是个开头，之后还有大 boss 文才出场。等他们3人间的爱恨情仇引发穿越者和原住民之间的理念之争，你就会发现这是一部主题深刻、思想升华的文学巨作呀！你这名著叫什么名字啊？霸道花匠爱上我。震惊凄美爱情小说横空出世，高居如册读物榜首。开宗紧跟连载，买通全国说书人组织进行地毯式宣传，3个月出单行课本，花钱请各大文豪作序留评。没问题。云溪，你去叫桃花帮的女弟子贡献一下以前给龙大侠搞后援会的经验，小范马上就能用上。小贤啊，我们故事里二丫随身佩戴的那个香囊是个不错的元素啊。放心，我已经安排赶制二丫专用香囊，之后作为周边贩售。另外还请了竹林48贤在赶制新曲幸运香囊，下个月的月旦评也会发表点评。更新了！什么呀？霸道花匠爱上我更新了！我真正爱这个。让开让开，不准看！哼，朝廷这是给我们使绊子呀！翰林学士李大人对霸道花匠阅后评价：生搬硬套，毫无文采，在民间引起激烈探讨。你们这帮姓李的！李大人说，官职有如行尸走肉。姓李的嫉妒我们哥哥出名，国大当头，却以这些儿女情长削弱士气，简直居心叵测，四处当奸。朝廷这招是想把范爱国安个妖阳惑众的名头，这样下去，他的名声……我去看看范爱国怎么样了。你怎么看？朝廷反对的声音越大，岂不是越说明他们害怕？范爱国，听说没？跟红了！你难道不知那些都是在骂你吗？无所谓啊，没有人讨论你的时候，你才彻底完了呢。这就叫黑红。黑红。现在的状况就是，越多人争议，讨论度就会越高。原来如此，朝廷的打压反而是在帮我们宣传。那我们接下来，等单行本出来，
我们立刻给范爱国举办签售会。放心吧，那时候你就会知道范爱国现在真正的人气。文坛新人范先生携凄美小说《霸道花匠爱上我》邀您共聚。我买了5本呢，也算是给小范先生增加销量了。你呢？也就买了5个仓库吧。为你而活。哎，你说这人呢，怎么能有颜又有才？这不活该我红吗？千般万般留不住，人气朱颜花气树。小范先生，能签个纯一吗？哎呀，能握个手吗？嗯。怎么样？这待遇你没享受过吧？是。爱国哥哥也给人家签签吧。这待遇你没享受过吧？没想到仅仅是写书造势，就能引发这样的狂潮啊！你可以说这是故事的力量，也可以说这是传播的力量。哎，大家不要急啊，一个一个来，都有，人人都来了。我们已经做到了最重要的一步，让人信服，让人共情。哎，看这个月的更新了吗？看了呀，真是个气死个人啊！那个梁郎怕不是个木头。对呀，当这本书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便能百传千，千传万。而我们植入在故事中的观念，逐渐会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师傅，劳驾您再多绕2圈，我得把这小说看完。好嘞，这个我擅长。就借着这风，飞得更高一些吧。爸爸，我错了，我不认识这个。爱国哥哥，你怎么能忘记我呢？那天你我2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我们可是对看了1晚上呢。飘着浪漫的亲情，我用最干嘛？有《霸道花匠》第4卷吗？借我看看。有是有，别给我弄皱了啊！我还特意包了书皮呢。没想到我们那个世界的网文在大梁也这么受欢迎，穿越剧果然是真的。你输了。我下午自己居然输给一个故人！不行，我得带下去。回去赶稿要休息。奇怪，刚有人说爱国哥哥往这边来了呀！爱国哥哥，爱国你干嘛？霸道花匠最新的家印已经都处理完了。好。与朝中辩论的文稿也已经审过了。好。楼主，我在这里处理公文，你在旁边好不快活。你不觉得有些许不合适吗？哎，行啊，等你干完活，也请你吃糖葫芦。唉。独自感觉你的美丽。我想过了，我可以等。二丫流泪道：“我不做宵小与原住民结仇，只想着世上能容你我2人。若是人人像你这般，武林盟这是把我们也骂进去了呀。他们是铁了心要成为第3股势力。口舌之快，这些雕虫小技就交给我来处理。他们之所以如此挣扎，正是因为扶阳城战之后，无数民心倾向了誉王殿下您。只有您才能带领我们推翻残暴的旧体。殿下放心，我们再过数月便可攻陷皇城，让您坐上那本就该属于您的位置。若无其他事禀报，我便回府了。殿下慢走。今天是我穿来大梁的日子，你这是在吊唁你的旧友？我都已经穿过来5年了，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的事，就不能给我讲一讲？
没什么好说的。真的没有吗？毕竟我和他关系匪浅啊。走在路上被人认成是青楼乐师什么的，我也很为难啊。柳家是我的母姓。只为复仇。周景一一日不死，本王一日不得善终。可在我眼里，你现在也像一具行尸走肉。你的母亲和弟弟，还有柳公子，也希望看到你这样子吗？住口！对不起，我之前想的太简单了，从未理解过你。我以为你只是生在皇家身不由己，一切都是为了推翻皇帝，取而代之。本王对那皇位半点兴趣也无。可拓荒祖一直打着你的旗号，各取所需罢了。本王也不求被人理解。亲朋故知都已死了，本王在世间独活，无牵无挂，唯有此恨常驻心间。哎，等等，玉皇殿下，不对啊，我应该也能算您的亲朋故知吧？你看，我正好穿越到柳公子身上，而且刚巧我笛子也吹得不错，这是跟你故知沾边的。咱们认识5年了，经历了不少事情。哎，就说上次在扶阳城遇到小混混吧，你唰的一下就出现了，说我是你的好友不过分吧？亲朋故知我都沾边，你以后再也不能无牵无挂了。柳公子，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玉王殿下早日解除心魔。玉王殿下，答应我，不要永远被你的心魔困住，好吗？好。嘿，你不想做皇帝，那到时我们就隐姓埋名，一起去看山川大海吧。盟主，楼主，有个消息要向你们汇报。拓荒族这帮孙子，居然剧透了霸道花剑的结局，还状告泛爱国是抄袭，居然比我们还不要脸！据线报，拓荒组最近成立了一个文字小组，他们与大梁日报合作，专辟出一个栏目叫做普红文学，在短短半个月内就产出了10数篇画本，如今在坊间大受欢迎。画本里可说了啊，穿越那里头再细分，可是一门大学问。听说过种田吗？听说过开局一条狗吗？哼，见我们的霸道花匠红了，便偷师经验，抢占风头，好生歹毒。更严重的问题在这里，拓荒组出了一则化蝶记，似乎提前写出了霸道花匠原本想要用的结局。天意，你若感我诚心，便将我和梁生一道去了吧。啊，这是彻底断了我们的后路啊！如果霸道花匠拿不出跟之前一样高水平的结局，那武林盟就等于成了个笑话。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讨论度统计，由于霸道花匠迟迟刊载不出结局，化蝶记已经反超居上了。
快餐时代如果不能持续保持高曝光度，分分钟就会过气，太残酷了。那么会议开始，大家商量一下结局方案吧。哎呀，看我也没用啊！想要解决这个困境也不难，只要小范写出比化蝶记更厉害的结局，不就好了吗？范爱国，每次交稿日前，我日夜守着你，并非不知道你的难处。我设身处地的替你想了想，压力确实很大，你尽力而为就行。若是实在写不出，写完了。没错，若是实在写不出，也没有人会怪罪。你说什么？我说结局写完了。二丫垂泪想到，梁郎已经决定永远离开，可他难道就此嫁作人妇，在追悔中度过余生？不，他誓死要找到他。二丫自语道：“明天我会想出一个办法回到他身边，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化蝶结局缠绵悱恻，然而你写的结局也不落人后，仅有浪漫爱情与深刻主题，余味悠长。像这样伟大的结局，还有7、8个。随便挑着用吧，说不定还能搞个付费解锁其他结局。我是会默写名著，但我又不是只会默写这一本。论无耻，拓荒族比不过你。哼，有了如此档次的结局，霸道花匠定能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你功不可没。武林盟文斗亦不输于人，这下总算能给楼主一个交代了。截稿喜事一桩，你怎么反倒愁眉不展？你难道在气拓荒族强抢你的风头？我看起来像是在意那种虚名的人吗？像。既已截稿，你就不必居在这个小屋里了。武林盟日日皆有新气象，我带你四处散散心吧。那罗家小妹杀过来怎么办呢？我替你挡开便是。钱小兄弟人际转醒，便无大碍了。回头我再整理一份调理的药方，让他安心静养。我还与人有约，这里就托你看顾一阵。丁大哥，应该叫你龙大侠的。现在没有什么龙大侠了。丁大哥，刚刚和你一起进来的那位是传闻中的陶一仙吗？是。真的是他呀！江湖美人排行榜果然是真的。武林盟主林开也在这里，他有火眼金睛和3头6臂。戏听多了。对了，那等我能下地走路了，能去参拜一下楼主吗？自然可以。丁大哥，武林盟是否遍地都是像你这样的高手？大家平时不走台阶，只走屋顶。小钱，大哥不是什么高手，丁大哥失言了。你的诗诗姐姐和查大哥，我没能救得了他们。大哥对不起你，也对不起阜阳城的百姓。丁大哥，我没你想的那么脆弱。从小我就看惯了生离死别，我知道那看似简单的太平2字，分量有多重，代价有多大。这世间太多如我这般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生死祸福随时便可被倾覆。那些真正主宰世道的人并不关心我们的命运，但你不同，你就是那戏文里描述的舍己为民的大英雄。诗诗姐姐和查大哥没能活下来，我固然伤心，但如果丁大哥因此就放弃救万民于水火，
我更伤心。世间如果再没有像丁大哥你这样的人，我们又能去相信谁呢？哎呀，这个东西不错。发型足够完美，服饰精心搭配，就连味道也很讲究。难怪今天回头率很高啊！盟主，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在看你。啊？这究竟是何物？这是我斥巨资向楼主讨来的。据说在他们那个世界，正常人表白心意都得乘坐这个叫热气球的庞然巨物。穿越者行为果然神秘。陶姑娘来了。我有话要对你说。你先说。我是来跟你告别的。这段时间，我也将各种应急医术交涉给了许多女弟子。武林盟中人倘若受伤，也可以得到及时救治。然而武林盟之外，还有更多百姓深受战乱之苦。作为医者，怎能坐视不理？故此向林盟主请辞。但是陶大夫，你知道我喜欢你，但你或许不知道，我喜欢的正是你不畏险阻、一心救死扶伤的样子。所以，去做你想做的事吧，我永远支持你。不过别忘了，武林盟永远是你坚实的后援，你若需要，随时可以回家。我为你做了可以驱虫的草药，会有用的。那么请多保重。大义大胆，你们随行去保护陶姑娘。盟主，此物直接拆卸了着实可惜，能不能借我一用？随便拿，随便拿。多谢盟主，那我这就去寻贤妃娘娘。这是东街最有名的米糕，我常给你打包的糖水就是他们家的。那边的糖葫芦受到你们穿越者启发吧？糖浆浇在水果上，倒是别有一番风味。要试试吗？怎么了？谢良，你也老大不小了，别见我糖葫芦的大惊小怪。我是为了谁啊？哎，傅爱国，你看那是什么？都说了别……或许可以试试这个。傅爱国，你说实话，你如此消沉，可是与这书稿有关。我要是说实话，你可别发脾气啊。你说说看。我不想交这稿子，也不想写这本书。本来我就是被赶鸭子上架的，现在他让我觉得厌烦。好，就随你意，这结局不交了。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一直要监督我的吗？勉强别人做不想做的事情，实在很没意思。我现在就把稿子扔了，一会儿我们去见楼主，告诉他从今往后都不写了。哎，你干嘛呀？这不是你想要的吗？范爱国，你若是真想敷衍，直接拿这版结局上交了事即可。你在介意何事？在我看来，这些书稿已经足够好了。世界名著的结局当然够好，挑不出毛病的好。这些书稿随便挑一个都足够在大梁流传百世了。唯一不好的是，那都不是我写的。那帮王八蛋抢在我前头把花江的结局写了。一开始我确实挺生气的，但我其实竟然也觉得有点轻松。
没错，我借明珠的壳彻底红了，这才是穿越男主该干的事儿。这可比一天到晚被你拖累、被人追杀强多了。你说清楚，到底是谁拖累谁？自从书火了，我好像就在这云端飞一样，只要停下来想想，就会觉得不踏实。我偷了别人的思想和文字，可那些粉丝对书的喜爱是真的，他们真正追捧的、需要的，并不是我。我虽然平时嘻嘻哈哈，但也不是真的瞎了。我看得到，很多人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甚至丢了性命。我只是比他们多了些运气。他们也是人，开心过，痛苦过，真正活过。像我一样的人，他们就在这里。我明明看到了，但我从没有用自己的心、自己的手为他们表达过什么。我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光靠我自己，又能为这世道做些什么呢？我又能说些什么？谁又愿意听呢？以前，我觉得自己永远都成不了龙大侠。同是剑客，龙大侠能横扫千军，而我被人嫁祸追杀大半年，最后还要靠他救命。后来，我觉得成不了龙大侠也没什么。正因为我被人嫁祸，狼狈不堪的自证清白，倒为武林盟除去了内奸。虽是小事，那也是我干的。这世上能有几人身后留名？难道小人物因此就不配活过一场吗？范爱国，你就在这里，我看得见真正的你。谢良，你刚才这句怎么怪好听的？再讲一遍。你说的没错，小爷难得来这么一遭，总得靠自己说些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哎呀，多亏今天整了这一出，我好像知道结局该怎么写了。那就放胆去写，哪怕有一个人听见了，那也是你留下的印记。好了，该回去赶稿了。我现在那叫一个思如泉涌。先说明一件事啊，我不会假释此物。那不是巧了吗？我也不会。那怎么办啊？你可以用那个呀。小叠云杖。妙啊！现在我们就可以等它慢慢漏气漏下去了。哎呀，你慢一点。快看，你看，就是他。贤，阿贤，我对你的心意，正如这气球一般。还想着干嘛？你怎么这么重啊？快起开！哎呀，我这不是正起着吗？你当我愿意拿你当肉垫？都是骨头硌死我了！你良心是留在狗身上了吗，范爱国？东西带了吗？自然。此物虽然威力大，但需拉开距离，高手过招间并不占优势，普通人持此物则容易被缴械。那你看看你身上，谁说我只带一把枪了？一把枪或许不足为惧，但100把、1000把又如何呢？这点你其实比我更清楚。世事莫不是如此，一人之力做不到的事，100人、1000人，或许便能做成了。如此也好。你这是想通了？没有，想不通之事便不想了。普天之下，我所求之事乃是守护万民，而我愿相信之人，是你林开。百姓会愿意相信我们吗？会的。
好哎，好哎！霸道花将大结局！山河破碎，前路险阻，这是大梁最黑暗无望之时。我们虽生来平凡，但家是我们的家，国是我们的国，岂能对同胞的苦难袖手旁观？今日就从你我开始，传心中之火，存续希望，将那些为了一己之私践踏生命之人赶出这片土地。直到长夜尽头，国泰民安，人们能在阳光下自由相爱。只要千万人皆有此信念，大梁不就有希望了吗？这就是我们要的！娘啊，这个书的结局是什么意思？阿燕和梁郎会幸福的在一起吗？他们要吃很多的苦，走很多的路，但二人同心，更有何惧啊？只要千万人皆有此信念，大梁不就有希望了吗？今日就从你我开始，传心中之火，存续希望。楼主，霸道花将结局刊发后，坊间我们赢了。你知道了？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只要顺应了百姓最根本的愿望，又怎么会做错？这是穿越者的经验之谈吗？是中学历史课本之谈。中学历史课本里有写这条路这样走下去将会如何吗？答案能如此简单的获得就好喽。巧云起啊，这个世界上真正能搅动风云的不过来回几个人。那些选择了武林盟的人，我想让他们将来不会后悔选错。只有走下去，才知道能走出怎样的结果。你笑什么？就是突然想起咱们刚到武林盟的时候，那时候你还跟我闹别扭来着。都过去那么久了，还提他做什么？最早是我托你入了分章，希望借助你的力量。后来我又希望你早日挣脱这漩涡，不再为俗世人情所累。到现在，我只想顺其自然。你想要怎样的目标，我就助你实现它。生在和平年代，当然是能躺着绝不站着；生在此处，也只好既来之则安之。倒是你年纪轻轻的，别就觉得非得一条路走到黑。如果想起什么诗和远方的梦想，也可以抽空去实现下。切，算了吧，就你这样，没有我在身边护卫，你能平安到几时？嘿，你还真是越来越没大没小了。再说，我还想亲眼见证这条路的结果呢。武林盟是时候乘势而起了。哇，我们那边住在城里的人没什么机会看到这么多星星的啊！千年后的星空是什么样的？和这里很像，都说星空是亘古不变的嘛。气氛这么好，我再给你吹首小星星吧。今日武林盟动作频频，拉拢了不少百姓，我们要不要分出兵力看顾？不必，蝼蚁也只有被践踏的宿命。那位楼主急于三分天下，谋求制衡，我们此时更应加快速度，一举推翻皇帝，取而代之。但照你前几日探听到的，禹王若不打算坐上那皇位，我们的计划也会受到影响。哼，他弄权多年，却也生了软肋，不必担忧，这件事我自有对策。只要拓荒族同心协力，世间任何事都无法脱离我们的掌控。近日与拓荒族交战，逐渐可与之抗衡，但那焦然素来狡诈，还需继续严防。另外，交战中少见北府军踪迹，属下正加紧查探他们的行迹。终局之战就快到来了，赢了是百战功成，输了便万事成空。想要夺朕的江山，尽管都来试试。杀人安人，杀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
可以。将军，弹药不足了，只剩下列阵！最后一天，好，死守大梁都城！死守大梁都城！死守大梁都城！武林盟那边还没有动作。回忆我，他们驻扎在5公里外的猪头山。难道真准备这时候掺和进来？他们来了多少人马？大概有5万。各队准备。50人。嗯。开战！算什么演练大会？打什么自己人啊！对不起，我刚刚是想帮你来着。可恶，欺负我们少2人，大一蛋蛋他们什么时候回来？说是今晚。陶医生，我们该去基地会合了。嗯，走。我来帮你们。人家的背包都被喝了。老我，兄弟们上！彩弹枪真有意思，等我伤痊愈了也来玩一次。丁大哥，到时候一起吧，前提是你不能用武功。加油！加油！往哪儿打呀？看后面！都什么时候了，还自己人打自己人？给我过来！你在干嘛？相信哥，你得苟到最后才能赢。哎呀，胡闹！现在哪有时间管这个呀？你知不知朝廷军和拓荒组正在大决战，而我们还在这里。嘘，你看你又狭隘了是不是？他们在大决战是没错，但他们2败俱伤，而我们苟到了最后，就是胜者呀！哎呀，你听哥的，哥可是吃鸡小王子，听哥的没错。
今非昔比。如今朝廷军明显不敌拓荒族，武林盟又怎能坐以待毙？蹲下！不行，我必须得去。啊！你们这两个老六！什么？谁是老六了？什么？你们全家都是老六！方爱国，你把那2个人给我往死里打！你们别过来！我们是一队的！比赛结束，黄蜂由于同伴伤害，全军覆没，蓝队获胜。我们这次的团建活动呢，还包括之后的温泉服务。酒店里有各种不同成分的温泉，大家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自行挑选，尽情享受了。这都什么时候，还有心情弄这些？你看看你，火气这么旺，正好泡泡温泉，对你大有注意。这仗打了这么久，朝廷败北几乎已成定局。拓荒族现如今围堵住了都城，宣远兵不动是为哪般？还怕我们武林盟黄雀在后，还是提防朝廷军鱼死网破？与之相比，我们已经错失了先机，之后该如何扳回赢面？若是与拓荒族正面相抗，又是否有制胜之策？林盟主当初豪言壮语，如今到了关键时刻，究竟能不能成功？而我们这些人又能为武林盟做些什么？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提早准备。也许我应该先跟家里人划清界限，不能连累潇湘山庄。毕竟如果失败了，是要抄家的。你听没听我说啊？听到了，听到了，你小声点。既然你这么紧张，咱们就去找林盟主问一下他的想法不就行了吗？直接去问，这样好吗？当然，有问题直接找老板谈嘛。你好，3杯珍珠奶茶，1杯少糖，多放珍珠。哎呀，舒服，这个温泉真不错啊！哎，你这地方选得好。那是，怎么样，开总？要不要考虑投资一股这里啊？可以。小康健康。钱呢？没有。咦，哎，不是我，不是我。敢问林盟主，我林盟今日到这里是为何事？打仗。那我们此刻为何不在战场上，而在这里耗时间？秘密。不知林盟主接下来有何计划？不能说。对这场战役可有把握？有啊。西城1城。啊？你不紧张吗？紧张啊，不过我习惯了。林盟主不紧张吗？嗨，形势不好就回武林盟嘛。反正武林盟易守难攻，又穷得叮当响，有脑子的人都不会来找我们麻烦的。唉，约定的时间到了，走吧。好，走。他们这是要去哪里？难道是商谈接下来的应对之策？其实，这个力度可以吗？可以。哎呀，这年头 SPA 师傅不好约呀，想念王师傅。我发现你是真不紧张啊。那不然呢？我好歹也经历过这么多次生死了，还能被这点破事给吓着？你紧张啦？说不紧张是假的，真要打，我们就这么点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你不是有你的南博望军吗？哎呀，这段时间我们虽然赢得了民心，但要掺和皇城之战，终须师出有名啊。拓荒族拥立欲望，我们又能亮个什么旗号？难不成？你知道我为什么执意要来这里团建吗？为什么？我可是花了不少钱才打听到我要找的人在这里。林盟主，最近胃气不顺呐。是您？等你们很久了。各位，我敬一杯。
自扶阳城爆炸以来，我们能如此迅速地恢复过来，并一路将朝廷逼到如今这般田地，在场的各位全都功不可没。如今朝廷已经弹尽粮绝，人心尽失，胜利很快就将属于我们。我知道你们都在期待着这一刻，今夜我们便向皇宫发起总攻。太子，对呀，我居然没有想到。皇权天授，你们原住民的思想想要开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想安天下，线下这个规矩可不能破。我早就知道楼主你能想出办法，我给你带薪休假。少来，这是陈将军的点子。多亏了陈将军提醒，到底是两朝元老啊。林盟主过誉了。这样一来，咱也算师出有名了。话说回来，在下本以为扶阳城一战，伏波军与龙大侠两败俱伤，没想到您还是保存了一部分实力。扶阳城一役还犯不着我伏波军出倾巢之兵。何况我也要提防朝廷日后拿我顶罪，手中的军队就是我的筹码。被你当成筹码的恐怕不止你手中的军队吧？还有扶阳城那么多百姓。龙大侠，你先冷静听我说，陈将军他……他们还好吧？这回应该是真的在商谈要事了。你杀了他，就等于将拓荒族推上了王座。眼下我们需要他的伏波军，帮我们对抗誉王的北府军呐。你冲动行事，岂不是要让武林盟之前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此人弃满城百姓如草芥，手上沾了多少无辜之人的鲜血？你们跟这样的人合作？楼主，让我来说吧。这位大侠若一心想杀我，刚才那一掌就不会留我活口。扶阳城之战，乃是荒命难为，但牵累无辜百姓已成事实，我自知罪孽深重，不打算为自己开脱，也不求任何人的原谅。但你若肯高抬贵手，便让我先救出我的女儿，只要看到她平安，我也再无遗憾了。到时我这条贱命，你随时来取。女儿，他的女儿小雪现在受困于宫中，跟太子在一起。如果计划顺利，到时就能名正言顺地入主宫中，扫除拓荒族。此战若成，我也不稀罕你的性命；此战若不成，便用我的办法取你项上人头。你们三个人是不是串通一气来将我的？哪能啊，哪能啊！我就是想回报一下当初你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的恩情啊。拓荒族的出世之名是打着誉王的旗号，但我听闻一点风声，说这誉王殿下对皇位并不感兴趣，所以谁先控制住太子，谁就能赢得先机。整个皇城我们武林盟是吃不下，但要说救一个太子就容易多了。如此一来，把握就有4成了。来聊聊作战计划吧。点火！
什么东西飘过来了？这也有骨骼。今夜起西风，再没什么比毒烟攻城更合适的了。你还真不担心史书如何写？谁胜了，谁就是写史书的人。多亏了我们的谭大军师此前为我谋定的计策，3个时辰后毒烟将会散尽，届时还请殿下指挥北府军与我们一起冲开大门。屠城，持恐生变，里面的人不反抗了，北府军攻城也快一些。周景义，由我亲自处理。明白。在这里，我再敬拓荒祖的恩人誉王殿下一杯，没有殿下，就没有拓荒祖今日的成就。感谢殿下对拓荒祖的慷慨资助，恭喜殿下即将一统大梁，君临天下。一统大梁，一统大梁，君临天下。毒烟都放了，怎么未曾见到旁门门主来受嘉奖？您说左道啊，他有药物在身，殿下请放心，那将是助我们成事的最后一块拼图。哎，你们说我们该怎么登场？要不要配合焰火升空？哈哈，吓死他们！都这坑节上了，你还追求什么仪式感呢？放心吧，绝对用得上。有突发状况，潜伏在城门不远处的探子来讯，拓荒族紧急集结，趁夜对京城放了毒烟，似乎准备发动突袭。按照我爹制毒的个性，御林军撑不过3个时辰。啊！这，看来他今晚动身了。林盟主，陶大夫到现在还没有与我们会合，是不是你有什么特殊安排？你说什么？陶姑娘她……陶姑娘，久仰了。旁门寻常的毒对我无效，只是软筋散限制了我的行动。大爷，快去报信。这儿可离那个什么猪头山远得很，等你报完信，正好能回来替他收尸。别听他的，快去。这什么东西？疼！陶一仙，你忘了吗？我们旁门真正的武器是看不到的。来人，带走。殿下，从北域发来的。Hello， 誉王，我在北域一切都好，这儿的水土是真不错。我见你留下的那些侍卫每天闲着无聊，就带着他们一起种地，大家都可高兴了。希望你要办的事也一切顺利，很快就能再见了。到时候请你尝尝我新发明的菜谱。
前进！破城门！朕有说让你们停吗？叛军已逼至城内，求陛下为社稷考虑，先出城暂避，他日再从长计议。预备！陛下，我等愿为您战至最后一刻。随你们便吧。你不逃？小雪不逃。朕已经输了，既然输了，就找不到不杀你的理由了。趁我没有改变主意，走吧。只要大梁还存在，陛下就没有输。拓荒族也就没有赢。哦，禁军听旨，即刻起全力护送太子和太子夫离开皇宫。陛下使不得，臣等的职责是保护陛下。还是留着命，保护大梁的未来吧。陛下，陛下三思啊！陛下，周荣启，你赢不了我。那么接下来的安排，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要不你从头再讲一遍？哎呀！林盟主坐那么远干嘛？哎，林盟主，我们听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您给解读一下呗。对呀，究竟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林盟主，你倒是给句话呀！谢良跟范爱国去哪儿了？怎么连左云起也不在啊？我刚刚好像看到谢良和左云起他们已经出发了。什么？当初林盟主组建南博望军的时候，说好论军功就高低，如今竟让那几个兔崽子当了先锋，是不是不把我们几个看在眼里？就是，也太不讲道理这样。林盟主，你倒是说呀！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听我说啊，我让各位留守的原因，正是因为你们都是武林盟最优秀的英雄好汉。像你们这样的秘密武器，肯定得留到最后再闪亮登场啊！哎，你们看，龙大小不也在这吗？林盟主呢？如此紧要的关头，林盟主去哪里了？
各位请放心，一切都在计划中完美进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你们放开我吧，我现在很冷静。你们说的对，我是军中主帅，分得清主次。开总，你放心，太子要救，陶大夫也一定要救。我们不是收到黄金猎肉虫发来的讯号了吗？一定赶得及。前提是你先把我的计划听完。那就快说！我的计划是把在场的各位分成2组 ，A 组潜入皇宫救太子和小雪 ，B 组伏击拓荒组大本营的同时救助陶医生。同意。那么 A 组谢良、左云喜 ，B 组林开、阿忠、阿甘，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喂，我认为营救太子这么重要的任务，我只是担心。担心什么呀？担心你是想知道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不交给龙大侠，却交给你，对吗？其实推荐你去做这个任务的人正是龙大侠。我曾拜托龙大侠助我们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他却拒绝了。他担心自己看到都城的惨状，会像扶阳城那日一样失去冷静。接着，他便推举你去完成这项任务。啊！龙大侠竟会如此看重在下？他的原话是：“谢良虽武功远不及我，开3倍速。但其心智之坚韧，非常人所能及。我们可以将希望寄托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偏离心中之道。”我明白了。好了，走了。至于左道，就够吧。在座只有我最了解我爹，亦能应对旁门之毒。若是狭路相逢，断不会让他阻碍我们的计划。你记得一件事，千万别逞强。好了，走了。等一下，快说！各位领导，我申请加入 A 组。胡闹！外国，你消停会儿。不是啊，你们想啊，这里除了楼主，就只有我是穿越者。你们要跟拓荒组那群穿越者斗法，我肯定能帮得上忙。他说的不无道理。有什么道理啊？我可没工夫带这个累赘。谢良，你平心而论，你的好运哪一次不是哥给你带来的？带上我，你准不后悔。带上你，我10条命都不够用的。救太子事关重大，你给我老实待着。够了！就按照原定计划开始布置方案吧。好了，各位，时间紧迫，我长话短说。这次作战方案 ，A 组先潜入都城，到位于皇宫东大门右侧700米左右，一片树林中的水井处等候。那里有一处暗门，只能从城墙里面打开。等信号一到，你们用3长2短的暗号敲门，里面的内应就会打开暗门，让你们进去。什么信号？别急，待我先说 B 组的任务。B 组率先出发，查探清楚陶大夫他们的下落。是黄金利肉虫留下的气味，陶姑娘，等我！凭本事跟上。拓荒组掳走陶大夫，必有所图，有极高概率会将人带回营地审问。你们要做的就是探进其具体方位。大义，我们定会为你复仇。等等，还活着。大义还给我们留了关键信息。1月，林盟主还评论了，一旦有了眉目，务必给同伴们留下记号。陈将军会带兵紧随你们之后，前往埋伏到拓荒组大本营附近。这个记号够明显了吧？但整场救援行动我只能给你们1个时辰。1个时辰后，无论你们救不救得出人，陈将军都会对拓荒组营地发动佯攻，吸引他们将宫内的兵力部分毁掉。这就是 A 组趁乱潜入皇宫的信号。如果那时候你们还没能从营地脱身，会十分危险。一旦靠近了拓荒组营地，切记小心机关暗器。快让老子出发！陶姑娘，坚持住！这女人还有意识呢，真够顽强的。要我说，甭等了，
一刀血骨了他。早点完成任务，早点喝酒去。哎，不行，左门主说了，这女人体内的血液能抗百毒，是珍贵的试毒材料。他临走时特意吩咐，要咱们把旁门里面的毒在他身上试个遍。摊上这活可真够倒霉的，一不小心咱们就见佛祖去了。哎，废什么话，赶紧干活吧。这是什么？靠，傻瓜，这里都是毒气啊！林盟主，等一等！曹姑娘，林盟主，怎么回事？为什么着火了？那几个不是我们的人，有敌情。不好，这样下去我们会被包围的。人不多，小心！有敌人来袭，拉响警报，发信号求救！怎么提前了2炷香的时间？我们都还没有佯攻，他们就发求救信号了？你们就是楼主派来救太子的吗？才3个人够吗？本来是2个。美国都说了让你不许跟，别来连我投降。营地传来求援信号，3支队全体成员立刻随我回援。你来干嘛？我能帮上你。蹦个头啊！好了，来都来了。对啊，来都来了。那里就是东宫，顺着那棵大树可进入宫殿。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快逃吧！皇宫地图我熟悉的很，你们跟上。怎么了？我吃鸡小王子。放心吧，绝对有用的。陶姑娘，你怎么样了？我被下了毒，使不上力气。马上救你出来！林盟主，这是拓荒组特制的审讯室，门和外墙被左道改装过，你怕是打不开。不会的，你别怕，我一定会打开这扇门。林盟主，时间紧迫，你听我说。我知道左道的计划是什么。站住！左道向我辨认出了绿若虫的一味药引，多数人都只知道绿若虫的母虫可以呼唤公虫。你捂好口鼻，别说话！救我呀！有敌情！但如果用特殊的药引喂食绿若虫，那么吞食母虫的宿主便可凭意识操纵吞噬了公虫的宿主，犹如操纵傀儡。你必须阻止他。将军，怎么办？拓荒玄系发了救援信号，这里就没咱们什么事了。是陈将军的人在帮我们。难不成真的见死不救吗？都给老子上！林盟主，这次你可欠我一个人情啊！阿柱，来这家伙！林盟主，接着！林盟主，你们……现在你什么都无需多想，先屏住呼吸，闭上眼睛。天下之大，能让我离开新月城府的不过3人：龙大侠、楼主，还有你。
逃！钟池，我坚持要救你，不只是心悦于你，更是因为敬重。即便是为了替百姓留住一位悬壶济世的仁医。林开，今天一定要将你救出来！不要过来，这里尽是毒。既然可以这样名正言顺地抱着你，你不会怪我无礼吧？林开，你……这是你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我好看。是。有人麻烦陶医生帮我解毒了。是用利润术制造傀儡的血战，走到可能受过要用在任何人身上。他们好像提到了东宫。大胆！这可是当今太子，你们休想靠近！爷爷不想杀人，我劝你们还是乖乖将太子交出去。大人，时代变了。赶紧迎接新世界吧！哎，你们看，是不是不太像啊？啊？怎么从这儿出来了？来不及解释了。我们赶紧走吧。小雪，太子殿下，我奉武林盟楼主之命，我们要将你们安全带离皇城。楼主，本宫可以不去吗？不可以呢，太子殿下。诸位，我是楼主吩咐等候在此的内应，带你们避开追兵出宫。哦，楼主这人办事真是靠谱啊！快说，你是不是太子？是个屁呀！早就跑了，还不快找！哦。哎呀，等一下，跑这么着急干嘛？前行最久的就是快跑了。等等。故意将我们引到这里，你究竟是什么人？逆子，许久不见，警惕性还是这么低。我来对付他，你们带太子先走。可以呀，这样还有点意思。你们去追回太子，把他留给我。是。成了，在你们武林盟妄想浑水摸鱼的时候，胜利已经属于我们了。殿下，所有在您复仇路上的阻碍，我们拓荒族都给扫清了。现在您的仇人正只身一人在这宫殿之内。都退到殿外，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进来。是。明白。刚才天上那个烟花是嘛意思？拓荒族，恐怕已经彻底得手了。
你来了。我来了，皇兄。许久没有听到这称呼了。朕近日时常梦见你来，你还和梦里一样，朕却老了很多。还梦见过什么？还梦见过父皇，他在临死之前拉着朕的手，嘱咐朕莫被你夺去了江山。朕本会是个好皇帝，至少不负先祖所托。可惜啊，只梦见这些吗？不曾见到我那溺死的幼弟爬出来呼救，不曾见到我母妃七窍流血躺在你面前。生在帝王家，要么争，要么死，有所牺牲总是在所难免。即使你有江山唾手可得，岂不也是踏着血海而来？我对这个千疮百孔的江山并无兴趣，不愿将此生赔给他。能亲手将皇兄你下葬，我便别无所求了。你血洗万里河山，杀回朕面前，是为要这一条命？皇兄不用妄自菲薄，你这一条命可告慰许多亡灵。好，好，好。原来这么多年是朕错看了你，倒该向你赔个不是。你我上一次坐在一块叙旧，还是未来宴的时候。当时我想，我总会赢的，毕竟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输给过你，一次都没有。你不想要的，只怕由不得你。你想留住的，便是杀了我也回不来了。周荣启啊，周荣启，你这一生一事无成，真可怜。把他抬出去，鞭尸，到我说停为止。你想留住他，便是杀了我也回不来了。你只要记得，你还有仇恨以外的世界，还有关心你的人。誉王殿下。殿下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如今你我皆得到了想要的，交易已经完成。完成？您若不坐上龙椅，我们如何能名正言顺接管着天下？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殿下这是打算过河拆桥啊？就算本王要过河拆桥，你待如何？你早就知道。如你这般心怀二心之人，本王见多了。你当真以为本王会对你毫无提防吗？提前让亲卫穿着防弹衣，甚至他们这套格斗擒拿就是针对我们拓荒族准备的吧？是啊，殿下的才智谋略，又怎么是我能比得上的呢？其实我早就明白这一点，所以，我当然也准备了别的礼物来向您献丑了。
我没事，身上不是我的血。你留下保护我的那2个侍卫，他们……殿下，怎么样？这份礼物你还喜欢吗？你以为要挟便有用吗？殿下的意思是不在意这位小朋友的死活吗？就算他在你面前死去，你也无所谓？你便是杀了他，本王亦不会与你合作。你若留他一命，本王倒可以考虑赏你全尸。殿下，好歹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战友，我对你也算是了解不少了。今天我只赌一件事，殿下的心是否真像自己说的这样冷？是否真的会对千方百计藏到北域去的人无动于衷？住手！别担心，我的人下手很有分寸，这伤口不严重，只是会让他疼一些吧。小小人，表情真美。殿下错就错在不要这皇位，在这世上不往上爬，注定就得摔得粉身碎骨。听闻您的至亲好友皆因你而死，眼下这种悲剧又将重演，殿下不觉得心中有愧吗？别听他胡说八道！害死那些人的不是你，是这些道貌岸然、大放厥词的畜生。你的亲人朋友们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如果你在这里屈服了，才是真正对不起他们。哼，有意思，你不怕死？不用管我，说不定我在大梁杀青了，转头就回到我自己的世界去了。回去？你这孩子真是天真。如果我告诉你，在这里死了，并不会回到我们的时代，而是就此魂飞魄散，从此彻底消失呢？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劝你少在我身上做这些无用功。玉王，你听好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不要你管，不要你救。如果你还念在我们这段时间的相处，就应该明白我的心愿。好，那我就满足你的愿望，让你做这个真英雄。别动他！你想要什么？哼，我想和殿下单独聊聊。殿下不可！玉王，无妨，你们去外面守着。若殿内之事解决了，便不必与他们动手。是。你们也下去吧。你还要做什么？昨夜在都城外设宴，殿下未曾与我们同饮，但今天可以说是我们的丰收之日，您总该赏个脸了。你在里面放了什么？只是些小小的佐料，能让人丧失心智，只听操控者的命令。但对殿下来说，却不失为一件好事。如此一来，任何人都不会有性命之虞。这意思是，如果喝了它，玉王会变成一个傀儡。殿下是个聪明人，只要你服下它，我就保证你的小朋友平安。他甚至可以继续服侍在您左右。服侍一具活尸？选吧，殿下。一切都在你一念之间。玉王，玉王，你不能！一切已成定局。什么意思？我将利若重卵与一位让人痴傻之毒一同交给了娇娇人。眼下他已设法让玉王那小子服下了，从此我说什么，他便只能做什么。这大梁该换个主人了。左道，娇娇人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要这样帮他？不帮他，难道要帮武联盟的蠢货？娇娇人成事，他会给我搜罗研制天下制毒的权利。你就这么相信他？他今天能对玉王下手，明天也能对你过河拆桥。
我乃母虫宿主，只有我能操控服下公主之人。与我撕破脸皮，少白费力气思考其中破绽了。你们能想到的，难道我们想不到？你留下来拖住我，让那些小朋友携走太子，太天真了。今晚你们一个都走不掉。从那座门出去，一路沿北就能出宫了。幸好一路都没有被发现。那还等什么？赶紧的吧！哎，小心！拜托！没事吧你？敌人数量不明，我没有带着太子，千万不能被发现。阴兵对我们不利。你说你们的计划是完美无缺的，我看未必。既然厉若虫系于你身上，如果你死了，你们的计划就全盘覆灭了。看来多少还是有点长进，但你真有这胆子吗？别怪我没提醒你，此刻不动手，之后你就再无机会了。你现在受制于我，还说什么？给我下毒了？什么时候？身为旁门少主，连何时被人下毒都茫然无知，真是越活越倒退了。别多费力气了，身中的星雨会随着血脉流转，攻入脏腑，动作越大，死得越快。哼，看来今日便是我清理门户之日。后悔刚才没动手了。哼，软弱的人终究会被多余的感情所害。殿下真是爽快。哦，对了，我方才忘记说，那药还有一些附加功效，可以让人四肢无力，脑子也变得痴傻，没有解药。还有什么想说的，抓紧时间吧，毕竟很快，你就会连一个多余的字都说不出来了。玉王，全军听命，萧萧然背叛同盟，谋害王爷，杀！拓荒子的人说了，玉王准备抛下我们，只有跟着焦大人，我们才有生路。你们这些叛徒，是何人蛊惑？放聪明点吧！就能侍奉于殿下身侧，是我辈之幸，你们竟敢！一个都不留！冲啊！李克，你说我拖累了。你说什么呢？我带你逃出去。李克，杀了我！我绝不等他人的傀儡，一具痴傻的活尸，连求死都无门。不，一定会有办法的。等我们从这里出去，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对了，你还记得我那个武林盟的朋友吗？我们可以去找他。陶一贤，还有陶一贤，他不是能妙手回春吗？他一定能救你。
所以别放弃，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我死了，你对他们不再有价值，或许还能逃过一劫。够了，不要再说了！你不是说解决完这件事就离开皇宫，再也不回来吗？你不是说这之后什么事情都答应我吗？骗子，你是个骗子！你为什么要和那个多怪我？不怪你，立刻扶我起来。到头来，本王也想为你做一件事，只是无论怎么选，带给你的好像只有痛。只要封建社会所谓君王作威作福一天，就不存在真正的正义和自由。为了夺回尊严，为了不被压迫，我们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走到了这里。古往今来，伟大的胜利总是建立在流血牺牲上，不破则不立。从今天开始，就由我们来创造新的秩序未来。破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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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誉王，你找我？以目前速度估算，半月内我的军队就能抵达都城。哦，那应该算是挺顺利的吧？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啊？本王会派人先将你送往北域，那里有我预先布置的据点。你若有任何需求，可以告知随行护卫。哦。什么时候动身？明天还是今晚？如果是今晚的话，我得赶紧收拾下东西。我以为你会像上次一样反对。我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你什么忙，说不定还会害你分神。既然如此，不如稍微离远一点，等你把所有事情办完。拿着这个。你说过想看看大梁的山河。我让人在地图上标记了各类值得游玩之处，闲来无事时，你可以先……为何这样看着本王？没什么，就是高兴，特别高兴。我说，誉王殿下，你好像有点变了。并非本王变了，只是什么？即使答应你之事，便不会失约。
玉王，你们要干什么？放开他！放开他！你要是不想受伤，就放聪明一点。焦大人，玉王他居然自尽了吗？哼！殿下，我很欣赏你的决绝，很可惜不能再与你分享胜利的果实了。再往后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拓荒族吧。拓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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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他远点！嗯？你还要做什么？为什么还不肯放过他？瞧我这记性，我是不是忘记告诉你了？我给玉王服下的药，无论生死都能起效，很神奇吧？你说什么？我能让他死而复生。他看起来仍然会像一个正常的活人，只是完全由体内的毒虫所控制。玉王注定了就算死也无法摆脱被利用的命运，这一切是早就计划好的。你待如何？要替他报仇吗？焦然，你去死吧！焦大人，没关系，让这个可怜的小鬼发泄一下吧。是不是以为我真的不敢开枪？如果你能，那就试试看。看，你根本没有生或死的觉悟。战场可不是给你这种衣食无忧的小鬼玩过家家的地方。嗯。放下枪吧，你不适合做这个。不管你是什么人，让开，不要阻碍我。你的朋友若在此，亦不会希望你这样。玉王被害死了，可我却连报仇都做不到。护好他的尸身，其他的不该有你担忧。真正该为灾祸负责的，另有其人。上次在扶阳城匆匆一见，今天总算有机会好好相处一番了。现在我终于能明白你的心情了。说起来，听闻你在扶阳城以一己之力与两方军队相抗，可那些蒙你救助的百姓，转脸便将你描绘成朝廷的走狗、杀人的恶魔。这消息连我都忍不住觉得可悲可叹了。那林开和楼主将你视作能替他们拔除障碍的兵器，他们是否告诉你，这些战斗是为了拯救苍生？笑话，在忘恩负义的世人眼里，哪怕你付出再多，也不过是在为曾经的错误和亏欠赎罪。到头来，你又能得到什么？不必浪费精力挑拨我与武林盟的关系。我并非受命于谁，只是遵从本心。倘若没有回报，便眼睁睁看着无辜之人丧命，那么我与尔等恶徒有何区别？我并不在意尊崇或是虚名，救人
只是因为我想救。哼，好，很好。看来仅仅上次的教训还不足以让你清醒。你不用管我，快走吧。我倒要看看你要如何用一己血肉之躯从我们现代的枪炮底下救人。谁说我是一个人？真正的英雄总在最后。玛丽出场！我当时多少千军万马，就3个人，还搞这么隆重的出场仪式啊！仔细擦亮你们的眼睛，数数到底几个人？就这。昔日眼高于顶、孤高孑然的龙大侠，如今也开始与这般草莽为伍了。竟然还瞧不起我们！林盟主说了，我们打起来1个顶10个。小子们，今天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我们乃不王军，乃不王军，真正的厉害！江湖武学起手式，白鹤亮翅。什么技能延长时间这么长？看老子一枪解决了他们！别呀，看着多热闹呀！浪子回头！万一他们真有点本事呢？娇姐说了，武林盟的破装备连在外套都打不穿。千斤坠地！兄弟们，加了！加了！这是什么招法？娇姐，外围枪队准备射击。可是不要管，给我开枪！对不起了，兄弟们。踢云走！对不起。怎么可能？好啊，敢安孙子，来瞧瞧这！笨蛋，这个要拔了再丢。禹王遇险，速速支援！是。你们早就计划好了，在这里等着。你以为我们真的什么准备都不做，就敢趟着浑水吗？你们哪来的局？是那只自从扶阳一战之后就消失了的伏波局，竟然也加入了武林盟的阵营。老楚，我真想瞧了这个男人。老陈，赶来的正是时候啊！拓荒族恐怕万万想不到，这才刚占领的皇宫，都还没捂热，就被你后发制胜，取而代之了。哼，好歹为天家办事这么多年，论起对皇宫各处的掌控力，我自然不会输给外人。哼，那么是时候反击了。接下来速战速决。有那招吧？好。怎么回事？他们终于知道怕我们了？不太对劲。那是什么？我家三兄妹
这就是传说中的人间兵器吗？小姐，快撤吧，我们！焦然，你输了，束手就擒吧。撤！看来你们武林盟的人自己也足够搞定了。我已经派部下去控制皇宫其余各处，现在大事也由我们控制，你且放宽心吧。兔子逼急了都会咬人，何况拓荒组这群疯的。越是紧急关头，越是不敢放心。但愿是我多虑。撤！我去了，去吧。穿越光荣，灵魂不灭，拓荒永存！将军快走！穿越光荣，灵魂不灭，拓荒永存！同胞们，不要怕，不会被奴役，我们的灵魂不灭，跟他们拼了！让手下之人为你牺牲，你算什么首领？下次再见了，龙大侠。我曾对你寄予厚望，可惜你难成大器。什么大器？来杀无辜的大器吗？什么大业？祸国殃民的大业吗？看来你们的大业不怎么顺利啊！别高兴得太早，从禹王那边失手，也不代表我们就输了。你们打算拿太子做后备傀儡人选？既然你已经明白了，我也不用再多废话。我不知道你们使了什么诡计，但一帮乌合之众，终究成不了大事。愚蠢！你若是不反抗，说不定还能多活一阵。我的使命就是在这里拦住你。逆子，你自找的！你记住一件事，千万别逞强。这次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了。你没有使全力，怎么不敢杀了我这个逆子？这么想死，我成全你。看你这样子，还能抵挡住我下一招吗？该死尽了吧！是啊，应该差不多了。怎么回事？我的内力你有什么想问的吗？我一直留神防备着，你绝无下手之机。用的什么毒？什么时候？其实很简单，打从你出现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怀疑你的身份了。楼主计划的每一步都事先告知过我，
绝无可能突然多出一环。既然大概猜到会是你的手笔，我自然也会留意万分。所以，中了青女的毒不是我，而是你。未免你察觉，只下了极微量。你假装中毒，就是为了引我出手，因为动用内力会使青女之毒发作的更快。你输了。在选毒方面的眼光，倒是跟我挺像。这句话现在该我问你，怎么不趁此机会取我性命，好去跟你那些好战友会合？只要能把你困在这里，我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剩下的自然会有别人去做。逆子，今晚你实出乎我的意料，但你终究还是做错了一件事。你这妇人之仁会害死你的同伴。你以为只有你们武林盟会用厉若虫吗？这是徐绝用过的黄花药。知道你们差的是什么吗？是这种不择手段的决心。你们也别想有退路。糟了！太子，别想逃出我的掌心！立即发讯给皇宫中仍能自由行动的成员，让他们速与左门主会合。胜负还未见分晓。果然是这儿，那死太监倒没说谎。都打起精神，一定要拦住他们。6、7、8个旁门弟子。范爱国，待会儿我去拖住他们，你趁机带太子走。干嘛？声东击西啊！这是穿越者的玩法，将稍微边缘的敌人引到一侧。是在那儿，然后绕后将他们偷袭放倒，既可以不伤人性命，又可以让我们安静的通过目标任务点。怎么样？我就说带我来是最正确的吧？天快亮了，像这一个个撂倒，效率是否过低？想好了吧？什么人？是不是武林盟的？快，趁现在！他们在这儿！小姐有命，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太子！什么？竟然！武林盟人果然狡猾！这是计划之外的剧情啊！就知道指望不上你。那还是老计划，我来拖住他们。范爱国，你带着太子和小雪姑娘安全离开，知道了吗？记住不要伤了太子，先把那个碍事的男人送走。范爱国，小心！你过来呀！不好意思啊，兄弟，抢你风头了。范爱国，哎呀，不要怕。下来救我！你这个废物，能不能不要再拖后腿了？拿下那个太子！要死了！帮我照顾一下太子殿下。你们已经打搅到太子的晨读时间了。
放火！放开太子殿下！武林盟休想坏我好事！没怪我！左门主，交出太子！太子已经在我手中，你们还有什么余力回天？太子已经得手，左盟主，我们速回娇姐身边吧。走。啊！这是炸弹，危险！快替我看！小小姑娘，你不要命了！小雪老师，该休息了。他喂我吃了奇怪的东西。我方才给太子喂下的是混